怀孕的老婆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幽会，事后还被人扔进了河里，造成一尸两命。原来上一世的我每天跟着狐朋狗友吃喝玩乐，不但没有带回家过1分钱，更是骗完了老婆的所有积蓄。老婆为了养活我们4岁的女儿安安，不得不低声下气的到处借钱，也因此被别人占尽了便宜。直到老婆变成一座孤零零的坟墓，我幡然醒悟，喝下了整瓶的百草枯，了却了此生。但上天却给了我弥补遗憾的机会，让我穿越到了意外发生的前一天。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沈幼薇，你要么跟我睡一觉，要不还钱。你总不能仗着自己穷就不要脸了吧？郭老大，我马上就能还钱，您行行好，请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秦朗痛苦地睁开眼睛，感觉有点头疼。刚才他好像听见了前世妻子沈幼薇的声音。沈幼薇，别跟我假正经，借钱的时候你在老子面前搔首弄姿，可把老子馋坏了。怎么现在成贞洁烈女了？跟我玩玩，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怎么样？你干什么？郭老大，我喊人了。坏人，你是个坏人，别欺负我妈妈。安安，这是我的女儿安安，还有沈幼薇，我这是在地府吗？住手！这忽然的变故让沈幼薇和安安都惊呆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是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是一个被人家恐吓2句就能尿裤子的人。秦三河，你这个废物竟然敢打我，老子要弄嘎你，老子要弄嘎你全家，把你媳妇先奸后嘎。一瞬间我的目光变得冰冷，郭雄瞬间有点后悔说出这话了，他感觉我就像变了一个人，眼神冰冷的可怕。如果放在以前，我可能早就跪地求饶了。还钱就还钱，你特么对我老婆动手动脚，打的就是你个狗东西。那你倒是还钱了，不然今天老子当你的面把你老婆给上了，再嘎了你和你闺女，信不信？我们还钱，郭老大你饶了我们吧。要不我现在嘎了你，要不你滚蛋，3天之后来拿钱。你说3天就3天，你算什么东西啊？那我跟村长说呗，说你和他儿媳妇的事。郭雄心里咯噔一下，自己睡了村长儿媳妇有小半年了，一直特别的小心翼翼，怎么会被这小子知道了？而我看见郭雄的脸色，我顿时松了口气，看来上一世的事情现在正在重演。要不你3天后再来，要不我现在去找村长聊聊。上一世郭雄跟村长的儿媳妇不明不白长达5、6年，这件事闹得全村都沸沸扬扬。后来村长用了一点手段，把郭雄送进去待了3年，果然这辈子的轨迹没有变。我凭什么相信你3天后能拿出钱？你老婆从我这借了50，利滚利，到时候你的还90，你有那个钱吗？你家院子里除了鸡屎，还他妈有其他东西吗？少他妈这么多废话！3天后我如果还不上钱，我就随你处置，你就是一刀嘎了我也认了。不过3天后我要是如期还钱呢？到时候你要是您还上，我他妈把你院子里的鸡屎都湿了，用舌头给你家拖地。可是你有钱吗？那就不劳驾你关心了，现在可以滚了吧？郭雄还是被我的气势给吓到了，额头隐隐有汗水冒了出来，想着3天后就可以肆意的蹂躏我，并且可以得到沈幼薇的时候，心里这才顺了些。成，秦三河，我让你再嚣张3天，3天后别怪我下死手，到时候你的老婆孩子可都是我的了。沈幼薇今年只有22岁，嫁给自己已经4年多，有一个将近4岁的女儿。看着面前的妻子，我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上一世就是因为郭雄的催债，沈幼薇再次出去借钱发生了意外。既然老天给我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一定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你回来了？你是回来要钱的吗？我们已经没有钱了，我跟妈妈已经吃了3天的野菜了。老婆你辛苦了，从此以后我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欠的外债你也不用管了，3天内我一定全部还清。听着我的话，沈幼薇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因为上一世我每次跟她要钱都变着花样的骗她。家里真的1分钱都没了，你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钱了。对不起老婆，我真的悔悟了，你给我一个机会，3天后我会处理好所有的问题，你千万不要再去借钱了。沈幼薇不相信天天不着家的我能就此改变，认为我又是想要骗钱。家里真的没钱了，道歉就不用了，如果真的要道歉的话，下次打我的时候亲您就好了。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也不会相信，我现在只能想办法赚钱来获取他的信任。我肯定能拿钱回来还账，你不要再操心这事，我出去了。哦，你想去哪就去哪，不用跟我混。重生80年代，我靠着野生枸杞赚得盆满钵满。这个年代的人们都喜欢水下的东西，山上却是很少有人去，因为这个年头山上的野兽也是很多的，多多少少还是有危险的。现在很少有人上山，我只能上山碰碰运气了，看看有什么能卖的东西。我在山上走了3、4个小时，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的野生枸杞，并且旁边树上还挂着一个大蜂窝。野生枸杞、野生蜂窝都是好东西啊，这可都是钱啊。这些野生枸杞很大，有的跟孩童的拳头般大小。很快我摘满了1筐的枸杞，并且摘下了树上的蜂窝。回到家看到沈幼薇跟安安都在家，我松了口气。我把蜂窝里面的蜂蜜都装进了罐子里，整整的装满了4个罐子。接下来就是找个地方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了。爸爸这就赚钱给闺女买肉吃去，安安在家要听妈妈话哦。真的吗？我都忘了肉是什么味道了。当然是真的，爸爸怎么会骗你？好耶，安安终于要吃肉了。村子距离城里距离10多公里的路程，
我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进城。我没有选择去药店卖掉，而是来到了矿工医院。大哥，您是矿工吧？平时辛苦了，来尝下我的野生枸杞。谢谢兄弟，这枸杞可真不小，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枸杞。2人的对话也引来了旁边陪伴家属就医的人群。小伙子，你这枸杞是卖的吗？这枸杞新鲜爱，看着也饱满亮堂。大妈，我从乡下来的，给家里二爷送点山里的野生枸杞养身子，可是二爷没等到就去了。呜。小伙子，你也别太伤心，这人啊都有个生老病死的。看着大妈已经上钩，我顺势乘胜追击。大妈，我知道了，请问您知道哪有药店吗？我这些都是今天现摘的野生枸杞，本来是给我二爷的，现在看能不能换点钱，给家里弟弟妹妹烧口吃的。我弟弟妹妹都3天没吃饭了。可怜的孩子啊，你要卖啊？那这枸杞怎么卖？大妈好眼光，我上午上山摘的，新鲜的很。看你背着也挺累，我要1两斤炖鸡汤吧，多少钱斤啊？哇，你别弄那的，我就不爱喝鸡汤，腻歪。哥，这东西不只能炖鸡汤，你泡茶也好，补气养肾，那是1等1的好。我给你算便宜点，你去药店买，至少得1.2块1斤。冲大妈刚才安慰我那句，1块钱1斤给你了。真能补气养肾？必须的呀，这就是医院，我还能骗你吗？想到自己是个3秒真男人，为此不知道让媳妇数落过多少次，顿时咬牙对他妈说道：哇，搞10斤，这个好，调理身体再合适不过了。中药没有副作用，比西药好。大妈，现在野生的东西不好搞，我没带秤，我给您约的高高的，不会让您吃亏。我忍住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虽然我不知道药店卖多少钱1斤，但是第一单就卖了小半，还让我心情愉悦。差不多，冒的2、3斤有的，真是实在的小伙子。这年头的大妈手可是非常准的，毕竟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跟小商贩斗智斗勇那是家常便饭。在大妈的宣传下，周围很多人都围了过来，枸杞很快被一抢一空，我手里也多了20多块钱。就在这时，大妈发现了篮子里的蜂蜜。你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啊？这是野蜂蜜，我白天倒了个蜂窝，收集了4瓶蜂蜜。小伙子，看在大妈给你开了张的份上，卖给我1瓶呗。说着不容我拒绝的塞了几张钱给我，我目测一下大概有个10几块，感觉差不多，我也就同意了下来。好的大妈，就卖1瓶哦，剩下的我要带回去给我弟弟妹妹补身体。行，那谢谢小伙子了，卖了钱你可以买点肉给弟弟妹妹，毕竟蜂蜜肯定是比不上肉有营养。好的大妈，我回去就买点肉给弟弟妹妹。就在这时，一个40多岁的男医生跟一个年轻女医生走了过来。张老师，他手里的蜂蜜都是野生的，在城里有钱都买不到，您不是要升主任吗？小伙子，你这野生蜂蜜怎么卖？我都要了。我不卖，我拿回去给我弟弟妹妹补身体的。看着面前的中年医生应该实力比较雄厚，于是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小伙子，我是搞医学的，是专业人士。我跟你说，蜂蜜的营养并不算很高，你如果想给家里弟弟妹妹补身体，那买肉最好。我心里暗笑鱼儿已经上钩，但脸上却还是露出为难之色。野生蜂蜜可是好东西，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合适啊。我能让你吃亏了，这样3瓶蜂蜜我都要了，一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你把蜂蜜让给我，当我欠你个人情。我顿时心里笑开了花，在这个年代，就是工资最高的矿工1月的工资也才100块左右，我这3瓶蜂蜜就卖了别人1个月的工资，但面上还是故意露出为难之色。那成，我就当是帮张副主任了。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蜂蜜加上枸杞的钱一共135块4毛6分，就算还完外债，剩下的钱也足够改善生活的。于是我买了1块肉和一些米面向家赶去，却不知此时我的家中迎来了未知的变故。研究发现，成年女性的口腔深度是8到9厘米，而从嘴唇到喉咙的距离为13厘米。口腔最大液体的容积是96毫升，所以女生喝水容易被呛到。上集说到我打了首富的老婆，首富气冲冲的找我算账。你别他妈的吓唬我，今天我就欺负你了。怎么的，老子有钱，老子就能让你一家子给我跪下，就能玩你老婆。美好厂的仓库里的东西还在你手上吧？周志成猛地一怔，看向秦朗的眼神中都是错愕和不敢相信。还要欺负我吗？还要我跪下吗？周志成满脸绝望地跪在了地上，他额头的冷汗直冒，他怎么也想不通，我是怎么会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的？这就是重生者的好处。上一世我看到了报纸，事情也就是这2个月发生的。原来上一世周志成把美好电子厂的设备卖了出去，厂子成了一个空壳。事发后他早已带着老婆孩子消失了，来了一手金蝉脱壳。秦三河，今天的事情是我女人错了，我给你道歉，你放我一马，都是一个村的，你手下留情。滚开，别碍我的眼，你只要不惹我，
我不会多管闲事。呵，三和老弟，家里有什么困难你说话，老哥能帮的绝对不说一个不字。滚吧，我看见你心情都不好。我个立马滚！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大一小2个孩子走了过来。爸，小袁，小心！嫂子，谁欺负你了？我帮你打他。臭小子，用地找你出风头吗？你哥哥不在这站着呢吗？我把来龙去脉跟他们说了一遍。周承志那个软怂，算他跑得快，不然我们爷3就地给他活包了。我一脸亚瑟，老爷子什么时候这么猛了？因为在父母的眼里，秦源才是他们的骄傲，我就是多余的那个。我听说你跟郭雄的事情了，这些钱你先拿着用。郭雄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还了钱就好好过日子吧。上一世的我觉得老爹很啰嗦很执拗，但现在回头看看，这只不过是老头子在用一种笨拙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爹，钱你收起来吧。至于郭雄的欠款，您放心吧，我有钱。说着，我把今天卖枸杞跟蜂蜜的钱拿了出来，看着我手中的钱，老爹以为我走了些路，当即皱起了眉头。三和，你实话实说，这些钱到底哪来的？我也没有任何的隐瞒，当即把我卖枸杞和蜂蜜的事情说了下。枸杞跟蜂蜜能卖这么多？爹，这好东西也得选对好主顾。枸杞是中药，矿医院的人又不缺钱，肯定愿意买。再说我卖的又不贵，大部分钱都是蜂蜜卖来的。三和，你可别骗我老头子，破蜂蜜能值那么多吗？贵什么呀，爹，现在市面上想买野生蜂蜜有多难，你知道不？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老爹还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小袁，你把妈喊过来，今天晚上我们吃红烧肉。好的哥，我现在回去把妈接过来。我一共买了3斤肉，这年头肉价还低，1斤上好的猪五花只要8毛钱，3斤肉一共只花了2块4毛钱。我还买了1瓶白酒和几个小菜，一共花了将近7块钱。饭后，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我看着老爹的面色，知道老爹还在担心。爹，这些年我不懂事，让您费心，您别见怪，当儿子的没出息，您多体谅。要是有难处就跟我说，外面的狐朋狗友就不要再联系了。爹，我已经想明白了，以前是我太犟，以后我好好跟尤薇过日子，好好养安，不让你们这么操心了。老爷子一听我这话，浑浊的双眼亮了起来，高兴的合不拢嘴。我希望你是真的想通了，尤薇这儿媳妇没得说，我跟你妈都很喜欢，娶了她是你的福气，要是再敢欺负她，我打断你的双腿。爹，您放心，不会的，以后我努力赚钱，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我的话打消了老爷子的顾虑，他们开开心心的回家了，但我又发愁了起来。山上的枸杞再多也禁不住这样卖，解决温饱还行，想要发财的话是不可能的，得想办法搞到第1桶金才行。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沈幼薇看着我的身影发起了呆，她感觉我变了，但是又怕这只是黄粱一梦，所以她内心很纠结。而此时的周志成家里，你算什么男人？老婆被打了，你一句话不吭，还给人跪下了，这样我们以后怎么见人？行了，你不去惹事，今天会有这种事情。好啊，你这是怪我了，不是你缠人家沈幼薇身子，我会这样？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你说你他妈要是想把这个家给祸害了，你就继续做。看着周志成发火，于大曼立马软了下来，毕竟他们全家都靠周志成来养活。你别生气啊，我只是在乎你，看到你受欺负我难受吗？你这话也太严重了点吧？严重？美好饮料厂的事情要是暴露了，我就只能去坐牢了，也许被枪毙也说不定。你说严不严重？饮料厂怎么了？不是早就要倒了吗？到了，国产的厂子就没有倒不倒这么一说，厂子歇业，设备封存，我从中倒手，把设备卖给私人企业，倒手就是一大笔钱，到时候咱们一家去美国或者英国，那才是人过的日子。但是现在秦三河好像知道了这件事情，只要他一举报，咱们一家都得倒霉。我吃枪子，你和儿子以后也没好日子过。志成，你怎么敢干这种事情？赶紧撒手，咱不去美国了行不？咱们在农村也挺好的。收手，来不及了，我都已经把几台设备送出去了。这件事情成了，咱们就吃香的喝辣的。拜了，我尽量保住你们母子吧。那现在怎么办？秦三河那个小赤佬，咱们已经得罪他了，他一定会举报咱们，要么咱们找人把他做了。暂时不行，这件事情正处在紧要关头，周围一旦有风吹草动，说不定就把我给暴露了。而且秦三河这个人脑子不差，既然敢说出这件事情，他一定留有后手，不能轻举妄动。那怎么办？咱们不能等死吧？这段时间咱们家就给他当孙子了，等我一旦得手，临走的时候找人。研究发现，成年女性的口腔深度是8到9厘米，而从嘴唇到喉咙的距离为13厘米。口腔最大液体的容积是96毫升，所以女生喝水容易被呛到。老婆为了养活我们4岁的女儿安安，不得不低声下气的到处借钱，也因此被别人占尽了便宜。直到老婆变成一座孤零零的坟墓，我幡然醒悟，喝下了整瓶的百草枯，了却了此生。
但上天却给了我弥补遗憾的机会，让我穿越到了意外发生的前一天。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沈幼薇，你要么跟我睡一觉，要不还钱。你总不能仗着自己穷就不要脸了吧？郭老大，我马上就能还钱，您行好，请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秦朗痛苦地睁开眼睛，感觉有点头疼。刚才他好像听见了前世妻子沈幼薇的声音。沈幼薇，别跟我假正经！借钱的时候，你在老子面前搔首弄姿，可把老子馋坏了。怎么，现在成贞洁烈女了？跟我玩，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怎么样？你干什么？郭老大，我喊人了。坏人，你是个坏人，别欺负我妈妈。安安，这是我的女儿安安，还有沈幼薇，我这是在地府吗？住手！这忽然的变故让沈幼薇和安安都惊呆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是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是一个被人家恐吓2句就能尿裤子的人。秦三河，你这个废物竟然敢打我，老子要弄嘎你，老子要弄嘎你全家，把你媳妇先奸后嘎！一瞬间我的目光变得冰冷，郭雄瞬间有点后悔说出这话了，他感觉我就像变了一个人，眼神冰冷的可怕。如果放在以前，我可能早就跪地求饶了。还钱就还钱，你特么对我老婆动手动脚，打的就是你个狗东西。那你倒是还钱了，不然今天老子当你的面把你老婆给上了，再嘎了你和你闺女，信不信？我们还钱，郭老大你饶了我们吧。要不我现在嘎了你，要不你滚蛋，3天之后来拿钱。你说3天就3天，你算什么东西啊？那我跟村长说呗，说你和他儿媳妇的事。郭雄心里咯噔一下，自己睡了村长儿媳妇有小半年了，一直特别的小心翼翼，怎么会被这小子知道了？而我看见郭雄的脸色，我顿时松了口气，看来上一世的事情现在正在重演。要不你3天后再来，要不我现在去找村长聊聊。上一世郭雄跟村长的儿媳妇不明不白长达5、6年，这件事闹得全村都沸沸扬扬。后来村长用了一点手段，把郭雄送进去待了3年。果然这辈子的轨迹没有变。我凭什么相信你3天后能拿出钱？你老婆从我这借了50，利滚利，到时候你的还90，你有那个钱吗？你家院子里除了鸡屎，还他妈有其他东西吗？少他妈这么多废话！3天后我如果还不上钱，我就随你处置，你就是一刀嘎了我也认了。不过3天后我要是如期还钱呢？到时候你要是您还上，我他妈把你院子里的鸡屎都吃了，用舌头给你家拖地。可是你有钱吗？那就不劳驾你关心了，现在可以滚了吧？郭雄还是被我的气势给吓到，额头隐隐有汗水冒了出来，想着3天后就可以肆意的蹂躏我，并且可以得到沈幼薇的时候，心里这才顺了些。成，秦三河，我让你再嚣张3天，3天后别怪我下死手，到时候你的老婆孩子可都是我的了。沈幼薇今年只有22岁，嫁给自己已经4年多，有一个将近4岁的女儿。看着面前的妻子，我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上一世就是因为郭雄的催债，沈幼薇再次出去借钱发生了意外。既然老天给我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一定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你回来了？你是回来要钱的吗？我们已经没有钱了，我跟妈妈已经吃了3天的野菜了。老婆你辛苦了，从此以后我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欠的外债你也不用管了，3天内我一定全部还清。听着我的话，沈幼薇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因为上一世我每次跟她要钱都变着花样的骗她。家里真的1分钱都没了，你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钱了。对不起老婆，我真的悔悟了，你给我一个机会，3天后我会处理好所有的问题，你千万不要再去借钱了。沈幼薇不相信天天不着家的我能就此改变，认为我又是想要骗钱。家里真的没钱了，道歉就不用了，如果真的要道歉的话，下次打我的时候亲点就好了。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也不会相信，我现在只能想办法赚钱来获取他的信任。我肯定能拿钱回来还账，你不要再操心这事，我出去了。哦，你想去哪就去哪，不用跟我混。这个年代的人们都喜欢水下的东西，山上却是很少有人去，因为这个年头山上的野兽也是很多的，多多少少还是有危险的。现在很少有人上山，我只能上山碰碰运气了，看看有什么能卖的东西。我在山上走了3、4个小时，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的野生枸杞，并且旁边树上还挂着一个大蜂窝。野生枸杞、野生蜂窝都是好东西啊，这可都是钱啊。这些野生枸杞很大，有的跟孩童的拳头般大小。很快我摘满了1筐的枸杞，并且摘下了树上的蜂窝。回到家看到沈幼薇跟安安都在家，我松了口气。我把蜂窝里面的蜂蜜都装进了罐子里，整整的装满了4个罐子。接下来就是找个地方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了。爸爸这就赚钱给闺女买肉吃去，安安在家要听妈妈话哦。真的吗？我都忘了肉是什么味道了。当然是真的，爸爸怎么会骗你？好耶，安安终于要吃肉了。村子距离城里距离10多公里的路程，我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进城。我没有选择去药店卖掉，而是来到了矿工医院。大哥，您是矿工吧？平时辛苦了，来尝下我的野生枸杞。谢谢兄弟，这枸杞可真不小，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枸杞。2人的对话也引来了旁边陪伴家属就医的人群。小伙子，你这枸杞是卖的吗？这枸杞新鲜爱，看着也饱满亮堂。
大妈，我从乡下来的，给家里二爷送点山里的野生枸杞养身子，可是二爷没等到就去了。小伙子，你也别太伤心，这人啊，都有个生老病死的。看着大妈已经上钩，我顺势乘胜追击。大妈，我知道了，请问您知道哪有药店吗？我这些都是今天现摘的野生枸杞，本来是给我二爷的，现在看能不能换点钱，给家里弟弟妹妹捎口吃的。我弟弟妹妹都3天没吃饭了。可怜的孩子啊，你要卖啊？那这枸杞怎么卖？大妈好眼光，我上午上山摘的，新鲜的很。看你背着也挺累，我要1两斤炖鸡汤吧，多少钱斤啊？哇，你别弄那的，我就不爱喝鸡汤，腻歪。哥，这东西不只能炖鸡汤，你泡茶也好，补气养肾，那是1等1的好。我给你算便宜点，你去药店买，至少得1.2块1斤。冲大妈刚才安慰我那句，1块钱1斤给你了。真能补气养肾？必须的呀，这就是医院，我还能骗你吗？想到自己是个3秒真男人，为此不知道让媳妇数落过多少次，顿时咬牙对他妈说道：哇，搞10斤，这个好，调理身体再合适不过了。中药没有副作用，比西药好。大妈，现在野生的东西不好搞，我没带秤，我给您约的高高的，不会让您吃亏。我忍住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虽然我不知道药店卖多少钱1斤，但是第一单就卖了小半，还让我心情愉悦。差不多，冒的2、3斤有的，真是实在的小伙子。这年头的大妈手可是非常准的，毕竟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跟小商贩斗智斗勇那是家常便饭。在大妈的宣传下，周围很多人都闻到枸杞很快被一抢，我手里也多了20多块钱。就在这时，大妈发现了篮子里的蜂蜜。你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啊？这是野蜂蜜，我白天倒了个蜂窝，收集了4瓶蜂蜜。小伙子，看在大妈给你开了张的份上，卖给我1瓶呗。说着不容我拒绝的塞了几张钱给我，我目测一下大概有个10几块，感觉差不多，我也就同意了下来。好的大妈，就卖1瓶哦，剩下的我要带回去给我弟弟妹妹补身体。行，那谢谢小伙子了，卖了钱你可以买点肉给弟弟妹妹，毕竟蜂蜜肯定是比不上肉有营养。好的大妈，我回去就买点肉给弟弟妹妹。就在这时，一个40多岁的男医生跟一个年轻女医生走了过来。张老师，他手里的蜂蜜都是野生的，在城里有钱都买不到，您不是药生主任吗？小伙子，你这野生蜂蜜怎么卖？我都要了。我不卖，我拿回去给我弟弟妹妹补身体的。看着面前的中年医生应该实力比较雄厚，于是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小伙子，我是搞医学的，是专业人士。我跟你说，蜂蜜的营养并不算很高，你如果想给家里弟弟妹妹补身体，那买肉最好。我心里暗笑鱼儿已经上钩，但脸上却还是露出为难之色。野生蜂蜜可是好东西，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合适啊。我能让你吃亏了，这样3瓶蜂蜜我都要了，一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你把蜂蜜让给我，当我欠你个人情。我顿时心里笑开了花，在这个年代，就是工资最高的矿工1月的工资也才100块左右，我这3瓶蜂蜜就卖了别人1个月的工资，但面上还是故意露出为难之色。那成，我就当是帮张副主任了。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蜂蜜加上枸杞的钱一共135块4毛6分，就算还完外债，剩下的钱也足够改善生活的。于是我买了1块肉和一些米面向家赶去，却不知此时我的家中迎来了未知的变故。上集说到我在山上发现了拳头大小的枸杞，拿去市里的矿工医院赚了人生的第1桶金。我买了一些猪肉跟米面粮油向家赶去。而此时家里的安安正在跟村子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我爹可厉害了，帮隔壁后山大队的人搞砖，人家特意送牛肉来谢我爹。我们家昨天晚上吃的牛肉炖土豆真是太香了。牛肉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当然好吃了，牛肉是这个世界上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鸡肉最好吃。安安听到这一切默默地低下了脑袋，因为他自记事以来从来没有吃过肉，吃的最多的就是没人要的野菜。想到我早上的话，安安忽然眼睛一亮。我家晚上也能吃肉了，我爸说今天会买肉回来。你个小骗子，你家才吃不起肉，你爸是2流子，连地都不会种。我妈说你爸早晚把你和你妈都给饿死。才不是，我爸早上给我说晚上有肉吃呢。撒谎的小骗子，2流子家怎么可能吃得起肉？安安觉得很委屈，因为在他这个年纪，正是对父母依赖信任的时候。我没骗人，我爸不是2流子，我爸告诉我今天会买肉就会买。你爸就是2流子，你就是小骗子。我爸说等你和你妈快乐死了，你妈就得去卖肉。此时的安安还不懂男孩说的什么意思，
但正在这时，沈幼薇走了过来，她看着男孩皱起了眉头，但还是没有说什么，因为她也不相信我能买肉回来。妈妈，我说我爸爸会买大肥肉回来吃，大强哥不相信，还说我是小骗子，还说我爸是二流子。我没有说谎，你本来就是小骗子，全村都知道，你家根本吃不起肉。咱们只要不说假话，就不判了输咱们，记住了吗？妈妈，我记住了，我知道爸爸不会骗我。就在这时，男孩的母亲于大曼也走了过来，满脸假笑的朝着沈幼薇说道：幼薇，你别往心里去，孩子小，童言无忌，你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别在这瞎说，滚回家去，臭小子。我又没说谎，他家本来就吃不起肉，我爸还说他家不但吃不起肉，早晚安安妈得去卖肉，不然全家都得被饿死，到时候我爸会去买。周围的人听到此话都是一愣，沈幼薇脸上红的都要滴下血了。小男孩他爹本来在旁看热闹，此时脸色也是一震，心里暗骂这个坑爹的玩意。周承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是不是看到个胸大的你就昏了头了？你是不是缠他好久了？老婆，我哪是那种人啊，小孩瞎扯你也相信？妈妈，我们家又没养猪，怎么卖肉啊？沈幼薇不知道怎么跟安安解释，眼睛里泪水不停地在打转。而此时的于大曼见状，又把矛头指向了沈幼薇。也不知道我们村怎么会有骚狐狸，自己男人管不住，就想勾引别人的男人，见不见啊？生2个大肉团子，缠别人男人是不是？周围其他人都笑盈盈的看着笑话，即使有些同情沈幼薇的，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这家是村里首富，老有钱了，谁也不敢得罪他们家。而沈幼薇再也控制不住，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哭什么哭，装什么可怜？要不说骚货就会勾引男人，哭2下就能把男人哭到被窝里，也不怕你女儿看见，以后跟你学，也成了勾引男人的骚货。你说我就算了，不许你说我女儿。女人不敢相信平时怯弱的沈幼薇居然敢打自己，瞪大了眼睛。骚狐狸，你个骚狐狸，我抓烂你的脸，让你再去勾引男人。周围的村民都愣住了，包括女人的丈夫在内，都用一种惊愕的表情看着我。前围村谁不知道，我就是个软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来不敢跟别人起冲突，更别说打人了。天杀的，秦三河杀人了，当家的，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就看着我和儿子挨打。这时候于大曼的丈夫周承志也反应了过来，走到我的旁边。秦三河，我周承志的老婆孩子你也敢打？我看你是不准备活了是吧？怎么回事？怎么跟人打起来了？他们说我们是骗子，说我家吃不起肉，还说爸爸以后不要我们了，妈妈要去卖肉。爸爸，我们不是骗子，对吧？当然不是骗子了，爸爸真的买肉回来了。我把扔在地上的肉捡了回来，生气地走到周承志媳妇面前。周承志媳妇本来还在嚎叫，但此时见我走过来，立即明智地闭上了嘴，眼中满是惊恐之色。她从来没有想过钱三河这个软蛋居然会有这样爆发的一天，还爆发得这么恐。于大嫂，这是什么呀？猪肉。那你特么说我闺女撒谎，跟我老婆孩子道歉，不道歉我弄干你全家。看着我那恐怖的眼神，于大曼吓得脸上冷汗直冒。幼薇，你原谅老姐姐一次，你知道的，老姐姐没有坏心思，这次真是昏了头了，我给你和安安道歉，你原谅老姐姐一次。沈幼薇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自己心里忽然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那个平时对自己没有一点好脸色的丈夫，居然会这么关心自己。我原谅他，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于大嫂，你别趴着了，我们家幼薇就是心善，你看这不都原谅你了吗？于大曼闻言连忙爬起来，此时才想到自己丈夫还在地上趴着呢。刚才我那一脚让周志成半天没有站起来。秦三河，我真没想到你也有这么有种的一天，我周志成认栽，可你给我等着。怎么还不服气？是不是没有挨够？不服气我们再打一架。我周志成别的没有，钱还是有一些的，打打杀杀这种事情用不着我出手。我今天特么的话撂这了，老子让你秦家一家在大围村待不下去，老子让你媳妇主动爬到我面前跪下。周志成，送你一句话，别把老实人给欺负急了，否则后果自负。上集说到我打了守护的老婆，首富气冲冲的找我算账。你别他妈的吓唬我，今天我就欺负你了，怎么的？老子有钱，老子就能让你一家子给我跪下，就能玩你老婆。美好厂子仓库里的东西还在你手上吧？周志成猛地一怔，看向秦朗的眼神中都是错愕和不敢相信。还要欺负我？还要我跪下？周志成满脸绝望地跪在了地上，他额头的冷汗直冒。他怎么也想不通，我是怎么会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的？这就是重生者的好处。上一世我看到了报纸，事情也就是这2个月发生的。原来上一世周志成把美好电子厂的设备卖了出去，厂子成了一个空壳，
事发后他早已带着老婆孩子消失了，来了一手金蝉脱壳。秦三河，今天的事情是我女人错了，我给你道歉，你放我一马，都是一个村的，你手下留情。滚开，别碍我的眼，你只要不惹我，我不会多管闲事。三河老弟，家里有什么困难你说话，老哥能帮的绝对不说一个不字。滚吧，我看见你心情都不好。我个立马滚！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大一小2个孩子走了过来。爸，小袁，小心！嫂子，谁欺负你了？我帮你打他。臭小子，用地找你出风头吗？你哥哥不在这站着呢吗？我把来龙去脉跟他们说了一遍。周承志那个卵怂，算他跑得快，不然我们爷3就地给他活包了。我一脸讶色，老爷子什么时候这么猛啊？因为在父母的眼里，秦源才是他们的骄傲，我就是多余的那个。我听说你跟郭雄的事情了，这些钱你先拿着用。郭雄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还了钱就好好过日子吧。上一世的我觉得老爹很啰嗦很执拗，但现在回头看看，这只不过是老头子在用一种笨拙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爹，钱你收起来吧，至于郭雄的欠款您放心吧，我有钱。说着我把今天卖枸杞跟蜂蜜的钱拿了出来，看着我手中的钱，老爹以为我走心，当即皱起了眉头。三河，你实话实说，这些钱到底哪来的？我也没有任何的隐瞒，当即把我卖枸杞和蜂蜜的事情说了下。枸杞跟蜂蜜能卖这么多？爹，这好东西也得选对好主顾，枸杞是中药，矿医院的人又不缺钱，肯定愿意买。再说我卖的又不贵，大部分钱都是蜂蜜卖来的。三河，你可别骗我老头子，破蜂蜜能值那么多吗？贵什么呀？爹，现在市面上想买野生蜂蜜有多难你知道不？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老爹还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小袁，你把妈喊过来，今天晚上我们吃红烧肉。好的哥，我现在回去把妈接过来。我一共买了3斤肉，这年头肉价还低，1斤上好的猪五花只要8毛钱，3斤肉一共只花了2块4毛钱。我还买了1瓶白酒和几个小菜，一共花了将近7块钱。饭后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我看着老爹的面色，知道老爹还在担心。爹，这些年我不懂事，让您费心，您别见怪，当儿子的没出息，您多体谅。要是有难处就跟我说，外面的狐朋狗友就不要再联系了。爹，我已经想明白了，以前是我太犟，以后我好好跟幼薇过日子，好好养安，不让你们这么操心了。老爷子一听我这话，浑浊的双眼亮了起来，高兴的合不拢嘴。我希望你是真的想通了，幼薇这儿媳妇没得说，我跟你妈都很喜欢，娶了她是你的福气，要是再敢欺负她，我打断你的双腿。爹，您放心，不会的，以后我努力赚钱，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我的话打消了老爷子的顾虑，他们开开心心的回家了，但我又发愁了起来。山上的枸杞再多也禁不住这样卖，解决温饱还行，想要发财的话是不可能的，得想办法搞到第1桶金才行。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沈幼薇看着我的身影发起了呆，她感觉我变了，但是又怕这只是黄粱一梦，所以她内心很纠结。而此时的周志成家里，你算什么男人？老婆被打了，你一句话不吭，还给人跪下了，这样我们以后怎么见人？行了，你不去惹事，今天会有这种事情。好啊，你这是怪我了，不是你缠人家沈幼薇身子，我会这样？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你说你他妈要是想把这个家给祸害了，你就继续做。看着周志成发火，于大曼立马软了下来，毕竟他们全家都靠周志成来养活。你别生气啊，我只是在乎你，看到你受欺负我难受吗？你这话也太严重了点吧？严重？美好饮料厂的事情要是暴露了，我就只能去坐牢了，也许被枪毙也说不定。你说严不严重？饮料厂怎么了？不是早就要倒了吗？到了国产的厂子就没有倒不倒这么一说，厂子歇业，设备封存，我从中倒手，把设备卖给私人企业，倒手就是一大笔钱，到时候咱们一家去美国或者英国，那才是人过的日子。但是现在秦三河好像知道了这件事情，只要他一举报，咱们一家都得倒霉。我吃枪子，你和儿子以后也没好日子过。志成，你怎么敢干这种事情？赶紧撒手，咱不去美国了行不？咱们在农村也挺好的。收手，来不及了，我都已经把几台设备送出去了，这件事情成了，咱们就吃香的喝辣的。拜了，我尽量保住你们母子吧。那现在怎么办？秦三河那个小赤佬，咱们已经得罪他了，他一定会举报咱们，要么咱们找人把他做了。暂时不行，这件事情正处在紧要关头，周围一旦有风吹草动，说不定就把我给暴露了。而且秦三河这个人脑子不差，既然敢说出这件事情，他一定留有后手，不能轻举妄动。那怎么办？咱们不能等死吧？这段时间咱们家就给他当孙子了，等我一旦得手，临走的时候找人。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卖山里没人要的野生枸杞日进斗金。接上集，第2天一大早，我提着竹筐就出门了。刚出门，
我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本来以为是郭雄或者周志成，可结果一扭头，竟然是秦源。不去上学，你跟着给我玩007啊？哥，今天星期六又不上课，我寻思着给你帮忙来着。想着多个人能多个帮手，我就同意了下来。那好，今天你跟我上山，该上学的时候要好好学习。知道了，哥，你怎么比老爹还啰嗦？我们兄弟俩来到山上，我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再加上有秦源帮忙，个把小时就捋满了整整一筐。哥，这玩意真的能卖钱吗？少废话，跟着我就行。很快，我带着秦源来到了矿医院的门口，正准备进去的时候，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哈哈，老弟，你在这啊？我可找你好久了。”这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昨天跟我买了10斤枸杞的肾虚公子。怎么了，兄弟？是找我有事吗？看你这精神饱满的样子，是要出院了吗？是的，今天出院。你枸杞还有吗？我这些兄弟都想来点。我有些惊讶，虽然都是鲜枸杞，但那也不少了，就是当饭吃，也得吃好几顿吧。昨天阿姨可买了不少，吃得完吗？兄弟，不瞒你说，我昨天吃了2斤，今天早上就支起了帐篷，好几年早上没反应了。这应该只是巧合罢了。这个傻子还在洋洋自得，恭喜老弟啊！我这枸杞效果还用说，比药店那些种植的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就是这产量啊太少。我发现的一片也摘的差不多了。男人一听野生枸杞要摘完了，顿时急眼了。哥们，我叫常凯，昨天可是我先照顾你生意的，今天又给你带了2个顾客，你今天这好东西可要优先考虑我啊。都是朋友是吧？肯定先紧着你。这次买多少？我来10斤吧，多了吃不完就坏了。我先来5斤试试效果。那我也要10斤好了。我的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刚来到门口就卖出了一半的枸杞，25块钱轻轻松松的到手。就在这时，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朝我走了过来。兄弟，我也想买一点枸杞。我觉得他很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兄弟，你忘了昨天你还塞给我2个枸杞，谢谢你的枸杞了。原来是大哥你啊，我还真没认出来。我叫陈闯，昨天吃着你枸杞挺好吃的，今天想买一点，但是我今天没带钱。嗨，兄弟，什么买不买的，没带钱我送你一点，带回去吃呗，都不容易。你别看我这个样子，我有钱的，只不过今天没带。兄弟，你看看这个，能不能拿这个跟你换枸杞？我疑惑地接过小票，这小票跟粮票一样大小，但上面却写着凭票领了1吨。我瞬间眼神一亮，这煤票可是个好东西啊，我怎么没想到呢？陈哥，你这煤票换枸杞的话，估计你亏。现在煤价每吨得40块钱吧？我这些枸杞就算都给你，也就20多块钱，你得亏10几块钱呢。兄弟，你有所不知，大卡得到5500左右才能卖出那个价，我们这煤都是选煤厂选下来的，你就是卖也没人要啊。行，那就拿这个换。不过这东西我拿去能换到煤吗？肯定的，这东西认票不认人，要是提不出来，你找我。小袁，把枸杞给陈哥，连筐都给他，不然这么多怎么装？我瞬间心情大好，第1桶金的挖掘方式已经找到了。另外，我还有点事情想跟陈大哥您打听一下，咱们找个饭馆边吃边聊。当即我带着秦源、陈闯来到了一家饭店，我随便点了几个菜，并且要了1瓶白酒。秦老弟，你之前说想打听什么事情？陈大哥，我也不绕弯子了，我对煤票有兴趣。煤票这玩意有什么好问的？你要是需要我帮你搞点，几吨够吗？几吨可不行，我想要几百吨，甚至几千吨。什么？秦老弟，你要这么多煤干嘛？你家里应该用不了这么多煤吧？陈大哥，我也不蒙你，我准备收购煤票倒卖，您看1吨煤多少钱合适？不值几个钱，我之前也跟你说了，煤炭这东西是看热量值的，没有5500大卡以上，你收了也没用，卖不掉的。现在的优质煤矿很抢手，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政府部门都缺煤，并且这东西不能造假，因为要几个部门盖章审批。陈大哥，我的意思是我买些就像今天您给我的那种劣质煤，我就当做假货来卖。别扯淡了，知道你是假货还买你的，你当人都是傻批啊。那咱们打个赌，我要是能用假货卖钱，您就帮我一段时间的忙，成不成？那不行，我在矿上还有工作呢。陈闯根本不信劣质煤能卖掉，况且他现在每个月工资都有100多，绝对是这个年代工资最高的职业之一，他也不愿就此放弃自己的高薪工作。您可以先请假试试，放心，每天我给您结工资，您对比每个月工资多少，我加倍给你，肯定不让您吃亏。这一次陈闯真的心动了，他双倍的工资可是200多，即使没有赚到钱，自己也就请了2天假，那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行，你要是有本事靠这个挣到钱，我给你打白工都成。哈哈，陈大哥真是个爽快人，来，我敬您一杯。等到吃完饭，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的事情了。我在饭店打包了红烧肉和回锅肉，准备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傍晚的时候，沈幼薇带着安安回来了。回来了，洗洗手准备吃饭。沈幼薇脸上立马浮现了不知所措的神情，以前的我可不会带饭回来，这让她眼神轻颤，心里开始有种特殊的感觉。
从内心开始慢慢的接受了我。今天遇到点事，挣的钱都搭进去差不多了，只剩下5块钱。每天能挣5块钱，1个月就是150块钱，你能改邪归正为时不晚。我笑了笑，没有说话，而是拄着下巴盯着沈幼薇看。上辈子还真没仔细看过，原来沈幼薇这么漂亮。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先去洗澡，等下再吃。一起吧。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郭雄的声音从门外传来。秦三河，出来，我知道你在家。郭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秦三河，还钱！之前说好的3天，现在时间到了，该还钱了。你这有点不地道吧？这掐头去尾的合适吗？这2天还没过吧？我说3天就3天，连本带利90块钱，赶紧的，不还我就把你老婆带走了。我是说3天还钱，但你也不能不守信用吧？都出来看看，秦三河老婆借钱不还，乡亲们都来看看这家不要脸的。周围的邻居都刚从地里回来，听到郭雄的喊声，立马来到我家看热闹。秦三河跟我说3天还钱，可是今天却赖着脸皮装傻，你们都给评评理吧。此话一说，邻居们立马议论纷纷起来，都是指责我的生意，毕竟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蛀虫。没错，这个我认，但你自己说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说什么了？秦三河，你不要扯开话题，还钱。你说我要是还钱，你把地上的鸡粪都给舔干净，这话算话吗？这个年头90块钱别说2天了，就是给他2个月，他也赚不到。你拿得出钱吗？你拿得出我就舔，可你要是没有，小心我今天打断你的腿。各位邻里，大家可都听见了，这可是郭雄自己说的，连本带利90块钱是吧？我还给你。秦三河，你别吹牛，你哪里有钱还账？要不是看你老婆有点姿色，你以为我会借给他钱？就在这时，沈幼薇拿着钱走过来，厚厚的一叠毛票，但是看上去100是有的。郭雄，说话算话，院子里你添不干净，这钱你就甭拿了。秦三河，你别逼我。郭雄脸色发黑，知道自己冲动了，他没想到我能拿出钱，并且后悔叫来的乡亲们，这下他骑虎难下了。你今天可以耍赖，但是村长儿媳妇的事情你铁定躲不过去了。秦三河，你不要诈我，你有什么证据？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要不要我们赌一赌？比如你的裤衩子。郭雄脑子像是过电了一样，裤衩？秦三河怎么会知道这事？他和村长儿媳妇亲热过后，确实有一个毛病，就是把裤衩扔烂，让村长儿媳妇洗好。但这件事情别人都不知道才对。你别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秦三河，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再欺负我们一家，否则我会让他碎尸万段。郭雄额头冷汗直冒，扑通一下跪地上了，脑袋好像被水打过一样。周围众人惊讶不已，刚才郭雄还气势汹汹呢，怎么忽然就跪了？秦三河，得饶人处且饶人，您放我一马。我才是那个欠债的，有什么资格说放你一马呢？没有，你没欠我债，是我自己搞糊涂了，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我现在就走。走可以，你今天走了，明天再来怎么办？郭雄想了想，从口袋里拿出欠条，递给了我。账2清了。不对，从来没有什么账。老婆，以后家里缺钱就跟我说，别出去跟这种人借。我当时能有什么办法？要是不寄钱的话，我跟安安都会饿死。只要你能回头，我以后都不会再寄钱了。沈幼薇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丈夫以前对自己根本没有好脸子就不说了，要是放在以前，今天夫妻俩肯定只有被欺负的份。可现在丈夫好像忽然变得无所不能了，挣钱买肉，帮自己和闺女出气，这好像是在梦里一样。上一世我失去的太多，沈幼薇，这一辈子我要让你做最幸福的女人。我的第1桶金机会已经到来，明天我要着手准备煤票的事情了。重生80年代，我靠着没人看中的煤票日入过万，成为村里的第1个万元户。接上集第2天一早，我带着秦源找到了陈闯。怎么样，陈大哥，请调假了吗？请了3天假，我刚才顺便在家属区问了几家，他们的煤票基本都用不掉，每家能烧一半就不错了。那平时多余的煤票都怎么处理的？这个我也问了，基本上都是接济亲戚朋友了，不在煤矿上班的，想搞点煤真是不容易，所以大部分都是接济亲戚朋友了。那就是矿场家属区的煤票基本消化不掉，这生意能做。秦老弟，我是死脑子，但就有几句话得说，不然我憋得慌。陈大哥你说。我就是想问，你就算收到煤票了，你卖给谁去？旁边小饭馆，我刚才也说了，每次都是几十斤的收，多了他们可吃不下。陈闯还是不相信我能卖掉这些煤票，因为只有工业用煤量才大，可是这种不达标的煤矿人家可不要。放心吧，陈大哥，这年头只有没有煤的愁，咱手里有煤还能愁卖。哥，咱手里本钱不多，亏了就完了。你们在这给我联系，不说立即收，也先给我问问有哪些有想法出手煤票的，给我问清楚。要是出的话，他们心里价位是多少？好的，我带着小袁在家属区逛逛，顺便打听打听。我去联系买家去，你们相信我，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2个小时后，我们就在这里会面。成，你去忙你的吧。我离开家属区，直冲最近的煤矿办公楼去了。只见这里热闹非凡，很多人坐在办公楼下面，个个愁眉苦脸，有的坐在一起絮叨什么。
但目光都时不时渴望地看向办公楼。这就是煤矿最重要的部门，所有的煤矿胆子都要从这里审批出去。你们说这搞点煤怎么就这么难？我在这都堵3天了，连门都进不去，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才3天而已，看到那个人没有？他叫郝成宁，在这蹲了半个月了，送礼都送了几千块了，1斤煤票没有批下来。哎，每年煤矿的开采量只够政府跟企业用的，我们这些个体想要买到煤票，那真的比登天还难。谁说不是呢？要是能买到煤票，就是加钱也行了，也不用在这当孙子了。听到两人的对话，我心中已然有数，于是走到了郝成宁的旁边。大哥，怎么样？搞到煤票了吗？兄弟，别提了，我都在这待了半个月了，人家看不上我们这些个体，要个10吨20吨的根本不给我们批条子。大哥，如果我能搞到煤票，你要吗？真的吗，兄弟？你能搞到煤票？郝成宁脸上浮现了开心的神情，原来他趁着这2年政策好，开了个砖窑，也挣了点钱。以前有小煤窑供货，不过就在前段时间都被煤炭安全局给取缔了。现在个体想要买到煤票，那是比登天还难。这个年代的人们还没有倒卖的意识，因为倒卖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这也是给了我赚钱的机会。兄弟，你真的能搞到煤票吗？要是能搞到煤票，可真是救了我的命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煤我确实能弄到，这个不是跟你吹牛，但我实话跟你说，我弄到的煤有点不一样。这煤就是煤，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煤炭有一个单位叫大卡，代表煤炭的能量。一般煤矿上出去的煤炭，每公斤都在5500大卡，而我能弄到的煤肯定没那么好，当然也不会差很多。那这个大卡烧了会有什么影响吗？能量越高的煤，能够提供的热量也就越高。比如煤火发电，至少也得5500大卡的煤才行。你窑厂的话，我这煤就能用了。那行兄弟，只要能用就行。话我跟你说清楚了，我这煤你可以看成残次品。要，我肯定要，只要确定我窑厂能用就行。你跟矿上这买煤多少钱1吨？现在我们这种个体户想从煤矿拿煤，1吨得70，可就这还得等名额。你买的少了，人家还不稀罕买。像我这种一次买20吨的，在人家面前就是小虾米，看都懒得看一眼。怀城煤炭资源丰富，煤矿集团开设有13个生产矿井，其中大型矿井9个，都是年产量超100万吨的，所以这10几20吨在人家眼里确实不算什么。20吨煤，按照每吨70块钱来算，那就是1400块钱。自己收购价格大概不会超过20，每吨自己有50块钱的利润，这是什么？这是暴利，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发疯的暴利。那我也不多要，81吨，买的话我给你弄去，不行的话我就走了。郝成宁犹豫了一下，质量不如矿井煤炭，价格却还贵10块钱，让他感觉有点亏。但是见秦朗要走，那他的窑厂停工损失就更大了，于是咬着牙说道：成，80就80，你只要能搞到煤，81吨，我要20吨。行，那大哥你在这边等着，我去给你弄煤票去。当即我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家属区，而陈闯跟秦源早已在门口等着我了。陈大哥，怎么样找到煤票吗？我这边可是找到买家了。我的话让陈闯一脸惊讶，他没想到劣质煤竟然真的有人买，还这么快就找到了买家。找到了是找到了，不过人家要价有点贵。贵？能有多贵啊？我们谈下来，最便宜也得15块钱1吨，而且人家说了，要收至少也得1吨，不拆开卖。我脸上当即乐开了花，本来预想21吨能收到就不错了，现在15就能收到，20吨煤票我将有1100的利润。陈大哥，能借我200块钱吗？我最迟几个小时后还你，我还你500。陈闯犹豫了起来，200块钱可不少，是自己2个月的工资了，但最后还是咬牙同意了下来。给你，你到时候就给我本金就行。拿到钱后，我们3个在家属区转悠了起来。这些矿工家属都有些煤票的存货，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20吨煤票就已全部收到。拿到煤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去了煤矿，而郝成宁在出票处楼下面等得心急如焚，生怕我不回去了。老郝，有人说能搞到煤你就信了，你以为他是矿长的儿子啊？我不是也是没办法了吗？况且我也没有交定金，就是骗我也没什么损失。就在这时，我拿着煤票走了过来。郝大哥，让你久等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怎么样，老弟，票弄到了吗？都在这了，总共20张，1张是1吨，在这里就能提货。兄弟，你这真是有本事啊！郝大哥，你现金带够了吗？带够了，我这就拿给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2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我叫秦三河，你叫我小秦就行了。哈哈，好，以后哥哥还得请你帮忙，你到时候别不耐烦。行，有需要你找我，我们一起发大财。兄弟，先等哥哥把煤拉回去，下次我请客吃饭。随即郝成宁开开心心的去提货了。看着我生意已经谈成，陈闯跟秦源来到了我的身边。哥，挣了多少？别急，等下再说，又有生意上门了。原来旁边的几人看到郝成宁买到了煤票，都找过来。哥们，你还能弄到煤票吗？都想要煤是吧？要多少？我可是一手钱一手货的。哥们，我要10吨，我要30吨，我要20吨，我要50吨，这么多你能搞到吗？
我这边没问题，但是有件事我先给你们说清楚。于是我把这是劣质煤票的信息都告诉了他们。没关系，哥们，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热量，这就足够我们用的了。兄弟，我不瞒你，我在这堵了好几天了，家家都拿不到票，你说可气不可气？不过我这煤价格不便宜，80块钱1吨，能接受咱们接着往下聊，不行的话就散了吧。陈闯在旁听到秦朗报出的价格时，差点没两腿一软，这特么也太狠了，这算是投机倒把吧？这要是被抓了那就完了。大11吨，我们要了，我们早就听到了郝成明的价格了，所以我们才过来。那好，你们都在这里等着吧，我去给你们搞煤票去。几人连忙点头。我带着秦源和陈闯再次来到了家属区。哥，咱们发财了，能不能沉稳点？这才哪到哪呀？小点声，别被人听到了。1吨能赚65啊，刚才那一会怎么就赚了1300？行了，抓紧收票吧，你去转转，能收多少收多少。对了，陈大哥，你那钱我稍后跟他们结了账再给你，不然不够收煤票的本了。好，那我也去收票了。到，秦三河，你怎么在这？常凯啊，你怎么今天没上班啊？我请的病假还没有结束，今天在家休息，这不出来找朋友转转？老常，我这有个挣钱的生意，不知道你做不做？怎么了？是让我入股你的枸杞生意吗？那不能，我跟你说，我最近收煤票呢，15块钱1吨，有多少要多少，手上煤票多的能提钱，最贵17块钱1吨，每吨我给你17块钱，你谈下来多少？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利润，干不干？常凯愣了下，脑子里快速计算着，15块钱1吨给的不算多，但自己要是谈的话，应该还能谈下去一点。这要是搞个10几吨，自己半个月工资就有了。不是，你收多少啊？少了我可不干啊！你有多少我要多少。真的假的？1吨你给我17，那你挣什么？兄弟，你按照这400块钱给我收，我说了1吨算你17，能谈下来多少都是你自己的。你就不怕我拿着钱跑了？如果你愿意放弃日入100元的生意，你跑我也没办法。哈哈，兄弟，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去收吧，今天收多少我要多少，我就在这里等你。装你妈！昨天还卖着枸杞，今天就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不过有钱不挣是傻缺啊！那我知道了，我去我们那个片区给你问问。很快，陈闯带着秦源也赶了回来。陈闯收了35吨，而秦源只收了仅仅5吨。哥，他们都坐地起价，上次过来他们15一吨还卖呢，现在没有17、18，他们不愿意卖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看着你收了这么多煤票，肯定会坐地起价。我早就料到了。现在我们只收到40吨煤票，差的还远，只能找个地头蛇办这个事。现在只能指望常凯了。亿万富豪重生80年代，靠着倒卖没人要的煤票日入过万。接上集，常凯从家属区走了出来，离着秦三河有些距离，就开口要钱。秦三河赶紧给钱。什么就给钱？你收到了吗？我自己垫了钱，收了50吨，抓紧给钱。放心，能少得了你的，差价我都不记你。哥们这点信用还是有的，加上陈闯他们说的40吨，还有20吨的短缺呢。老常，煤票还能收到吗？还缺20吨。只要你有钱，在家属区有收不完的煤票。走，带我去看看，钱我现场就结给他们。咱说好了，你给我算17块钱1吨。放心好了，等下一起结给你。随即常凯带着我来到家属楼的一处住户门口。小凯，要不是看在你小子的面子上，这些煤票我可不准备出。家里有用煤的地方呢？用什么煤啊？那东西埋汰，有煤票拿来换钱才是真的。我三哥快办事了吧？先把这一关过去。煤票这玩意年年有，又不稀罕。按你小子说的来，14块钱1吨，卖了就卖了吧，放着也是占地方。我不由得看了眼常凯，15块1吨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没想到他还能压到更低，果然还是地头蛇好办事。我当即数了790块给了常凯。今天谢谢了，回头请你吃饭。你这是就今天一天收，还是以后都收啊？不一定，看情况吧。煤票这东西，玩一玩换第一桶金还长，但长久的玩下去肯定不行，因为很快便会有人察觉而插手进来。110吨煤票攥在手里，都让秦源和陈闯感到不安，觉得好像随时有人要抢走似的。你俩能别鬼鬼祟祟的吗？哥，你怀里可是一个万元户啊，我们能不紧张吗？这样不保险啊！110吨煤票到手8800块钱，真的是一个万元户了。秦老弟，他们要是黑吃黑怎么办？放心吧，只要我能弄到煤，那些人恨不得把我当祖宗供起来，更不可能想着黑吃黑。因为两人并不清楚煤炭在这个时代的珍贵程度，我们3人来到了煤矿办公楼，离得老远，许琪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兄弟，怎么样了？煤票搞定了吗？既然我答应你们，那我肯定会帮你们搞定。你们拉煤的车跟钱都准备好了吗？钱不用准备，我们都带着来的，不然要是有搞到煤的机会，却因为没钱被人占了先机，那得多糟心。你们也不怕被人抢了？抢，就咱们哥几个在环视，不定谁抢谁呢。我心中暗笑，这几个要说起来，估计没一个能见人的。第一批能发家致富的，除了那些眼光卓越的人之外，就属那些3教9流了。
秦兄弟，这是我们几个的货款，一共8800块钱，你数数。不用数了，我还是能信得过几位老哥的。这是票，赶紧安排车子提货吧。几人简直对秦三河满是感激，随后便前往联系车辆提货去了。陈大哥，今天辛苦你了，这是您的报酬。啊，你把我借你的那200还给我就行，多的我不能要。陈大哥，之前我可是跟你说好的，你请假来帮我，我给你发工资，我借你多少还你多少，但剩下的那800就是你今天的工资，你必须拿着。既然老弟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下了。这活我估计还得干一阵子，不过为了接下来生意成本和各种因素，我不会再提前给你发工资了。成，要是真赔钱，我把这钱拿出来，大家分一分，也不算白忙活。回去的时候，秦源一路上傻笑没停过。哥，这钱咋怎么花？回去把家里房子分一下吧。怎么，这生意不做了？做，肯定要做啊。既然继续做，那你就闭嘴，挣钱这事别跟爹娘说，不然小心我抽你。你就管得宽。你要好好上学，要是能考上大学的话，我会奖励你。哥，奖励我什么？你想要啥呀？我想要个娘们，我想要个嫂子那样的娘们。你别想多了，我意思是像嫂子那样温柔体贴的娘们。小家伙，这么早就想女人了？行，我答应你，只要你考上了大学，我给你找一个比你嫂子还漂亮温柔的娘们。嘿嘿，我一定好好努力学习。上辈子秦源找了个母老虎一样的女人，为了给父亲治病，下井挖煤，结果被公子刚砸断了腿，还给自己还清了债务，这辈子该还他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早早的就来到了家属区，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陈闯的身影。就在我想要去他宿舍找他的时候，陈闯急匆匆的走了过来。卧槽，秦老弟你终于来了，人家找不到你，好多人找我联系你，这部联系方式我都记在这了。这么多，粗略算也有500多吨了，比我预想的还要多很多。这算什么？有些要的少的我都没记，这些都是大户。对了，有个叫江月的女人说10点钟在煤矿办公楼等你。陈大哥做得好，今天给你加工资。现在煤票的订单有了，目前最缺的就是人手了。虽然我很不喜欢常凯，但不得不说常凯还是有2把刷子。于是我找到了常凯家，还跟昨天一样。对，你能谈下来多少，剩余的都是你的利润。不过我今天要的多，至少也得500吨煤票，你谈得下来吗？500吨？你准备干什么？是要开工厂吗？当然是做生意啊，你能搞定吗？500吨没问题，但得提价。你给我18块钱，谈下来多少？剩下的都是我的利润。我利润也不高，这样的话我就没几块钱挣头了。兄弟，不是我不知足啊，你这要的太多了，我一个人肯定不行，所以我得找几个哥们帮忙，我总得让人家挣点烟钱吧。你说的没毛病，18就18，但我也有条件。什么条件？你说。至少给我找来500吨，否则我只给17亿吨，1000吨的话，我给你19亿吨。好，考不到你要的量，就按昨天的价来。好，就静候佳音了。陈大哥，我们就别添乱了，这事情交给专业的，咱们搞其他的去。我们去搞什么？我们先去煤矿办公楼见见那个叫江月的女人。很快，我带着陈闯来到了办公楼下，而下面一个30来岁的女人早已等待多时。是秦先生是吧？您怎么称呼？江月，昨天听说有位高人能搞到煤炭，本来以为是个老人家，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帅气。我要是早知道的话，昨天晚上就得约你出来。我估计出不来，我家媳妇管得比较严，太晚就不让出门了。那咱们还是说生意吧。秦先生的煤我是真想要，就是有点贵。我拿这些也是有本钱的，去掉本钱的话，我也没挣多少。你也知道，现在煤炭多抢手。你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我们从煤矿上直接拿货，也要不了这么贵。小兄弟，你看姐姐挣钱也不容易，通融一下吧。而且你说煤矿上没这么贵，那您从煤矿上直接拿货不就成了？干嘛来消遣我呀？怎么可能消遣兄弟你？只是姐姐这里真的是有些难啊。那成，就不让姐姐你为难了。咱们走了，今天很忙，姐姐您别生气啊。别啊，80就80，我要100吨，什么时候能交货？得下午。姐姐你把钱准备好，咱们到时候别耽误时间。知道了，真是不懂怜香惜玉的小家伙。我以为接我干嘛呢？看着这女人也不像什么正经女人，得亏我对女人有抵抗力，否则这100吨又白干了。秦老弟，你终于回来了，这是700吨的煤票。这么多，还是老常你有办法呀。但是我今天没带这么多钱，我先拿300吨，明天我把钱带过来再拿400吨，没问题吧？你手头上没这么多现钱，你要这么多煤票干嘛？你这话说的，我不是没这么多钱，是没带这么多钱。我没想到你这么忙，收到这么多，你相信我，明天我回去拿了钱就过来。常凯就是不同意也不行了，他心里那叫一个恨啊，害怕我后面不要了，那他可真的赔得倾家荡产了。你先付300吨的钱，剩下的你尽快吧。再次回到煤矿办公楼，所有的煤票都换成了现金。现在我的手头上有4万多块钱，加上200吨的煤票。好家伙，这哪里是赚钱啊，这分明就是在捡钱啊！亿万富豪重生80年代。
靠着倒卖没人要的煤票日入过万。接上集，我带着4万多的现金回到了家。这个时候最大的面值就是大团结，4万块钱给人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我的天啊，你是去抢银行去了吗？怎么这么多钱？我把我这2天倒卖煤票的事情都跟他说了一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能有这么多钱。我听了沈幼薇的话，内心一颤，一股强烈的愧疚由心底传来。这些钱算什么？以后我要赚10万、100万、1000万，甚至1个亿。上一辈子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这一辈子我要让你们成为最幸福的女人。说什么胡话呢？好像你活了2辈子似的。今天晚上我要抱着这些钱睡觉，免得被人给偷了。哈哈，你喜欢抱着你就抱着吧，以后我赚的钱你抱都抱不下。第2天一大早，沈幼薇盯着一个大大的熊猫眼起了床。老婆，你这是怎么了？你晚上是没睡觉吗？哼，还不是都怪你。怪我？我怎么了？你都很久没让我上床睡了，怎么怪着我了？我抱着那么多现金怎么能睡着？听到一点点的动静都能立马惊醒，可怕有小偷过来给偷了。今天你别下地了，补个觉，不然你得在地里睡着。不下的怎么行？放心吧，没事。安安过来，今天你妈要是出门，你就哭，知道吗？安安不哭，安安是好孩子。给我乖乖在家休息，不然，哼哼。秦三河意外的孩子气一面，令沈幼薇有些哭笑不得。接着，秦三河在家属区门口遇到陈闯和常凯。秦哥，今天咱们还继续，我今天铁定能给你搞到1000吨。你这是做好宰我的准备啊？成，今天你就全力来，我都接着。那是不是先把钱给我，不然这1000吨我不好去赊账啊。按1000吨给你，多退少补，没问题吧？秦老弟，你放心，老哥我肯定帮你完成任务。说完，常凯便带着现金离开了。这小子套我词呢，问我煤票都卖给谁了，卖了什么价格？早就预料到了，常凯这人挺精的，肯定不想挣2道钱。那咋办？这事你虽然藏得深，可常凯本身就是矿区出身，早晚能查出来的。到时候，陈大哥你也说了，早晚的事情而已，这生意本身就瞒不了多久，我估摸最多还能挣3天的钱，然后就该有人入场了。那怎么办？今天许琪还约你吃饭呢，应该给你介绍了不少生意。今天多少号了？5月18号，怎么了？那就快了，既然他们想入场，那就让他们入场。只是有些人如果胃口太大的话，嘿嘿，走吧，陈大哥，今天估计比昨天还忙。那肯定的，已经有700吨的预定了，再加上一些散客，估计真能卖到1000吨。有了前2天的业绩，现在他们连广告都不要打，两人只是在煤矿办公楼下一站，650吨的煤票便已出手。走吧，陈大哥，咱们去家属区看看常凯收票收的怎么样了。晚上我们的预定还有700吨左右。等我们到了家属区后，常凯早已在这里等着了。秦兄弟，你来了，这是1100吨。按理说这个家属区应该收的差不多了呀。老常，你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收了这么多？我们怀城一共13个矿区，家属区多了去了。我朋友多，价格家属区一起收就简单多了。常凯脸上洋溢着无法抑制的笑容。这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能挣几千块。我也把少给的金额补给了常凯。就在我带着陈闯离开的时候，一个男人走到了常凯的身边。你跟着他们，今天必须搞清楚他们的买家到底是谁。老弟，我刚发现常凯那小子找了个人跟着我们呢。没关系，最多也就是这2天，咱们就该放手了。他自己愿意往里跳，那就跳吧。秦先生，哥哥给你介绍生意来了，这是我三舅，我们这些亲戚都是开窑厂的。原来老哥家族企业这么庞大，真的让我很意外啊。一家人相互帮助而已，毕竟一个人很难垄断一个片区。老哥，咱们也别绕弯子了，您这一家全体出动了，怎么个事？实话说，秦老弟，我们准备囤一些煤，要求的量比较大，所以想请你帮忙。你们想要多少吨煤？2万吨煤，搞得到吗？不可能，别说我弄不弄得到，就算是弄到了，你们怎么储存？如果管理不得当，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我们那原来不是有个小煤窑吗？小煤窑虽然取缔了，一些设施还在，比如他们的煤仓。2万吨啊，那是2万吨，不是我不想帮老哥你，而是无能为力啊。兄弟，你要办不到，那在怀城那就没人能办到了。不行，要个几十吨、几百吨，哪怕1、2千吨，我都能给你想想办法。但是2万吨，你一定得帮帮我，哥哥给你加钱。每年设计产煤量100万吨，100万吨的产量要面向发电站、各国企单位，全国都在分着100万吨，你们开口就要2万吨，我真是有心无力的。这可怎么办呢？现在的窑厂是真的挣钱，每一块砖都是钱啊，可是没有煤炭啊。2万吨操作空间还是有的，这2万吨不但能让我大赚一笔，对我的布局也有好处，得想办法提价才行。兄弟，真的不能想想办法了吗？我们已经停了好几个窑厂了，你就帮帮老哥吧。老哥，这样吧，我可以试试，但是价格的话可能要高点。没关系，老弟，价格你开，合适的话哥哥绝对不还价。最后在我们的商议下，一致定价不超过95。我知道这也是许琪他们的底线。 2天后我给各位一个答复。小兄弟，
咱们的事情就劳烦你了，一定多费心，老哥哥不会亏待你的。您问我老哥，我答应的事情就没有不靠谱的，但是还有个事，我得收点定金。兄弟，你准备收多少定金？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就拿30万吧。众人沉默了许久，还是三舅率先打破了沉默。30万可以，但是得让许琪跟着你，有什么事也好商量。这可是80年代的30万，为了这么多钱，嘎人都很正常，更别说携款潜逃了。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于是同意了下来。行，正好我忙得不可开交，以后就麻烦哥哥了。吃完饭后，许琪几人离开了饭店，跟踪我们的那个小伙子还在门口等着，撅着个屁股，躲得实在是不咋的。兄弟，我们现在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去找这个小伙子谈谈。陈闯走过去，那小伙子吓了一跳。不得不说，陈闯那黑乎乎的外观还是挺唬人的。小兄弟，跟了我们好久了，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快说，不然废了你。哥，别为难我呀，我就是帮凯哥盯着你们而已。这2天是不是你们帮常凯收的煤票？是啊，凯哥人很不错，不但管我们吃，还每人给100块钱。什么？我没想到常凯这么狠，是个狠人啊。什么意思啊？我让常凯帮我收煤票，每吨我给他18块钱，你们大概都是多少钱收来的？14，也就是说凯哥每吨煤票挣4块。对，他昨天帮我收了不少，按说也有几千块钱的进账了，结果就给你们每人100。狗日的常凯，说的自己义薄云天一样，人来大头都让他吃去了。你也别生气，毕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哥啊，我觉得我也能帮你干，我不要18，我17就成。秦三河笑了，一旁的陈闯也笑了。现在终于知道秦三河为什么要自己堵住这小子。常凯能收到煤票，靠的就是这帮家属区的小子，而秦三河这是准备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呀。我不是那种不厚道的人，这样你能不能把你一起收煤票的兄弟都找来，我跟你们聊聊，我能给常凯的价格，就也能给你们。那怎么不能啊？我现在就去叫人去。行，就在这个酒店的201，我在房间等着你们。等2人到了饭店，没一会功夫，年轻人就带着一干兄弟来了，连男带女，一共8个人。各位有知道我是谁的吗？你要说你是凯哥身后的大老板。你叫什么？我叫吕英，你叫我英子就行。好，英子，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常凯身后的那个大老板。你们这2天收煤票的事情，就是我委托他做的，不过我没想到他又转包给了你们。大老板，你要说常凯黑了我们，他挣大钱，只给我们一口汤喝，是不是真的？我给常凯1吨18块钱的价格，谈下来多少，剩余的都是他的，价格是你们谈的，他挣了多少，你们应该比我清楚。狗日的常凯真不是东西，我还真以为他改好了。其实你们也没必要生气，这生意毕竟是人家揽下来的，没有他，你们也喝不到这口汤，不是？话虽如此，但是常凯那家伙也太过分了。但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从明天开始，我想让你们帮我收煤票，我一样给你们18块钱1吨，但我有个要求，那就是你们1天1个人，至少给我收1000吨煤票上来，不然我只给17块钱，不知道行不行？成，老板，我们指定给你收到。那成，现在我一人给你们发1万块钱的本钱，多的你们自己想办法，是去跟人家卖煤票的赊账也好，还是去借，那是你们的事情。秦三河也没有吩咐他们保密什么的，毕竟这种事情常凯早晚会得到消息。你就不怕他们拿钱跑了？8个人全部都是煤矿子弟，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就算他们自己真跑了，他们家还在。亿万富豪重生80年代，靠着倒卖没人要的煤票日入过万。第2天一大早，秦三河就出门了。这2天是关键期，今天如果能够顺利拿到8000吨煤票，那就能回本，自己不可能等到2万吨再和徐奇他们交易。秦三河刚来到家属区，就看到陈闯跟常凯在那争吵。秦老弟，你终于来了，这家伙大半夜就来堵我们，一直堵到现在。没事，陈大哥，有我呢。秦三河，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撬我的人，这是人干的事吗？哥们，这话说的就重了。什么叫撬你的人？人家愿意多挣点，我也不能拦着呀。而且你特么还想撬我生意呢？我说什么了吗？你这是一句话想把我打发了？怎么着？那你是要跟我连连？我可跟你说，2个你也打不过我。你不能这么不厚道，这活之前都是我帮你忙活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你现在一脚把我踢开，这是什么意思？别这么说，首先你帮我忙没错，但我没亏待你，1天赚几千块钱，满中国你打听你，看看谁还能比我大方。常凯气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可是却没有办法。再说我现在也没有踢了你，你收多少煤票我还是全部照收，少不了你1分钱，你要是不想干了我也没办法。2、3天的时间就能早就一个万元户，想让他收手他更是不甘心。我继续帮你盖行，但我得提价，他们1吨18，我1吨的19。行吧，谁让你是最先帮我的，这个面子我得给你，但我话说在前面，每天至少1000吨，不然该多少还是多少。1000多，我也想给你收，可你现在把我的人都撬走了，我怎么可能收得到？再说家属区的煤票，估计都被我们收的差不多了。你怎么非得可着一只羊薅羊毛啊？
怀市12个矿区，家属区得小30，你外面走啊，只要有钱，还怕没人帮你干活？那好，那你把定金给我。没钱了，昨天晚上都发给你那些朋友了，我现在所有的底子都豁出去了，你得先拿自己的钱收。你这他妈不是耍我吗？我收了，你要是不要怎么办？到时候我就倾家荡产了。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呢？有没在手还怕没钱？这样，如果到时候你收来，我没钱给你，我就把我挣钱的方法告诉你，这样行了吧？你别糊弄人，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舍得告诉别人？所以我就是有自信给你钱啊，拿不出钱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所以我不怕。如果他拿不出钱，那我就能发财拿大头，而不是给秦三河当小工了。秦三河，希望你说话算话。随后，秦三河带着陈闯来到酒店。老弟，你可总算来了，我把定金给你带来了，40万你点一下。点什么点？我还能不相信老哥吗？兄弟，没票的事情有头绪没？这批货可是关乎着哥哥的未来，千万不能出错。这是除了煤矿集团的老总，谁敢给你保障？我这边只能跟你说8、9不离10吧。老哥明白了，那这次事后我们一家都会记住老弟的恩情。陈大哥，你在这陪着老哥唠唠嗑，我去办事了，钱我就不带了，你在这看着吧。老哥，我不是跟你吹，你这俩大侄都是从嵩山少林寺出来的，正经练过好几年，哪个狗日的想对老子的钱动歪心思，头拧不掉他的。之前就跟李敖他们约定好了，中午会收第一批煤票，有了本钱他们再继续收。怎么样，收了多少吨啊？秦大哥你来了，我收了1200吨，我都数了好几次了。我给你那点钱不够收这么多的吧？我爸妈说不能耽误秦哥您的生意，所以就自己垫了点。秦哥他们几个的煤票都交给我了，我们几个一共是4000吨。现在都中午了，他们还在干活呀，你们先去吃饭吧，吃完饭再收，身体要紧。你不知道，秦哥，我劝了他们很多次，他们都不愿吃饭，1分钟也没有耽搁，都是买点熟食凑合了。等下我在酒店开一个房间，你们在那里等我，我去拿了钱就给你们。8个人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竟然收到了5100吨的煤票，一下子就完成了任务的1/4。我把李敖跟吕英安排在了徐奇房间隔壁，带着煤票我回到了徐奇的房间。终于回来了，秦老弟。煤票的问题不大，但是需要分批收发，并且地点也不能一样，希望你能理解。我都懂。第一批是2000吨，按照95块1吨的价格，我拿19万，可以吗？都拿走，兄弟你放心，我还能不信你？最好还是清楚分账，有多少干多少，做生意还是要谨慎些。你办事给人的感觉就2个字，放心。老哥对我放心，我得让你们也安心。陈大哥陪着他们，我得继续忙活。好的，秦老弟，你放心好了。秦三河带着钱转身离开，转身进了另一个包间。李敖先算你的，之前答应过你们，超过1000吨按照18块钱1吨收，你是21600块，没错吧？没错，秦哥，谢谢你了。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吕英他们的钱也都算清楚了。吕英看着自己手中的收获，这些钱可是他们家整整3年的收入啊！现在自己只用了1个早上。大家早上都辛苦了，多的话我也不多说，这钱大家有本事就来挣，在我喊停之前，有多少我都要，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从我这拿钱了。给众人分完账后，秦三河最后也只花出去21600块钱，手下还剩下168400块。秦三河很快来到了一家银行存了起来，存完钱，秦三河回到了徐奇的包厢。秦老弟回来辛苦了，今天我尽量帮你搞1万吨，我想问一下，要是弄多了，你要不要？我得晚上回去问问，咱们手里的现金这一次基本都拿出来了，估计有点悬。秦三河留在包厢里跟徐奇聊起了天，一直到了下午5点钟，到了跟李敖他们约定的时间了，才转身走进了旁边的包厢。秦哥，这都是我们下午收到的。秦三河低头一看，比上午的稍微少点，但也有了4000吨的样子。这么多，你们等着，我去给你们拿钱去。秦三河如法炮制的在徐奇包厢把所有的煤票都换成了现金，随后又返回到隔壁包厢把煤票钱结给了李敖他们，并且每人多给了一些本钱。一连串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在酒店完成的，属实是惊险无比。兄弟，今天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你真是有大本事的人。老哥谬赞了，我只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徐奇拿着煤票开心的去提货去了。我今天做的痔疮都快犯了，明天我跟你一起跑吧。最多再2天，你再辛苦辛苦。说着，秦三河拿了一沓钱递给了陈闯。这钱你要说好，那是真好，但我拿的不安心啊。我这今天屁事没干，要不你打我一顿，再给我。你相信我，在别人那我不知道，但在我这，你就是人才中的人才。这钱你拿的应当应分。陈闯也没有再推辞，收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走了过来。一共2000吨，说好的19亿吨。我现在不能给你结这个钱。秦三河，你不能过河拆桥啊！我家所有的钱都让我拿出来搞这的了，你要是不收，我跟你同归于尽。
常凯咬着牙，恨恨地看着秦三河。想卖可以，明天早上来找我，有多少我要多少，不想卖你就拿走，另找买家，我算是仁至义尽了。秦三河，你特么的不是人，老子早晚有天会让你跪在我面前认错。老弟，这下可把常凯那小子给刺激的不轻，他要是背后下黑手的话怎么办？秦三河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自从他派人跟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撕破了脸皮，下黑手是一定的事情了，只不过早晚而已，是时候做准备了。现在风险越来越大，而且肯定不止常凯一个人对这门生意感兴趣。亿万富豪重生80年代，靠着倒卖没人要的煤票日入100万元。秦三河早早地来到了酒店，而常凯赫然在酒店门口等着。秦三河，你说今天收我的票还收不收？收啊，为什么不收呢？一共2000吨，你点点吧。2000吨，38000块钱，你点清楚哦，后面再找我，我可不理你。不用点了，我还是相信你的。对了，今天还要不要？要的话我就再去收点。当然要，你能收多少我要多少，咱俩就是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耽误赚钱啊。况且我觉得我们只是小矛盾而已。那就行，那我就去收票了。老弟，昨天都吵成那样了，你怎么还要他的票？你不怕他在背后使坏吗？晚上看吕英他们能收到多少，要是不够他的票我还会再要，要是够了的话他就等着倾家荡产吧。秦老弟你来了，昨天晚上运煤的时候我就让家里人准备钱了，预计下午能送过来。那你还是让家里人多准备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说不定今天你们的事情就能给结了。对了，不要再准备现金了，还是打我卡里吧。好的，秦兄弟，那可都靠你了，兄弟，哥哥到时候必定有重谢。还有家里那边怎么说？要多少煤票？家里那边合计了一下，最多25000吨，再多我们的资金链就得出问题。行，我尽量给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吧。25000吨对于几个个体户来说，确实已经算是顶天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明天开始他们再想要批煤的话，那可比登天还难了。中午的时候，秦三和赵丽来到了旁边的包厢。秦哥你来了，我们今天上午收了9000吨。8个人一共收了9000吨，加上昨天的今天，轻轻松松就能完成任务。今天下午再收一下午，能收多少我都要，明天就不用再收了。怎么了，秦哥？是我们收的太慢了，还是哪里让秦哥你不满意了？是啊，秦哥，你嫌慢的话，我乡下还有几个亲戚在家闲的，我可以把他们都叫过来帮忙。你们别着急，咱们这生意就是几天的生意，现在市场已经饱和了，自然该停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还会找你们。两人的神情有些落寞，这2天都没少赚钱。算上今天的收入，8个人成就了7个万元户，以后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买卖去？我也不想放弃这么好的生意，可是明天煤票市场将要迎来毁灭性的打击。下午，吕英他们也不负众望，2天他们一共收了22000吨的煤票，而李敖则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李敖怎么垂头丧气的？秦哥，今天一下午我就收到300吨的煤票，并且还都是17块钱左右收的。你疯了？17块钱一吨，你赚谁的钱去？是不是有人跟你竞争了？有个王八蛋带着一群人也在收煤票，我多少钱收他们就加1块，我不涨价1吨也收不到。秦三河知道这是跟常凯肯定脱不了关系，就让他们折腾去吧，明天有他们哭的。秦大哥，谢谢你了，让我们赚了这么多钱。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好在你们大家都赚到钱了，这也让我宽心了许多。现在我们是赚到钱了，可是就怕以后没那个本事啊，还要把这个钱赔出去。你们要是担心自己手里的钱贬值，我可以给你们出个主意。秦哥，什么主意啊？在大城市里买房子，以后的房子会一直升值，保管你们都能赚到钱。好的，我听秦大哥的。可是在哪个城市买呢？你们就瞄着北上广深，保你们翻无数番。吕英他们跟着自己2天也是任劳任怨，给他们指点一下，让他们赚点钱，也是惠而不费的事。随后秦三河带着煤票来到了徐奇的包厢。老哥，22000吨煤都交给你了，不负所托，圆满的完成任务了。老弟，辛苦你了，回头咱们找个歌舞厅，我要好好谢谢你。改日再说吧。对了，老哥，你今天最好加急把煤票给提走，我怕明天会出现意外。怎么了，老弟？你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吗？是的，我听一个老领导说了几嘴。老哥，你还是提回家吧，免得夜长梦多。好嘞，秦老弟，等下我就安排车子过来提货。而此时的煤业集团老总办公室里，胡闹，简直是胡闹！留个煤矿的储备民用煤在2天时间内被兑换一空，你们觉得这事情正常吗？这是有人在利用煤票投机倒把。自从煤矿改革后，这情况也是第一次出现，应该是有人在倒卖煤票售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开通煤气。管路是现成的，接通煤气式运行，1个星期之内必须投入使用。好的，高总，那煤票呢？要收回来吗？不收，给他们3天的时间，3天后不进行兑换的话，一律作废。好的，高总，我现在就通知下去。
对了，你让保安科看着点，个人一次提货不能超过10吨。另外通知职工们，煤气开通的第1年免收煤气费，算是补偿未兑换的煤票了。高总，这样会不会引起职工们的不满啊？毕竟很多老员工手上的煤票可是不少。顾不得他们了，后面再想办法补偿他们吧。现在立马把这个事情给我落实了，不然那些倒卖煤票的人肯定要给我搞出幺蛾子，煤气怕是明年也通不了。好的，高总，我现在就通知下去。3天的时间足够他们把煤气全部开通，到时候煤票就会变成一张废纸。第2天一大早，陈闯就拿着公告来到了秦三河家。秦老弟，你是诸葛亮吗？你今天没有收煤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哪里有那个本事？煤业集团的高正阳是个厉害人物，他既然要打通煤气管道的使用，那就可能放任倒卖煤票的存在。那常凯岂不是要哭？他手里应该是有不少煤票的，现在每天最多提10吨，基本上煤票已经成为了废纸。上一世的高正阳的第一项政绩就是打通了怀城的煤气工程。虽然上一世没人倒卖煤票，但高正阳还是废除了煤票机制，煤票自此也正式成为了历史。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说给了3天的时间，但是常凯他们未必能撑得过去3天，咱们及时收手了，也算是圆满了。而此时的煤矿批条办公室内，徐主管，我求您了，当时您让我拿钱的时候，我可是没有一点的犹豫，现在您这点小忙总不能不帮吧？小常啊，我是拿了你的钱，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现在个人每次最多只让提10吨，你手里可是有5000多吨，我批不下来啊。求求您了，给我批1000吨也行，不，500吨也行。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现在100吨都批不下来，集团老总已经下命令了。常凯感觉自己仿佛坠入深渊，就连呼吸都变成了奢侈。他知道自己完了，彻底完了。此时的秦三河正在家看着报纸，忽然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关注。这条生产线有点意思。秦三河按照报纸上的地址来到了一个厂房的门口，厂房里已经没人了，完全处于废弃状态，只有门卫大爷还在尽忠职守。大爷，请问这里是美好饮料厂吗？是的，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吗？我在报纸上看到这里有一条生产线有问题，想看看。怎么，你能修得好？谁知道呢？那不得看看。走吧，我带你去见见领导。很快，大爷带着他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就是你，想修一下我们的生产线。虽然他不相信一个年轻人能修好他们的机器，但是现在迫在眉睫，如果机器修不好的话，估计他也要下岗，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想先看看，不看看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大学刚毕业，您多指教。原来是高材生，那今天真要辛苦你来看看了。随即梁科长带着秦三河来到了生产线。梁科长，您能介绍一下这条生产线吗？没问题。说起咱们这条生产线，那可真了不得。可口可乐你知道不？知道，生产可乐的，在国外是资本巨头。可口可乐公司本来想在咱们省投建一处代工厂，咱们厂和市里研究后，拿外汇购买了这条生产线回来，准备争取这个代工厂的资格。那为什么不请原厂的人过来修？这条生产线本身是可口可乐公司在美利坚的合作商制造的，只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个厂子和可口可乐公司解除了合作合同。等我们从美利坚那边运过来后，那边的厂子直接破产，现在连厂都没有了，到哪找人来修啊？我确定这条生产线就是自己前世在报纸上看到的。高材生，这个东西我们也找了一些搞这方面的高手看过，但都没办法。是比较难办，机器的工艺超过咱们国内的上限了。说实话，没有原厂的技术员，想修好几乎不可能。那也就是说，你也觉得不成？我是说几乎不可能，又不是说绝对。我帮你引荐下厂长。那就麻烦老哥了。你好，你好，我是美好饮料厂的厂长蒋劲松，你就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吧？蒋厂长好，我叫秦三河，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说是修好生产线的话，有1000块钱奖金，这是真的吧？对，只要能修好，我私人拿1000块钱出来奖励你。蒋厂长，刚才我看了一圈，虽然没有运转，只能看出生产线跳频，灌装的时候容易角度倾洒，我估计还容易掉电吧。果然不愧是大学生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说实话，我也确实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如果蒋厂长愿意把说明书拿给我的话，我可以让我老师一起帮忙研究研究。可以，说明书就在我这，你可以带回去。秦三河拿到说明书后就离开了。你说这事能顺利过关吗？要是生产线的事情解决不掉，咱们两个……别废话了，过不去也得过。对了，之前让周志成清点的设备都怎么样了？老周，应该差不多了吧？问题不大。什么叫问题不大？咱们工转司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现在全国都在实行，早点完成转型，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工人，那都是好事。刚回到家的秦三河迫不及待地拿起说明书就看了起来。还真是，
这可真是天赐良缘啊！你在说什么？媳妇，别多想，我说的是生意。什么生意啊，让你这么入迷？就是一个生产线。生产线？那到底是什么线？就是办工厂，生产东西，所以才叫生产线。怎么，你是想要开工厂了吗？这不八字还没一撇吗？未必能拿得下来。你真拿下来，我再告诉你吧。上一世秦三河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报道，这生产线的控制中心有3种不同的模式：检修模式、就地模式和疾控模式。当时厂里负责调试的人员在连接控制面板的时候，把3种模式给搞混了。其实机器根本就没坏。就你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那条生产线确实领先国内其他的饮料生产线，国产的生产线根本没法比。至于几家大厂，谁又会把目标死死放在一个坏事上呢？第二天一大早，秦三河刚到美好饮料厂，蒋青松就迫不及待地询问秦三河：秦老弟，怎么样？你老师发现问题了吗？蒋厂长，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秦老弟，你让你老师再帮忙我，到时候肯定不能亏待他，奖金我们可以翻倍。你这机子在国内太少了，会修这种机器的更是少之又少，老师也没有看出问题。修不好我们全部都完了，哪怕能坚持几个月也行啊。蒋厂长，其实并不一定要修好生产线，别的办法同样能解决你眼前的危机。小齐，你是有什么想法吗？我出钱购买这条生产线，同时我还愿意买下美好饮料这个牌子，并且接收一定量的员工。不可能，这是国有的厂子，你以为是你家猪圈呢？国有的厂子也是厂子啊，现在厂子赚不到钱，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私人接手变成私企。蒋青松内心咯噔一下，他不知道我怎么会得到消息的。你有那个钱吗？连我们美好饮料一起买的话，价格可不便宜。蒋厂长，要不您出个数？500万，并且要安置厂子里的职工。员工的事情可以考虑，但这价格是不是太高了？美好饮料厂在本地还是很有优势的，很多人从小喝到大，有感情。你只要好好弄，绝对会是咱们本地的龙头企业。尽管美好饮料厂在本地有些优势，但蒋青松的要价显然过高，况且自己手里满打满算也不过200来万。蒋厂长，100万，咱们签合同，公转私的事情我全力配合，您也能拿到钱将功补过，您看怎么样？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可是老牌国企，100万，你跟我扯呢？绝对不可能。算了，你这样的毛头小子，我跟你扯什么？说完，蒋青松生气地离开了，而秦三河心里确实一点不着急，靠着重生者的记忆，做什么不能赚钱了？媳妇，最近有没有看见周志成？没有，他现在看见我估计都绕着走。周志成也算是个聪明人，这几天周志成就要款潜逃了。秦三河选中美好饮料厂，也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周志成。怎么了？你还要找他的麻烦吗？是的，我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如若蒋厂长谈得成，可以将周志成送给他作为礼物，但蒋厂长看来并非易事，需以实际行动了。于是秦三河来到了小卖铺，给徐启打了一个电话，让他2个侄子过来给自己帮几天忙。第二天一大早，郝天琼和郝天宇就来了，我带着他们来到了陈闯的家里。哥几个，我需要你们一起帮我盯住一个人，叫周志成，如果他要逃离怀城，立马给我拿下，只要不死人，后果我都担着。亿万富豪重生80年代，只用50万就买下了价值200万的美好饮料厂。秦三河来到美好饮料厂，只见蒋厂长与一个男人走出厂房。陆老板，这位就是和您竞争的年轻俊杰了，秦三河。现在的年轻人玩的真不小，这个厂子岂是你能插手的？陆天林，陆老板是吧？你竟然认识我？当然，你是把美好饮料厂搞垮的人，我也准备进军饮料界，肯定要了解一下的。陆天林曾是煤炭行业的大人物，但后来因为统筹，他的一竿子生意被砍断了。后来他凭借之前积攒的财富，打造了天林饮料，还将美好饮料厂挤兑得很惨。其实也不是我多厉害，是他们那些国营厂的人太准了，你说是不是，姜厂长？蒋青松的脸色很难看，还是咬牙回复道：技不如人，在生意上我甘拜下风。蒋厂长，您的本事也是不容小觑的，与陆老板的竞争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老子都让他们关门倒闭了，你跟我说这算是势均力敌？要我说，国营厂都是群垃圾。本来蒋青松的脸色刚好一些，这回却再次铁青了起来。秦三河却在一旁偷笑。陆天林的资金雄厚，正面相争肯定是没有一点机会的，只能略施小计。没想到陆天林会这么配合，自己的机会又大了一些。合作的事情再说吧，陆老板，这里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这个时候陆天林才反应过来，这是被秦三河当枪使了。你这个小家伙竟然算计我，你找死是吗？你敢打我，我非弄死你不可。陆老板何必如此暴躁呢？我们都是商人，应和气生财。你有种，想干这一行是吧？我搞不死你们，算老子这么多年生意白做了。嘴巴再这么臭，我可就不客气了。蒋青松，我给你一个机会，200万，你把美好饮料厂卖给我，不然得罪我没人敢买你的厂子。
陆老板，你的报价我知道了，你回去等通知吧。秦先生，走，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等他们进了办公室，蒋青松盯着秦三河看了许久，像是在思索着什么。200万，你要是能拿出200万，美好饮料厂就是你的。昨天还是500万，今天就变成了200万，我还想再等等。昨天漫天要价是我不对，可做生意本就是尔虞我诈，这是我的底线。你不要我就卖给陆天明了。我要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秦先生说来听听。签一个合同，200万收购美好饮料厂的厂房设备，是所有的设备。如果饮料厂不能交付所有的设备给我，就必须赔偿违约金。没问题，你这个要求完全没必要。你认为国营厂会坑你的设备吗？我就是图个心安罢了。我可以先交付50万的定金，当厂房设备交接后，我再付全款，没问题吧？可以。秦先生准备什么时候交定金？下午2点，咱们在您办公室签合同。那我就等着秦先生大驾光临了。从饮料厂出来后，秦三河就回家了。刚到家，发现秦源已经在家等着他了。哥，周志成有问题，陈大哥让我过来给你说声，他跟几个外地人接触密切。行，我知道了，跟着就行，千万别打草惊蛇，但也不要让他给跑了。哥，我们为什么要盯着周志成啊？你哥我想要搞大动作，可是钱不够，只能用周志成来抵债了。下午，秦三河取了50万，赶到了蒋青松的办公室。蒋青松早已把合同拟好，只是稍微看了2眼，便不再犹豫地签了合同。我得跟你说一句佩服，年纪轻轻就能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厂子，绝对的年轻俊杰啊！今天我让人把该拉走的东西拉一下，免得你到时候不好折腾。蒋厂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厂子里现在的资产不多，除了厂房就是那条生产线了，其他的东西并不在厂子的资产里，所以还是要拉走的。哈哈，蒋厂长这是要降我一军啊！哎呦，秦先生先别这样说，只能怪我事先没跟你说的太清楚。不过这也不能怪我不是，你这一项合同签得太急了，不然我还能跟你慢慢说说。这倒也是，这合同不签，我还真不太放心呢。你也别太生气，生意嘛，你这次吃一次亏，下次就不会再吃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你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吧。说的也是，不过蒋厂长，我等你来找我，毕竟意向合同不是最终合同。你想毁约，那这50万意向金我可不会还给你了。蒋厂长，给您一个忠告，去看看您之前弄出去的那些设备，那可都是钱啊，150万，你说要是忽然间没了，那该多麻烦。说着，秦三河不再理会他，径直走了出去。这秦三河该不会是被气糊涂了吧？看长，他这是什么意思？魏爷，该不会是想下什么黑手吧？走，去仓库看一下。看长，其实不用担心，周志成挺靠谱的，他看着仓库肯定没问题的。还是看一眼比较放心，他这么淡定不像是装出来的。亿万富豪重生80年代，只用50万就买下了价值200万的美好饮料厂。秦三河从城里回到了家，找到了监视周志成的陈闯3人。陈大哥，情况怎么样了？刚才有辆货车过来，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开走了。周志成这是准备逃啊？卡车在农村开不快，陈哥你去跟着卡车看看卡车开到哪里去了，如果出了我们地界就别管了。好的，老弟。而此时的周志成的家中，媳妇赶紧收拾东西，咱们现在就走。我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不能再耽误了。你发什么神经啊？不是说后天再走吗？我刚才在我们家附近看到了几个陌生人，我怕跟秦三和那个小瘪三有关系，这个时候不能大意，早走早安生。周志成媳妇一听也着急了，走吧，东西也不收拾了，有钱哪里不能买？夫妻俩带着孩子走出了家门，而这一切都被秦三和3人给看在眼里。走，跟上他们。此时的美好饮料厂的仓库里，怎么回事？设备呢？那么多设备呢？厂长，设备都没了。周志成人呢？快点把他找到。不知道，他人好像住在附近乡下，但具体是哪个村的，我也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当初周志成是你介绍的吧？现在出了这种事情，你也要负责的。厂长，我就是个小科长，这件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大不了受处分，我认罚还不行吗？梁科长的态度明显不正常，他肯定是知道些什么。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特么的搞我！梁科长并没有理他，而是径直走了出去。完了，全他们完了。对了，秦三河既然主动提醒我，那他一定知道些什么。他终于知道秦三河为什么签合同的时候那么爽快了，这是挖坑让他跳啊！可是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这可怎么办？算了，他既然给我挖坑，那肯定会回来找我的。果然，第2天一早，秦三河来到了蒋青松的办公室。刚进门，蒋青松就迫不及待地问道：“秦先生，你知道周志成他在哪对吧？”我可以知道他在哪，那就得看看美好饮料厂的诚意了。怎么样，你才能告诉我？
50万把饮料厂卖给我，之前的设备也全部都要留给我。绝对不可能，50万拿下美好饮料厂，还要把之前所有的设备都留给你，你这是狮子大开口。但凡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签这份意向合同，之前我不也一样签了吗？如果我做了，那我的仕途就完了，低价出售国有资产，这可是一辈子的劣迹。那咱们好，我信你一回，咱们先把事情办了，然后美好饮料厂就姓金了。晃南2村的一条胡同口，陈闯他们还守在那里，看见秦三河走过来。老弟，说粤语的人来过一趟，好像是给周志成送什么东西，不过刚才已经走了。周志成一家子没走就成。蒋厂长，人我给你找到了，接下来看你了。此时的周志成还不知道蒋青松已经进来，还沉浸在出国梦里。周志成，你想跑哪里去？蒋厂长，现在跟我回去还能从轻发落，再执迷不悟的话，谁也救不了你。你别骗我了，我回去你最多丢掉前途，我的小命肯定不保了。说着，周志成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一把匕首，看着那把匕首，蒋青松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下。你知道怕了，放我走，不然我真的会捅你。蒋青松身体颤抖一下是没错，因为来的时候秦三河跟他说的就是伤得越重功劳越高，到时候找2个报纸写一下，直接树立成典型，看着你冒着生命危险挽救损失，谁还会管你失职的事情？你别过来了，我真的会杀了你的。眼看再这样下去就要闹出人命，郝家兄弟立马走了进来，看见他们兄弟俩，周志成跪在地上，彻底的放弃了反抗。我周志成认栽，秦三河，我下辈子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不管你是做人还是做鬼，你都不是我的对手。很快警察来到了现场，带走了周志成，蒋青松也被他们带走。秦三河，设备必须追回来，一定要追回来。如果设备被带出去，对你也有损失，所以一定要追回来。秦三河轻轻点头，对蒋青松耳语几句，使得蒋青松松了口气。然后他纠结地看了秦三河一眼，在被推上救护车前，他说出一句让秦三河莫名的话：秦三河，你真够狠的。杨厂长，恢复的怎么样了？秦先生，你来了，没什么事了，本来伤的就不重。现在蒋厂长成了我们的大英雄了，报纸上都是您的光荣事迹。当初秦三河以蒋青松的名义报警，拦下了那批设备，并且抓住了周志成。秦三河更是花钱打点了报社，浓墨重彩的夸了蒋青松一通。秦三河，我得多谢你。别谢我，如果不是蒋厂长你有这个魄力的话，我说再多做再多都没用。没有你点醒我，甚至没有你后来报警扣下那批设备，不管我怎么做，背景上都会留下污点的。说好的事情我肯定兑现，就是不知道蒋厂长什么时候能兑现你的承诺。厂子的事情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承担亏欠工人的工资跟奖金。这个没问题，厂子工人设备我都有了，可是电怎么办？之前美好饮料厂走的是怀煤电厂，你是私企，确实比较难搞。蒋厂长，你有什么办法能保住这个供电份额吗？绝对没有可能。秦三河，你帮过我，说一句是我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这个真的没任何办法。秦三河没有说话，但还是相信蒋青松的，在这种事情上坑自己一遭，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以外，毫无意义。蒋青松不会做这种蠢事。现在国家能源很紧张，城市居民用电都受限制，农村的情况更要命。国营企业有国家这个靠山，尚且不能拿到足额的电力供应，就更别说你一个私营厂子了。目前这是最大的难题。我这么跟你说，美好饮料厂这边摘掉国营的牌子，你这边就得被断电。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不可能因为这个情况就撒手撤退吧。其实那条生产线你有办法修好的。那蒋厂长当时没多问几句。问了又怎么样？你摆明冲着生产线来的，我又不能绑了你逼你修机器。所以你就想从我手里多要点钱，弥补损失是吧？蒋青松毫不犹豫地点头，给出了坦诚的回答。那肯定的，实际上我当时认为你绝对比陆天林舍得掏钱，结果走眼了，让你小子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秦三河并没有说话，沉默良久后，蒋青松继续说道：你听我句劝，还是由天林饮料占据先机。你现在入场已经迟了，勉强入场只能面临陆天林的绞杀。陆天林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说真的，我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你只想挣钱，那把生产线修好，转手卖给陆天林也好，卖给外地厂商也好，100-200万绝对不成问题。遇到一点麻烦就放手，那还有什么意思啊？年轻人得有拼劲。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拿主意，不过真撑不住了，直接卖东西，保本肯定没问题。这个陆天林也是私营厂，他的店是怎么弄到的？呵，你跟他比，人家是世家。哟，听起来挺邪性啊。陆天林祖孙3代都是矿上的，
父辈除了他伯父陆况，其余人全部留在了矿下。而陆天明作为陆家3代唯一的子嗣，你怎么跟他比？就没有其他办法能弄到电了？现在这么多私营厂子，大家不可能都有亲戚为煤矿捐躯吧？你要是实在没办法，那眼睛还得放在怀矿集团身上，怀电就是人家的直属单位。蒋厂长，你的意思是？你想的没错，高正阳，下面就看你自己了。我有点累了。成，你先休息，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对了，周志成和你有矛盾吗？矛盾？是有仇才对。原来如此，那你这次可报仇了。上面传来的消息，周志成已经确认要被打靶了。秦三河面色一变，随后又恢复如常，面无表情地离开了病房。这小子脑子葫芦，算计人那是心狠手辣，很期待他到底能走多远。秦三河离开医院后来到了酒店，周志成的事情他跟郝家兄弟帮助挺大，所以今天安排他们吃顿饭。老弟，你这厂子都买下来了，接下来是要开工了吧？暂时还不行，有些问题还没处理掉。今天找你们过来就是想跟你们聊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开口就行。天穹你们兄弟2个，我想让你们收一家玻璃厂，专门为我工厂供货，你们觉得怎么样？收购玻璃厂没问题，又要不了几个钱，我等下回去就让人给打听打听。行，你们看着办。总之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陈大哥，你这边我希望你能来厂子帮我。成，你给我安排个岗位，我指定干好。岗位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生产厂长，厂子的生产问题你得帮我抓住了。不行，我哪里有那个本事？保安队长我都干不好，更不要说厂长了。陈大哥，咱们厂子刚刚起步，你正好跟着厂子一起进步。再说别人我也信不过呀，这个职位非你莫属。陈闯还想拒绝，看着秦三河真诚的眼神，还是咬牙同意了下来。那成，我先帮你看着工厂，有合适的人我立即让位。这才对嘛，咱们兄弟，你不帮我谁帮我？郝天琼和郝天宇都笑着点头，觉得跟秦三河混，前途一片光明。陈闯也发现那种身份感没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在他的眼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赚钱机器。重生后罕见的迎来了几天清闲日子，于是秦三河准备给家里置办一台电视。秦源得知消息，兴奋地找到了秦三河。哥，你要买电视，别磨叽了，回头城里百货商场开门，咱们去晚了，电视机该被别人买完了。秦三河哭笑不得，这小子以为电视机是大葱吗？这个年代，电视机这种大件，你绝对不用担心限量什么的，也不像前几年买电视机还需要电视机票。急什么？彩电又不会跑，不就一个电视机吗？至于吗？肯定至于啊，咱们村哪有电视机的？之前周至成都不舍得买，村长家就一个收音机，还当宝贝一样。咱们今天可是去买电视机啊。确实，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电视机的意义可能比几十年后的车子还要重要。来到城里，我们直奔商场的电视机销售区。你好，你是想买电视机吗？小芬，你看他们那样子，像是能买起电视机的吗？就是过来过过眼瘾的罢了。即使他们不买，你也不应该说这么刻薄的话啊。我怎么刻薄了？你要是愿意浪费唾沫，你就去。秦三河听见这话，眉头轻皱，却是并没有说什么。我想买个电视机，不知道你们这有什么好的可以介绍下吗？我们这里有黑白电视和彩电，黑白的性价比高，耐用还不贵，您可以考虑下。秦三河微微点头，看向面前的电视，正在思索要哪台的时候，秦源却伸手摸向了面前的电视。不买别摸啊！摸下怎么了？还能摸坏了不成？我也是为了你好，一台电视1000多，这要是摸坏了，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别狗咬吕洞宾。对不起，摸不坏的，您随便看，需要我给您打开看看吗？不用看了，刚才我弟摸的那台我要了。此话一出，销售立马愣了，他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做成了这笔生意。有些人就喜欢装13，等下付钱的时候，指不定就偷偷跑路了。秦三河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小芬。这台电视我要了，多少钱？先生，这是17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是1230。说着，秦三河掏出钱递给了小芬，然后转头看向了那个尖酸刻薄的销售。钱我已经付了，赶紧把电视给我搬下来，我可不敢自己动手，摔坏了我可赔不起。销售虽然愤怒不已，却还是把电视给搬了下来。谁知道他刚把电视搬了下来，这台电视我不要了。你什么意思？你是来捣乱的是吧？在我们商场捣乱，胆子也太肥了，信不信我让保安丢你出去？叫你们老板过来。很快，商场的老板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先生，我是这里的老板，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要把这个17寸的黑白电视换成21寸的大彩电，而你们销售却要保安把我丢出去。你故意搞我？这人你从哪找的？真够坏人胃口的。从他手里我可不敢卖彩电，怕挨骂。毕竟农民没资格摸你们电视，更别说买了。听了秦三河的话，老板面色一沉。他也知道自己的销售是什么货色，平时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次可算是踢到铁板上了。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老板，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今天的工资会给你算的。21寸的彩电要8000块。对于彩电的价格和秦三河的态度，老板心中明白，秦三河可不是一般人。兄弟，认识一下，我叫段志鹏，你怎么称呼？段老板好，我叫秦三河，叫我小秦就行了。秦老板客气了，这是我的电话，只要是电器类的，我都能弄到，而且都是好货。那先谢谢段老板了，有需要的话，我肯定给你联系。亿万富翁重生80年代，8000元买了全村的第一台大彩电。我哥把电视买回来了，我们家有大彩电看了。村里的人纷纷围观，露出了对秦三河和电视机的好奇心。家里一下子成为了村里的焦点。好家伙，这电视不小啊，得有19寸了吧？应该有吧，我在县里看过19寸的，跟这个差不多大。你什么眼神啊？这可是正儿八经的21寸大彩电，上面的人都有颜色的。竟然还是彩电，那这玩意得多少钱啊？等到电视机摆上位置，连院子外面也挤满了人。打开电视，正在播放《西游记》主题曲，激昂的音乐洋溢而来。这台电视虽然收不到几个台，但对村里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珍贵的宝物。接着，秦三河决定带着蒋青松前往美好饮料厂。现在正是处理厂子交接的时候。电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这么着急？还没有，不过我查了下，就算是停电也要等到下个月底。没错，我们跟煤电的合同是下个月底，但是1个月的时间你能搞到电吗？不行的话就卖了吧。这个蒋厂长就别操心了，我自有办法。眼下是解决那些饮料厂的员工，他们每天都在门口聚集，就是想讨要一个说法。尊，那我跟你走一趟吧，但是我要怎么面对他们？别担心，工资奖金问题我来承担，你出去是为了收获政绩。在秦三河的鼓励下，蒋青松决定一同前往饮料厂。此时的饮料厂门口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工人，看见蒋青松的到来，立马七嘴八舌的想要讨个说法。我知道大家现在很迷茫，但是公转私是必然的事情。我跟收购方谈好了，留在厂子的，厂子之前欠的工资、奖金将全额发放，哪怕不想再留在饮料厂的，人家也会给一笔钱，帮助大家度过眼前的难关。不得不说，蒋青松能当上厂长还是有2把刷子的。从工人的个人一直谈论到民族的复兴，说的工人们一个个的都慷慨激昂。我相信蒋厂长的为人，我愿意继续留在厂子里。对，不但我们的饭碗能留着，之前的工资还能结清，我也愿意留下。有人带头，剩余的大部分人都纷纷表示愿意留下。秦三河这边更是希望他们都能留下，毕竟他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这么多的熟练工。接手的这个老板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他年轻富有冲劲，肯定能带着大家更进一步。我们都处了10几年了，这是我最后能为你们做的了。谢谢蒋厂长，你真心实意的为咱们工人办事。蒋厂长，我不会忘记你的。蒋青松的话被工人们所接受，他们纷纷向他表达感谢，这也让蒋青松深受感动。回到家，蒋青松还心有余悸。幸好大家平时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要不然今天哪能这么顺利？你要相信自己，我私下还安排了2个记者，明天的报纸一出来，保证你的仕途更加的一帆风顺。你这家伙真是猴精的，你没有想过从政吗？我哪里有那个脑子啊，我只适合在社会上混日子。说真的，我接下来要进市政，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安排你进来。凭借你这诡计多端的小脑袋，未来的成就绝对不可限量。蒋厂长，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我只对生意感兴趣，对当官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啊。那行，厂子这几天交接，等下我给你一份名单，都是厂子里的技术核心，千万不能放走了。行，谢谢蒋厂长了。从蒋青松家出来，我来到了华煤集团的大楼。6月底之前不解决电的问题，整个厂子都要面临停产的风险。高总你好，很抱歉打扰您的午休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美好饮料厂的老板秦三河。秦总年纪不大，请坐。我希望能跟高总合作，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早就双赢的局面。跟骗子合作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秦先生请回办。高总从哪里看出我是骗子了？我可不是骗子。美好饮料厂的厂长叫蒋青松，刚好我还认识。你不是骗子是什么？高总，美好饮料厂已经转制了，由我全资收购，所以我现在是美好饮料厂的老板。高正阳也没有觉得奇怪，这几年转制推行，很多亏损的厂子都转成了私企。你打算怎么和我合作？应该是厂子的供电问题吧？是的，美好饮料厂的供电合同6月底就到期了，我想和您商量下续签。秦先生，美好饮料厂现在已经转制，续签的话绝非易事，你也别为难我。高总，我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接手亏损的国营工厂，您在供电上支援一下，也是为国为民啊。秦老板，不是我不想帮你，淮煤电厂现在每一度电都有明确去处，没有多余的电力给你了。我们可以按照商业用电的价格来缴纳电费。秦老板别浪费口舌了，今年的供电份额已经给到了淮市扶持的企业了，我是爱莫能助啊。眼看高正阳油盐不进，秦三河也急了，灵机一动，瞬间又有了主意。这样，
从今年开始，每年7、8月份，我们美好饮料免费提供饮料给怀梅集团所有矿井的入井职工。我们愿意为社会做出一些努力。你这个小子有点意思。井下的环境恶劣，特别是7、8月份，井下的温度很高，每年中暑的师傅数不胜数。我们免费提供饮料，直到度过炎热期。我们还可以按照商业用电的价格来缴纳电费。这样一来，你就算拿到电，也得不偿失吧？高总，我说这只是作为怀石人的基本社会责任感，你信吗？高正阳当即陷入了沉思。怀梅集团每年消暑饮品的支出都要100多万，他不相信有人会傻到每年花100多万来开通供电分母。一瓶饮料的成本才2分钱，怀梅集团每年为工人提供的都是成本极低的盐汽水，500万瓶也才10万块钱，让怀梅自己拉货成本还能减少。高总，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这些都写进合同，这样您就不怕我赖账了。这个想法倒是新颖，省下来的成本可不小啊！我会和集团同事商量的，最迟明天中午给你回复。那好，那就辛苦高总了，我就静候高总佳音了。秦先生，您觉得这种模式如果用于其他方面也可以吗？高总，您其实自己很清楚，这种事情只能止痛，不能治病。那怎么治病呢？高正阳不经意地问出了这个问题，他觉得有些不妥，只能尴尬地笑了笑。其实很简单，怀梅集团家大业大，既然如此，买不如造。买不如造。高正阳看向秦三河，眼中透露着一丝兴奋，同时试图掩饰内心的激动。前世的高正阳在集团深耕30年后才找到这个办法，后续开办了水泥木料厂等，使怀梅集团摆脱了贪腐的情况。没错，这个主意一定会让怀梅集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秦老板，有兴趣来怀梅发展吗？我这里有个总助理的位置，你应该很适合。高正阳希望能留住秦三河，把他纳入怀梅集团的核心团队。抱歉，咸鱼也喝惯了，守不了规矩。明天下午秦老板可以再来一次，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秦三河这边刚刚离开，高正阳便来到了蒋青松的家中。蒋厂长，有个人我想要跟您了解一下。高总问的想必是秦三河吧？这都能猜得出来，看样子蒋厂长跟他很熟啊。恰恰相反，我跟他接触不多，也就是几面之缘罢了。原来如此，蒋厂长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蒋青松很想说他是个不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枭雄，但是最后还是改了口。他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只能这么来形容他了。蒋厂长说的不错，虽然我只见他一次，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个有主意的人。那高总准备给他批电还是？我也想拒绝，可是他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还能有什么能让高总在意的？他每年给我集团免费赞助500万瓶饮料。500万瓶虽然听着数字很唬人，但是蒋厂长知道这才不到10万的成本。高正阳这是又上了秦三河的当了呀！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正是天灵饮料的陆天灵。既然蒋厂长有客人，我先告辞了。蒋厂长，我来看你了，谢谢你保住了那些设备。陆天灵，你来干什么？当然是给你谈美好饮料厂的事情了，230万，这是我最后的底线。蒋青松盯着陆天灵好大会，才嗤笑一声：“抱歉，厂子已经转出去了，你来晚了。”什么？你转给谁了？这个人陆老板认识，何必再问？就是那个小年轻，就凭他。我承认我运营方面不如你，但是秦三河非等闲之辈，陆老板要当心了。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家伙，我能轻而易举的捏死你，就能轻而易举的捏死他。说真的，陆天林，我期待你被秦三河捏死的样子。痴心妄想什么呢？最多半个月，我让你的美好饮料彻底成为历史，让那个年轻人跪地求饶。那我们拭目以待吧。我要休息了，不送了，好自为之吧。媳妇，我需要你。你说什么胡话呢？现在大白天的，要是实在想的话，你快点。今天是秦三河第一天交接饮料厂的日子，所有科室的人员基本都到齐了。今天厂子就算是正式交接了，咱们美好厂子依旧需要大家，但前提是大家得跟着厂子进步，以前那种工作的方式方法肯定不行了。接下来钱三河又对着工人们灌输起了毒鸡汤，作为重生者，思想可是领先他们几十年。以后厂子里的生产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对了，之前的工人工资多少？老板，我们的工资基本都在45左右。那好，以后每个月提到90，如果对厂里有什么特殊贡献，奖金方面我也不会吝啬。工资科今天把提薪这事落实到位。好的，老板，我等下就去办。秦三河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深知加薪是获得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咱们本来是这个市里最强的企业，但是却被天灵饮料给打倒。以前的工作态度别给我带到现在来。对了，产品种类哪个部门负责？老板，是我们行政部在负责。好，那你等下来下我办公室，我有事情问你，其他人散会吧。你说下我们现在的产品有哪些？咱们厂子现在有3种产品，盐汽水、橘子汁，还有一种最受欢迎的橘子汽水。秦三河微微皱眉，产品同质化严重，之前没有竞争，凭借这3种产品能垄断怀氏的市场，但现在天灵饮料跳了进来，
这才导致美好饮料厂破产。那天林饮料呢？主打的产品有哪些？这个我们不清楚，之前没有调查过。尽快弄清楚，市场竞争中，你连别人的兵种都不知道，那怎么打这个仗？好的，我们马上就去调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产品，不过刚调配出来，还没来及生产。哦，什么产品？椰汁。有小样吗？拿来给我尝尝。有，这是我今天刚调配的。秦三河结果小样尝了一口，发现和前世的某大牌椰汁味道很像，但是口感上有点偏差。味道还需调整，香味和甜味还能调整吗？可以的，不过我们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最合适的了。我觉得，不是你觉得。另外，给我加点椰肉进去，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咱们得真材实料。另外，包装确定了吗？老板，还没有，这个产品刚调试出来，饮料厂就清算了。正好上一世的某椰汁的那个包装太经典了，正好可以拿来用用。你先回去工作吧，包装的事情我来安排。一切都似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没过多大会，后勤主任慌慌张张的又走了回来。老板，天林饮料率先发布了椰汁饮料。怎么这要巧的？这哪里是巧合呀？这几天有人离职，肯定是他们带着配方投靠了天林饮料了。没关系，椰汁也不是什么难调配的东西，天林早晚会研究出来。本来天林的份额更大，现在更是先上市抢占了先机，我们会非常的被动。这也未必，美好牌子的口碑还在。你叫大家开的会，咱们的产品和天林饮料撞车了。不存在撞车，对方是早有预谋的。陆天林真他们不要脸，偷我们的配方。我刚才喝过他们的饮料，就这也敢拿出来卖，真的没有挑战性啊。陈闯一阵无语，但是见秦三河一副自信的模样，倒也多了几分信心。秦总，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咱们得配方，我已经嘱咐后勤部调整过了，他们的椰汁就是垃圾，正好趁着大家都在，大家看看我给咱们椰汁设计的包装怎么样？卧槽，这是什么玩意？大家对这个包装有什么想法的？可以说说看。这个包装挺显眼的，我觉得上面的字是不是太大了？对，字体太显眼了。这个包装一无是处，对吧？陈厂长，你觉得的呢？老板，你这东西，我找个小朋友来，或许都比你这设计的好。陈厂长说的我很认同。这话让众人很疑惑，既然秦三河也认为设计的很差，为什么还要拿来用呢？包装就这么定了，找包装厂，按照我的设计进行排版，铁罐跟纸罐我都要。秦老板，你这是疯了吗？陈厂长放心，你见过我打过没把握的仗吗？陈闯一听只能沉默，想想秦三河的起家过程，好像所有的都在他的掌握中。各位面前就是我调配好的椰汁，你们都尝尝味道，发表下各自的意见。陈闯带着众人都品尝下了椰汁，立马就有人发出了质疑：这不是椰汁的味道，椰汁没有这么浓郁，我喝过原生的椰汁，那跟水一样，这颜色也不对。椰汁有两种，一种用椰肉榨出来的汁是白色了，椰子水是透明的。至于味道，我在味道上进行了改良，比喝原生的椰子更方便又更好喝了。没错，这玩意真的挺好喝的，纯脂留香，比天林椰汁要好喝得多。后续里面再加上果肉颗粒，保证大卖。韩秋雨，等下你来安排。好的，老板。你们这几天给我盯紧了天林椰汁，有什么变化都向我汇报，我去联系下广告的事情。行，老板，他们产品已经出来了，就是现在变化也晚了，我会派人盯着的。另外，韩秋雨，你这边出一份合约，内容是咱们椰汁配方的保密协议，让技术部的人都签了。老板，这样会不会不太好？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技术部这个月每人给1000块钱的奖金，感谢他们为厂子的付出了。而此时的陆天林的办公室内，把货尽快给我铺出去，不要给美好饮料反应的机会。我给你们2天的时间，要怀是所有的经销商都知道天林椰汁。老板，咱们的货已经铺的差不多了，就是定价方面，是不是太低了？你知道个屁！现在先把市场给我打下来，以后有的是办法降低成本。当然，我还要感谢小芳和小赵，没有你们带来的椰汁配方，还真让那小子占了先机。美好饮料简直是螳臂挡车，那个秦三河屁大点就敢跟您叫板，那不是找死是什么？所以我们哥俩才决定弃暗投明，为天林饮料这个大家庭贡献一份力量。好，说得好，我陆天林是不会亏待功臣的。这个月你们2个每个人1000块钱奖金。两人大喜，1000块钱赶上他们1年工资了。美好饮料，你们国营厂子现在也打广告了？以前是国营，现在转给私人了。我还是做饮料的是吧？你准备在哪个时间段播放？当然是黄金时间点，那时候的人最多。如果我直接包1年的话，能不能便宜点？那肯定的，我可以价格给你打9折，另外再送你2个月，还能免费帮你拍摄广告。正常价格是1个月15000。广告词跟演员的话我都准备好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天带他们过来拍摄。当然可以了，
因找了演员，我们也能节省了费用。秦三河支付了定金，并与电视台敲定了时间后就回家了。媳妇，我需要你。你说什么胡话呢？现在大白天的，要是实在想的话，你快点。啊，你小脑袋瓜子想什么呢？于是秦三河跟他说了拍摄广告的事情。媳妇，你男人现在跟别的厂子干仗呢，广告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好，咱们去拍，只要能帮到你就行。在秦三河的眼里，沈幼薇是那种不加修饰的漂亮，最重要的是身材完美，契合了上辈子某饮料的代言人。第二天，我带着沈幼薇跟安安来到了电视台。秦先生，你来了，我们这边准备的差不多了。这2位就是你带来的演员。是的，这是我老婆沈幼薇跟我女儿安安。秦先生，你老婆好漂亮啊，就是跟明星比也毫不逊色啊。我们开始拍摄吧，我厂子里还有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好的，秦先生，我们开始吧。妈妈，这个怎么喝？妈妈也没喝过，你去问爸爸去。爸爸，这个应该怎么喝？喝前摇一摇，口感会更好。喝前摇一摇，哇，有好多果粒啊，真好喝。美好椰汁有真果粒，喝前摇一摇。第一遍广告结束后，秦三河还是很满意的。本来这个广告词是某橙汁的，自己拿来给椰子用一下还是可以的。研究发现，成年女性的口腔深度是8到9厘米，而从嘴唇到喉咙的距离为13厘米。口腔最大液体的容积是96毫升，所以女生喝水容易被呛到。美好饮料那边什么情况？美好饮料已经开工了。昨天我在市场上看见他们最新的橘子汽水和盐汽水、果汁，都是这2天的生产一期。凭借美好饮料的牌子，还有以前的老产品，就想跟我在怀氏搏杀，居然把这种黄毛小子当竞争对手，我真是脑子有病。我们椰汁的销售怎么样？椰子很受欢迎，我们扩宽了销售渠道，除了杂货店、商场和小商店之外，我们还给大排档、酒店、酒楼供货，反馈很好。3天内销售额不停上升，总销售额已经到达了32万了，净利润超过20万，觉得这个销售额还有提升的空间。陆天林微微点头，椰汁确实是个成功的产品，不过以后推广开来，利润下降应该也不会太多。做得好，都给我好好干，月底有奖金。而此时的美好饮料厂天林椰汁的销售情况能确定吗？初步确定销售额可能超过20万了，甚至30万都有可能。不过他们把饮料往一些饭店、酒楼推，这些地方我们拿不到消息，就不知道了。陆天林不是蠢货，不然他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就击败咱们美好饮料。包装那边怎么样了？到货了吗？包装厂加班加点的生产已经出来一部分了，不会影响怎么的生产。不过老板，你确定要用那个包装？现在美好厂子里流传着一个说法，那就是老板的审美狗都不如。怎么都做出来了，还想回炉是怎么的？你们放弃挣扎吧，我带你们飞，你们以后会理解的。老板偶尔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词，老板不会真的是有钱的神经病吧？陈大哥，今天开始生产，明天一早铺货，后天早上我要第一波的销售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不得不说，美国的机子在这个时代确实天下无敌，效率高，操作简单，一罐罐椰汁不停地从生产线中流出来。这包装丑得让人想吐，但是闭上眼睛，它就出现在眼前了，简直跟中毒似的。厂里的饮料放在一起，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它，这玩意太招眼了。那粗大的字，那花花绿绿的颜色，跟刻在脑子里的一样。秦三河并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但这就是自己要的效果。上一世椰树椰汁的经典包装就是这样，大字体，黄黑红那喧闹的颜色，但这就是椰树椰汁克敌制胜的法宝。第二天，秦三河早早的来到了厂里，椰汁早上就已经进入经销商的手里开始销售。陈厂长，生产上没什么问题吧？生产没什么问题，我们原材料充足，进口生产线每天能生产椰汁8万瓶，其他饮料用的是老生产线。老板，产能上没什么问题，可是销售情况不太好。咱们老产品已经开工3天了，可是销售情况一般，整个市场还是认真的饮料的。说话的是财务赵炳生，本来这些都要交给孙彦博的，可是他还在养病。我不想听这些，你直接告诉我利润。3种产品每天的销量是15000瓶，算去公司及损耗的话是没有利润的。把果汁生产线停掉，盐汽水继续生产，满足对矿上的需求后也停掉。老板，这些都是美好的老产品了，有些人就是认这个，如果砍掉会不会有影响？果汁没有任何优势，那就不能占据厂子的资源，先暂时砍掉。另外盐汽水的包装也改下。老板，怎么改？包装整体不变，但是在下面给我加几个字：淮煤集团专供。盐汽水在未来的饮料市场几乎没有存货的市场，只有重体力劳动者这边还会购买。老板，汽水的包装挺经典的，各家各户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天林饮料和咱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经典才是经典，
大众的经典就是平庸，这不是穿衣服，好看就行，包装要有特点，让人记得住。陈厂长，帮我联系好天琼兄弟过来，他们那边应该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另外，韩秋雨，咱们的新包装都给我申请专利，不能在这个方面吃亏。好，我立即去联系。下午，郝天琼在陈闯的带领下走了进来，说怎么了？是不是有事情做了？这是着急了吗？最近没接到活吗？那倒不是，我们盘下来的厂子还挺不错的，天理饮料那边的单子我们都接到了，不过我给去了，哪能给他们做包装啊？犯什么傻呀？有单子就做，你不做，别人就不会做吗？又不是什么垄断的货，这钱该挣就挣。另外，你看下这个瓶子，你们那能搞吗？看起来好像不难，但上面的小疙瘩是什么？就是普通的凸起，技术上应该不难吧？不难，就是这设计挺奇怪的，之前没见过这样的瓶子。这是我自己设计的瓶子，市场上海没有流通，你当然没见过了。秦三和这瓶子的灵感来源于后世的某饮料，即使是漆黑的晚上，只要手握着瓶子上的凸起点，就能凭触感知道这是什么饮料。说要多少？我让厂子今天就开始生产。先要10万瓶吧，就按我说的这样烧制。好的，我让厂子加班，尽快给您赶出来。当天晚上，秦三和照常回家，看到沈幼薇跟安安站在外面。现在蚊子已经很多了，站在外面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喂蚊子？怎么都在外面站着，咋不进屋啊？屋里又热又闷，外面还有点风。哎呦，你看我最近忙的把这个事情忘了，我明天让秦源进城把电风扇给买回来。你看着办就行。沈幼薇还跟做梦一样，半个月的时间，从负债到他们现在开厂，这一切都跟做梦一样。安安，你去爷爷家住2天行不行？那边有糖哦。真的吗？那安安去爷爷家喽。安安刚走，秦三河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沈幼薇进屋了。沈幼薇也猜到了自己男人想要干嘛了。天还亮着呢，你急什么啊？你都1年多没让我上床睡觉了，你说我急什么呀？轻点，衣服都被你撕烂了。撕烂了，明天给你买新的。第二天一早，赵炳生早早地来到了秦三河的门口。秦总，赶紧的，厂子那边很着急，快点跟我回去吧。着急什么呀？不是生产线出问题了吧？不是，是咱们的椰汁火了。这一切都早秦三河的预料之中，所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厂子里拉货的车队都排不下了，陈厂长让我一早过来把您叫过去。急什么？又不是天塌了，现在是他们想要拿咱们的货，咱们急什么？对了，你让秦源今天进城去买风扇，我要回厂里了。你不吃点饭再去啊？顾不上了，我到厂里喝点茶就行。秦三河回到厂里的时候，厂里车子已经停满了，经销商们一个个着急的在那等着装货。秦三河凑了过去，哥们在这排了多久了？别着急，货出来一定能装上。哥们是厂子里的人。对，在厂里干点小活，不是？你们这也太赶了，至于吗？我说你们厂这反应也太慢了，货卖的这么好，生产跟不上了。是吗？昨天第一天铺货，谁想到今天你们就来了？这椰汁卖的挺好。好啊，那可是太好了！早上刚拉回去还没人看呢，中午一卖就疯抢了。我昨天拉的那点货一会就卖完了。早上广告虽然开始播放了，但毕竟饭点已经过了，到了中午，应该是广告效应就开始发酵。就在这时，陈闯走了过来。陈厂长，您都这么忙了，还来管我们的事，真是辛苦了。秦总，这是你朋友？刚聊了2句而已。对了，今天给这兄弟多上点货。那指定没问题，你是老板，你说了算。经销商一愣，没想到跟自己聊了半天闲话的小年轻竟然是老板。陈厂长，你通知下过来开会。对了，财务报表准备的怎么样了？报表老赵已经做出来了，我现在就去通知。10几分钟后，所有美好饮料的高层全部到场。老张，说一说吧。咱们美好椰汁从昨天开始正式铺货，第一间铺货12万瓶，现在从经销商那边拿到的数据来看，销售率已经超过90%。昨天一天的销售额是4万8千元，去掉成本，给经销商的让利等，我厂的纯利润是3万元。众人议论纷纷，秦三河对这个利润也不太满意，只能说广告还没有全面铺开，再加上产能没有拉到最高，自己还是太求稳了。陈厂长，从现在开始全力生产椰汁，3班到生产，愿意加班的给双倍的加班费。成，我知道了。另外，韩秋雨，你准备点颜料。对了，厂子里有会画画的吗？有啊，我们后勤有一姑娘原来就是学工笔画的。明天把所有经销商的车子上都画上我们美好椰汁的广告，送给他们10箱货。如果回头就清掉，那以后就拉进美好饮料的黑名单。众人眼睛一亮，这是把经销商的车子变成移动的广告板了，真是一个好办法。和原料方那边签新合同，可以把原料的进价提高一点，但合同的前提是保证给咱们的原料供给。一旦他们原料上无法持续供给，我让他们把亲妈血都给赔出来。好的，秦总，我去安排。佳丽，晚上别走，老板我亲自教你。陆天林一脸猥琐地看着自己新招的小秘书。就在这时，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陆总，不好了，出事了。出你们的事，下次进来记得敲门，知道吗？陆总，
美好那边也推出椰汁了，动静弄得不小咧，快来看看。而此时的电视上正在放着美好椰汁的广告。妈妈，这个怎么喝？妈妈也没喝过，你去问爸爸去。爸爸，这个应该怎么喝？喝前摇一摇，口感会更好。喝前摇一摇，哇，有好多果粒啊，真好喝。美好椰汁有真果粒，喝前摇一摇。去你们的喝前摇一摇！秦三河从哪里找了一个熊这么大的女人？这包装也太他妈的丑了吧！把我秘书给换了，也给我换个大的回来。是，陆总，我马上去找。我们也打广告，去电视台联系，给他们砸钱。美好饮料打得起，我们打不起吗？经销商那边什么反应？我听说好多经销商手里的美好椰汁都卖脱销了，这还只是第一天而已。给他们让利，把美好椰汁给我挤兑走，不就是广告吗？我们也能做。可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由于天灵椰汁的利润更大，很多供销社也极力推荐天灵椰汁。老板，给我搞瓶饮料，要那个什么椰汁？是天灵椰汁吧？这家的椰汁好喝。是美好饮料吧？我看广告了，说是有真果粒，喝前还得摇一摇。你说这饮料也真怪，喝前为啥非要摇一下呢？是运动完有胃口，喝着更好喝吗？那个不是天灵椰汁，我跟你说，天灵椰汁更好，比美好椰汁好多了。那不行，我得买美好椰汁回去，跟广告上的牌子不一样。我刚上门的儿媳妇还不得以为我糊弄她。你有没有那个椰汁？没有，我去别家买。有，我给你拿。而此时的另一处商店内，喝椰汁吧，这几天可火了，听说还健康。嗔，你想喝什么就买什么。小伙虽说着温柔的话，可是内心却在滴血。自己月入35，一瓶椰汁就得5毛钱。不对啊，老板，你这包装怎么跟电视上的不一样？你说的是美好椰汁，这是天灵椰汁。刚才你也没说要什么牌子的。倩倩，要么算了吧，这个比美好椰子便宜，应该口感差不多的。不行，我就要喝里面有椰肉的美好椰汁。老板，你给我换。类似的场景发生在怀城的各个角落。喝前摇一摇的真果粒和那魔性的包装是众人选择它的主要原因。而此时的美好饮料厂，秦三河早早的来到了厂里。今天排队的经销商明显比昨天还要多一些。他一眼就看到了昨天的那个经销商。老哥，昨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何止是好，简直要炸了！来买椰汁的基本都是买美好椰汁，我那点货半天就卖完了。天灵椰汁上市那么早，应该是有市场的呀，怎么不配着卖？我偷偷告诉您，天灵椰汁昨天给我们经销商让利，让我们推广他们的椰汁，可是根本没人买账啊！秦三河知道这只是开始，应该过不了多久，天灵椰汁就会采取相应的手段。老张，报表准备好了吗？昨天一天加上前天晚上生产的库存，出货一共28万瓶。秦三河微微点头。进口的机器1个小时最多1万瓶，车间里3班倒把产能拉满，但现在看来还是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旧的生产线也调配一下，效率虽然低了点，但也勉强先用着。恐怕还不够，美好椰汁太受欢迎了，几乎所有的经销商都反馈已经脱销了。虽然不够，但总能补充一点产能。现在战争刚刚开始，只是基于广告的优势，真果粒他们也是可以复制的。那以后该怎么办？广告推广方面不能断，有多少经销商同意帮咱们推广了？今天全部画完。基本上都同意，反正车上画什么他们都无所谓，能白拿10箱货，谁不愿意呀？新品也要抓紧了。秦总，咱们什么时候出新品了？我们后勤部怎么不知道？当然有了，咱们的橘子汽水不是换包装了吗？换包装那应该算不得新品吧？当然算，新包装就代表着新产品。回头我想个广告词，韩秋雨以后广告方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好的，秦总，我一定努力。对了，你有熟悉靠谱的瓶盖商跟塑料瓶商吗？你可以这样。韩秋雨的眼神一亮，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老板思想前卫，就像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一样。另外，老赵催一下经销商回款，从今天开始1天1回款，不回款不出货，明白了吗？我们以前都是1个星期1回的，会不会让经销商们不高兴？到时候别影响咱们铺货。现在是蜜月期，说什么人家都不会反对，只要你能让他们继续挣钱。早1天回款和晚1天有什么区别？接下来与天灵的战争要开始了，最后肯定少不了打价格战。陆天灵的底蕴深厚，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回笼资金。咱们现在想和天灵饮料斗，不能光靠椰汁的盈利，必须想其他的办法。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秦总，咱们先稳固下现在的局面，然后再考虑其他的。稳固局面和搞其他的很冲突吗？老张，咱们有食品的资质是吧？是的，咱们厂子以前生产过糖果方便面一类的食品，后来厂子一直亏损，就没再做了。既然有现成的生产线，何不尝试下食品行业？老张，让人保养一下机器，反正咱们有基础，做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我等一下就去处理。对了，秦总，之前咱们做过方便面，说真的不太好卖，吃得起的不愿意吃，吃不起的更不考虑。是啊，秦总，当初就没什么市场食品生产线才停掉的。把面饼给我改小，正常的1/3就行，先弄出来样品再说。秦总，您是想要把方便面做小了，价格也跟着降低？暂时保密。对了，汽水那边不是要换包装了吗？名字也要改。美好汽水咱们都用了10几年了，改掉的话人家还认吗？以后厂里的产品都要有自己的商标。椰汁是咱们的拳头产品，用美好命名。汽水的回头弄个征集稿，让大家集思广益。而此时陆天林的办公室内，市场就这么给我丢了，现在给经销商让利，他们都不拿货了。看看今天有多少来拿货的，你们都是废物，废物！陆总，美好饮料那边生产线最多一天也就生产20万瓶，咱们只要宣传得当，还是有机会的。电视台广告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陆总，电视台那边说有人把黄金时段的广告都给买了，应该是秦三河包下了整个黄金段。不是黄金时段也可以多买点，时间不好那就用数量来凑，这个不用我教你吧？给我找漂亮的演员，重点是要大。陆总放心，我肯定按照您的要求找，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先过来，让您给过目。你这家伙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奸臣，但是我喜欢，就这么决定了。对了，陆总，咱们的椰汁需不需要改良？美好的里面有真果粒，我们是不是也朝这个方向考虑？天灵椰汁虽然上市的早，但是并没有转化成口碑，反倒美好椰汁靠着真果粒这个概念，把天灵饮料干得稀碎。生产部接下来生产的椰汁全部添加上果粒，另外果汁跟汽水方面都给经销商让利。秦三河，没想到你居然把美好给盘活了，但现在只是开始，手段不行，那我就用实力打倒你。陆总，美好椰汁也只是个新鲜劲，新鲜劲过了还是果汁跟汽水，我们现在就让利是不是太早了？少他们的废话，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另外找一下美好的原料商，给我从源头切断他们的供给。殊不知秦三河早已猜到了，提前与供货商签订了长期供货的合同。半个月后，秦总，咱们椰汁半个月的销售额已经过100万了，椰汁已经是咱们厂子最赚钱的产品了。后面销售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但总体是稳定的。食品生产线怎么样了？搞定了，试运行也试过了，没问题，运转正常。你后勤的担子也交出去吧，之前让你搞宣传部，应该也筹备好了吧？对，不过后勤这边该交给谁？交给老赵。那财务这边呢？财务这边我有个更合适的人选，我已经让陈闯去接了，应该快到了。说话间，陈闯带着孙彦博已经来到了办公室。孙叔，你来了，我可是等了你好久了。重生80年代，我低价收购了一个倒闭的汽水厂，靠着再来一瓶的前卫活动，我成为了怀氏的首富。秦总，汽水的生产线已经适配过新包装了，完全没问题。不过那些瓶盖真的要装上去吗？陈厂长，天灵饮料已经取得了一场大胜，咱们属于虎口拔牙，当然要付出点代价了。这哪是付出一点代价啊，搞不好你就要倾家荡产啊！放心，就按照我说的来，我心里有数。现在的美好椰汁每天盈利大概5万元，烧钱的话自己也有底气，就算不能打倒天灵饮料，最起码也要把它打疼了。秦总，我们征集的汽水名字已经出来了，真的没眼看，什么富贵、发财这一类的词全部出来了。那大家都发表下个人的意见，对于汽水的名字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实在不擅长起名字，我家儿子叫赵伟，女儿叫赵平，大家对我起名字的水平一目了然了吧？要不叫幸福汽水吧，咱们厂子是美好，美好幸福是一家。我也不行，我脑子都是一团浆糊，出体力还行，这个我无能为力。最后还得靠老姜出马吧。说说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名字？我对咱们汽水的新定位是活力，是未来，有冲击力，有没有合适的？叫风华怎么样？风华正茂吗？我觉得不怎么样。秦三河彻底放弃了，这年头他们的审美也就这样了，想要他们取出符合定位的名字也属实是难为他们了。叫战火怎么样？椰汁是咱们向天灵饮料开战的战帖，而汽水是咱们向天灵饮料开战的第一战，就叫它战火，向青春开战，向未来开战。众人面面相觑，这名字也太霸道了，而且饮料是水，名字怎么是火？可是领导发话了，大家只能装作听懂了。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砸开天灵饮料的市场垄断，打开一个突破口，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击败对方。秦总，按照我们的计算，抛去原料、人工、机器磨损，后期再算上推广等，每瓶我们会亏4分钱。我们的汽水预估每天能售多少瓶？38万，那就是我们每天要亏损12800，一个月就是38万4千啊！能把陆天林的市场干出个缺口，38万算什么？380万我都赔他少。我算过了，中奖率我们保持在20%左右，但我猜你后续可能会提高中奖率，所以一个月亏损的可能更多。没错，
上次秦三河让韩秋雨找瓶盖商要制作的就是再来一瓶的瓶盖，因为在后世再来一瓶曾经风靡一时，在这个年代绝对是一大杀器。孙叔，一个产品的亏损，如果能帮整个厂子带来新的利润空间，那就不叫亏损。椰汁每天的利润足够咱们烧的了，算下来咱们厂每个月还有的挣。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遇见你彻底改变了。孙叔，你谬论了，怀氏还是太小了，我这些手段玩的也是一点都不过瘾啊。第二天一大早，经销商们就早早的过来装货了，当然也有些人不看好战火汽水。陈总啊，你们这不让利，人家也不愿意帮你们推啊。天林提前几天就开始让利了，显然是在狙击你吗？秦三河微微一笑，天林一直都搞错了，真正决定市场的并不是经销商，而是消费者。那你可以少拉点后，今天第一天限量8万瓶，我正愁着不过分呢。这不是美好椰汁，这新品上来能有多火爆？要不是拉椰汁要配10箱汽水，说真的我一瓶都不想要。等下午你就知道了，你绝对会后悔自己只拉了10箱。陈大哥，这几天你就辛苦，汽水的生产也要跟上。一开始觉得你让郝家兄弟造10万个瓶子有点多，但我现在又觉得有点少了。你这个再来一瓶肯定会火爆全城。哈哈，咱们兄弟一起打倒天林饮料。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怀氏的某个杂货店里。今天的天是真热啊！老板来2瓶汽水。老板立马拿了2瓶战火汽水递了过去，瓶子上小下粗，非常有辨识度。我操，这瓶盖里有字。有字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操，我的好像也有字。再来一瓶。这是战火汽水为了庆祝上市的活动，要是开到了再来一瓶，可以用瓶盖免费再换1瓶。真的假的？那汽水厂还赚什么钱啊？类似的情况在怀城的各个地区都发生着。这美好饮料在送福利啊！刚才有个人买了1瓶中了3瓶，这厂家不亏出翔啊！真的假的？买1瓶喝3瓶？是买1瓶送3瓶，喝了4瓶。乖乖，这么实惠的吗？赶紧给我也拿1瓶尝尝。一时间，整个怀市的大街小巷，茶余饭后的谈论都成了战火汽水。一些没买过的，内心都渴望买1瓶尝尝。而此时，秦三河的办公室里，陈闯跟赵炳生都一脸紧张的神色。秦总，我真受不了了，我要去市场上看看。别急，马上就有消息了。就在这时，韩秋雨焦急地走了进来。秦总，派出去的人都有消息了，今天发出去的8万瓶全部脱销。好，太好了，我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还得是咱们的秦总，我就说嘛，你们要相信秦总，火爆那就必然的事情。不知道刚才是谁，在那着急的脸上都凝出了麻花。好，第一阶段看来是很成功的。老赵打电话给郝天琼，汽水瓶可以全力生产了。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让郝家兄弟的玻璃厂全力生产，3天之内他能生产多少，我要多少。他们全力生产的话，1天有15万的产能，加班20万有可能的，3天要60万左右，这数量是不是多啊？我们要吃掉天林1半的市场，日需求30多万了。虽然瓶子可以回收，但损耗还是有的，不算多，就这么办。好的，秦总，我等一下就去联系。对了，今天晚上都回去睡个好觉，可能接下来的几天都要加班，怕是吃住都要在厂里了。秦总放心，我们船都搬到办公室了，肯定不会掉链子。而此时的陆天林办公室内，陆天林脸色铁青，滚出去，别来烦我。陆总，怎么了？是人家服侍您服侍的不开心吗？我他妈的让你滚！陆总，您消消气，美好饮料这次再来1瓶的活动，这是疯了啊！秦三河这家伙可没疯，这小子是要跟我打擂台呢，想把市场份额给抢回去。陆总说的没错，美好饮料这一招够狠，他把利润都让利给了消费者，这种搞法他是要亏钱的。想要市场的份额，前期不烧钱的话，他能进去。不好好用美好饮料的牌子，还搞了个什么战火的品牌，名字可是真够奇怪的。美好饮料厂的牌子已经被我打倒了，他另开一个新的品牌，不但让人有新鲜感，更是能放开手脚。你们这群猪能有秦三河1/10的脑子，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那老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秦三河的资金有限，等他资金后劲不足的时候，我们也烧，到时候他抢回去多少份额，我们再抢回来，到时候美好就等着破产吧。多了不敢说，暂时来看，我能一直烧下去。没错，椰汁的利润撑得住汽水的消耗还有剩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天林饮料一旦加入进来，和你面对面的硬刚，你手上的钱还够吗？够呛。现在只希望天林饮料能往后拖，现在先不要入场。孙叔，你不太了解陆天林这个人，他是煤老板出身，虽然看着5大3粗的，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人才。那你觉得陆天林现在会怎么做？他现在不会入场的，他会等我们烧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收尾，和我们采取一样的策略，用钱把咱们的份额再抢回去。
不错，如果换做我是天林的老板，我也觉得这样是最合适的，可以用最少的钱来击溃你，到时候你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无用功。陆天林是煤老板出身，自己的资金雄厚，他这样的人一般不太能看得起别人，除非你那一口下去能咬掉他一块肉。陆天林知道我手上没有多少现金，所以他现在也不是很着急的对付我，但这也给了我机会，等我一刀捅下去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肯定非常的精彩。那你的刀子呢？从哪里来？他们现在就在仓库里。重生80年，我推出了小浣熊干脆面，集齐一套《西游记》的卡片，就能换到那个年代没有的滑板车一个。老板，咱们真搞方便面啊？那玩意没市场。搞是搞，不过咱们不搞方便面，咱们搞干脆面。所有人都愣了下，以前没听说过这种东西。这是我让方县长师生产的干脆面，你们都尝尝。秦总，这个不应该泡着吃吗？我上学的时候曾经吃过一次，是朋友从小日子带回来的，味道还不错，确实是泡开之后才吃的。你们先别忙着质疑，先尝尝味道怎么样？几人闻言都上前拿了一块，面饼酥脆，确实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别说，又香又脆，还有味，就是太少了一点。本来定位就是零食，给小孩子吃的，又不是正餐。秦总，我真是服了您了，您怎么就这么有才华，总能搞出稀奇古怪的玩意？老张，你在拍马屁上实在没什么天赋，以后就别玩这出了。什么拍马屁？我只是在说出我内心深处忍不住要迸发出来的话语而已。味道还行，这就是你的杀手锏，我感觉不太行，靠这个能起什么作用？这不还没最后定口味吗？而且这也不是我的杀手锏，得配合另外2样东西才行。还缺少什么？干脆面的调料还有卡片才是我的底牌。那这种干脆面叫什么名字？我给它取名为小浣熊。小浣熊是什么熊？怎么这名字怪怪的？小浣熊是吉祥物，跟你解释你也不懂。对了，秦总，今天高正阳打来电话，约您下午在环媒集团见面。帮我约明天上午吧，今天我要跟韩秋雨商讨下广告的事情。好的，秦总。第二天中午，秦三河直接动身去环美总局。高正阳能明显的感觉秦三河的气势跟之前不同了。秦总最近意气风发，这才半个月不见，气质完全不一样了。我相信秦总肯定能在商海中大有作为。高总说笑了，高总您这次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再来一瓶是你的主意，能亏钱搞活动，秦总真是有魄力。虽然我们汽水在亏损，但我们椰汁还在赚钱，填上汽水的亏损还有盈余。秦总真是有手段有魄力。对了，我还有点事想请教你。高总您说，只要能帮到忙的我绝不推辞。我上次听从你的意见养了几个配套的厂子，这明显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现在我感觉环媒集团已经暗流涌动了。环媒集团看似非常繁荣，但内部问题非常多，贪腐问题早已根深蒂固。高总，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很多鱼儿都会慢慢的浮出水面，这不正是您的大好机会吗？虽然秦三河说的不错，但是集团内关系错综复杂，拔起萝卜带起泥，想要打倒他们也绝非易事。算了算了，说说汽水的事吧，马上就要7月了，咱们的约定你可别忘了。高总您就放心吧，我们厂子专门设了一条生产线，一直在生产盐汽水，现在备货充足，绝对不会耽搁矿上的使用。我还是相信你小子的，也难得咱们比较投缘，有什么需要的你跟我说，能帮忙的我也尽力帮忙。高总您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高正阳一愣，本来自己也就是客气一嘴，没想到秦三河是一点也不客气啊。你小子是一点也不客气啊，说吧，什么事？我听说环媒集团有自己的印刷厂，能帮我印一批东西吗？就这，等下我给印刷厂打个电话，你直接过去就行，免费给你印。高总这怎么好意思啊，我印的东西有点多。高正阳一脸不在意的模样，一个饮料厂多能要多少？你放心去就行，这点小钱环媒还是出得起。那我就谢谢高总了。秦三河一脸的感动，不知道等高正阳知道要几10万的印刷费的时候，会不会跟自己翻脸？回去后他找来了韩秋雨，这是我做的卡片小样，韩秋雨你按照这个印刷。秦总，这是什么东西？这卡片上都是《西游记》里面的人物，收集卡片能兑换奖励。这卡片真好看，弄好了我一定要留一套。对了，我想定制一个滑板车，你们知道哪里能做吗？秦总，什么是滑板车呀？没有听过。就是一个踩踏板，T 字形扶手，踏板下面2个轮子，用的时候只要脚下用力就能跑。这个有点意思，我们厂子就有木工，他应该就能做，又不是太难的东西。那再好不过了，到时候每一包的干脆面都塞一张卡片，妖怪的卡多印点，唐僧师徒的卡按照比例印制，如来的卡比例最低10万分之1。秦总，这能行吗？小孩子又没什么钱，销量能有保证吗？和大人比，小孩子钱是不多，但是聚少成多的道理不用我教你了吧？那集卡兑换奖励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干脆面里面设置3种奖，3等奖干脆面1箱，2等奖收音机1个，1等奖就是那个滑板车。到时候小孩子们都会想着集卡来兑奖，这也变相增加了我们的销售额。
用集卡来兑换奖励，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你等下去怀梅的印刷厂，高总已经打过招呼了，免费帮咱们印，每种卡片印100万份，如来印1000份。韩秋雨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印刷成本都要几10万了吧，还能让怀梅免费印刷？秦三河在他眼中愈发的神秘了起来，而陆天林那边有些坐不住了。陆总，我们算了下，如果按照美好饮料现在的中奖率来算，虽然亏钱，但是椰汁完全能裹住，并且还有盈利。他们的中奖率大概是多少？我问过我之前的同事，他们中奖率在20%。那我们直接提升到30%。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30%代表着3瓶就能中1瓶，运气好可以连中好几瓶，这样每天要亏多少钱啊？陆总，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要亏2万多。我手里的资金多的是，秦朗这小子不是要玩吗？我陪他慢慢玩，我看我们谁先油尽灯枯。好的，陆总，我等下就去联系瓶盖商。给我注意美好饮料的动向，千万不要在阴沟里翻船了。放心吧，陆总，我已经买通了美好的员工，有什么动向他都会通知我。你这个猪脑子终于办了一件聪明事。而此时高正阳的办公室内，高总您好，我是印刷部的负责人小李，美好饮料的韩秋雨要来咱们这边印一批货物，我过来向您汇报一下。我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了吗？他们要印什么帮他们印什么，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不是的，高总，我来是想跟您确定一下细节。这个钱细节跟美好那边的人谈，他们怎么说你怎么办就是，这个钱我们集团承担。好的，高总，那我不打扰您了。这是几十万的印刷啊，高总说送就送，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回去做事吧。殊不知高正阳并不知道秦三河会印这么多，秦三河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么大一个好处。各位，后明天就可以准备好，火车票我也给你们买好了，下个月的工资多少就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能力了，一箱提3毛钱，多劳多得。原来秦三河准备让这些员工带着货去周边的城市去推销。秦总，我要是卖出去1000箱，那工资就有300了。你说错了，卖出去1000箱，你的提成是300块，你在车子里的工资还是照发。你要是推销出去1万箱，我给你3000块的提成。那也就是说，只要我卖得多，那月入过万不是梦了。这位工人说的没错，只要你努力，月入过万不是梦。外地的市场不比淮市，想要打开市场就必须要推销，推销也就是1个月而已。等外地经销商都尝到了甜头，这些商人都会上门来求着买货。秦总，你给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箱干脆面也才1块5，利润也才6毛钱，你给他们3毛，我们还赚什么钱？陈厂长，想要快速打开市场就要给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脆面的市场远比你想象的要恐怖。秦三河跟陈闯交代了几句后就回办公室了。韩秋雨，干脆面本地的铺货要做准备了，最重要的是学校的小卖部都提前联系好，我们可以先让利。好的，秦总，我们有饮料的现成渠道，想要铺货应该不难。每个学校先送20箱汽水过去，还有1个月就要放暑假了，在放假之前，我要让所有学生都知道我们小浣熊干脆面。对了，秦总，天林饮料那边有动作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搞了再来1瓶的活动？您猜的真准，陆天林跟我们搞的一样的活动，并且今天已经开始铺货了。秦三河一点都不意外，复制绝对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中奖率是多少，我们先提高到25%，给老赵说下，今天就安排。好的，秦总，那我去安排。接下来就是烧钱的阶段了，如果干脆面能起来，会分担我很大的压力。陆天林肯定也不想和我鱼死网破，最后能让出一部分市场握手言和，也算是最好的结局了。老蒋，最近干得不错，现在市里有想法，想把你的担子再提一提，食品安全这一块，想让你全权负责起来，有没有信心？市里一把手点名夸奖，蒋青松没有任何犹豫的回答。请领导放心，我一定把好食品安全关，给咱们淮市的老百姓一个健康安全的市场。好，别那么拘谨。对了，最近有个事情想跟你了解一下。领导您请说，我保证知无不答。就是你原来美好厂子的事情，听说你盘给一个小年轻了。关于秦三河的事情，他知道上面早晚要过问的，毕竟厂子用这么低的价格出售的。那个小年轻叫秦三河，是咱们本市人，他对厂子的规划让我很满意，加上我跟厂子也有感情，所以你不要紧张，我没有问责的意思，我只是对这小子很好奇。最近听得最多的就是秦三河跟陆天林事了。老蒋，你对那小子挺看好吗？领导，我只是不想厂子就这么倒了，在他手上我也放心，我知道他绝对能让厂子起死回生。能理解你的心情，这小子岂止是起死回生，最近把陆天林的后院都给烧了。其实他也调查过秦三河，知道他是靠着煤票发家，虽然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只要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还是可以谅解的。现在厂子里的工资也涨了，员工们对他也比较服气，听说就连奖金也下来了。现在改革开放对社会的好处是有的，
这样的竞争多一些也挺好，但是就怕最后他们搞了个两败俱伤的局面。领导，您的意思是想要跟他们两个当个和事佬？是有这方面的想法，毕竟他们两家可是我们市的纳税大户，不知道这个面子他们会不会给。领导的面子他们肯定还是要给的。这样吧，这几天我跟他们约个时间，到时候我们一起做。行，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而此时的陆天林却是火烧眉毛啊。老板，现在市场份额还是战火汽水有优势，怎么现在都是30%的中奖率啊？就保持30%的中奖率，他们撑不了多久的。原料商那边怎么说？秦三河之前跟他们签了长期供货合同，要是违约他们要赔一大笔违约金，所以违约怕什么？跟他们说美好饮料我会搞定，起诉我让美好在拿到违约金之前就倒闭，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这种事还要我教你？我们养那么多人干嘛的？不愿意的直接打断腿，他们会乖乖的照做的。而此时秦三河的办公室内，秦总卖疯了，干脆面卖疯了，已经铺货3天了都没什么动静，今天怎么回事？应该是他们放假了吧？昨天下午就考完试了。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虽然孩子们的购买力不大，但是架不住基数大，而且能持续。你等下去叫下孙叔，我们去市场上看看去。很快，秦三河带着陈闯他们来到一个出售干脆面的商店。大姐，这干脆面好不好卖？好卖呀，都卖疯了。昨天还没人问，今天1个小时我的5箱货就卖空了。1个小时卖5箱。要知道干脆面在孩子零食里面算贵的，销量这么好，他很意外。那算啥呀？还有小朋友交钱预定的，等明天到货了，估计卖得更快。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我去了下销售部。今天一早上的时间，我们出货16万箱。16万箱什么概念？一箱30包，那就是480万包。现在怀市的适龄学生也才100万左右。不会算错了吧？有这么多吗？生产出来多少产品，我心中有数，基本不会错。等下你回去应该就能拿到销售报告了。走，我们再去别的小店去看看情况。他们刚走到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看见2个孩子在那里讨论。又是白骨精，我都3张白骨精，5张黄蜂大王了。哈哈，我运气不错，我抽到了红孩，都快赶上孙悟空了。原来如此，你这等于是变相的赌博啊！这怎么能算赌博呢？我们这可是有一袋干脆面保底，实实在在的东西。孙彦博隐隐觉得秦三河这不是在卖干脆面，而是在卖卡片。干脆面也只是一个天头而已。这场面确实火热，但是应该还不至于能一早上卖10几万箱吧。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老板，你这里还有多少小浣熊干脆面？还有6箱，你要全要吗？你给我留着，我没带钱，我现在回去拿钱，我都要了。小兄弟，你买这么多干脆面干嘛？能吃得完吗？大叔，我集卡，孙悟空跟如来可罕见了，我就差2张就全了。不知道这个干脆面厂家是不是骗人？我从来没见过如来卡。小兄弟，这个厂家没有骗人，我弟弟就在这个厂子上班，他告诉我是有如来卡的，只不过几率很低而已。真的吗？那我找地方多买一点，一定要开出如来卡。他们也终于明白销量为何这么夸张了。今年是《西游记》大火的初年，这样一来，干脆面不只有小孩子会买，那些《西游记》迷也在抢购，产能肯定是跟不上了。如果不是昨天存货多，今天白天都撑不过去。刚才销售报表递上来了，粗略估计，今天销售的干脆面超过30万箱。秦三河，你今天赚了9万块钱，这个销量至少证明我的策略是成功的。可是产能怎么办？仿冒品很快就会出现，没有产能，市场就会被分走。老张，你之前说现在市面上的方便面都不好卖，是不是？对，市场定位尴尬，有钱的不吃，没钱的吃不起。那些生产方便面的厂子应该过得不怎么样了吧？确实，很多厂子都是代工厂，市场不好，销量惨淡。跟他们谈代工，签合同，在我们拿到新的生产线之前，代工期要尽可能的长，价格方面可以多让一些利。好的，秦总，我明天就去办。就在这时，出去跑业务的老李走了进来。老李，你不是在外地出差吗？怎么回来了？赵科长，我回来找秦总有事情谈。有什么事情你说。秦总，我在苏氏谈好合作了，人家要独家代理权，每天至少要20万箱干脆面。20万箱，这么多的吗？秦总，20万箱，1箱3毛钱，你得给我6万块钱，是每天。独家代理权我不可能放的，他们想要拿多少货我都能给，但是代理权不可能。为什么不行？秦总，你是不是看我赚得多了想赖账，不想给我分钱了？老李，你怎么说话呢？你忘了之前厂子拖欠工资，你孩子学费都交不起，要不是秦总给你涨工资发奖金，你家现在饭都吃不起。老李，有人想把苏氏的市场霸占了，我要是同意了，到时候我们就成了给人家打工的。可是只要给钱就行了吧？没有人会做赔本生意，他独占了市场就能提高售价，没有价格优势，我们别的城市怎么拿下市场？老李，秦总说的没错，我们不能只看面前的蝇头小利。老李，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这是我们全场职工的利益，希望你能理解。秦总，我估计别的业务员也肯定遇到了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放在代理权，那我们的价格就没有了优势。老张，出去的兄弟们辛苦了，我知道。到时候每个人给他们1000块钱的奖金，他们依旧可以出去谈合作，提成不变。但是代理权这个事就到此为止了。那行，秦总，我会给他们说清楚的，他们也会理解你的。对于秦三河来说，这些推销员的任务已经完成，因为小浣熊在怀市火出了圈，周边城市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就在秦三河准备回家的时候，没想到蒋青松却站在门口。蒋局长，现在应该可以这么称呼了吧？你小子少伶牙俐齿的，最近你成名人了啊！我听说天林饮料每天都在亏损，陆天林也记得够呛。生意上的事情本来就是各凭本事，走吧，蒋局长，去办公室喝杯茶。喝茶我就不去了，等下我就要走了。一把手准备了一个聚餐，我是过来跟你说一声的。领导这是准备当和事佬啊？也不能这样说，你们之间是商业竞争，市里也管不着。但是你们要是能够握手言和，共同为怀市的商业发展做贡献，那自然再好不过了。蒋局，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不是想打败陆天林，我要的只是市场份额而已。至于握手言和，真的有必要吗？具体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不过我劝你最好还是去一趟。蒋局长的意思对我有好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另外高总也去，你也不会太无聊。重生80年，我推出了小浣熊干脆面，集齐一套《西游记》的卡片，就能换到那个年代没有的滑板车一个。我们20天的时间，椰汁的销售量到达了415万瓶，去除各种推广成本，盈利135万。战火汽水跟干脆面的盈利情况怎么样？战火汽水上线9天，连同再来1瓶，一共售出310万瓶，去除各种推广成本，亏损28万。亏损比我预想的要少一些。小浣熊方便面上线5天，销售预售已经超过500万箱了，去除推广和成本，盈利270万。秦三河一脸错愕，椰汁也好，汽水也好，都是美好饮料的根基，但在盈利方面被干脆面对比的连渣渣都不如。与此同时，一个村子外，老吴啊，老板让我跟你说，事情做得漂亮点，不要耽误了他的事。陈科长放心好了，这些刁民在我手上那都不叫事。那老吴，你带人进村吧，我就不跟你进去了。陈科长，车内稍微休息一会，我办事很利索的。很快，他带着几十个小弟来到了村子里。我们老板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新合同，立即停止给美好的供货，不然你们村子天灾人祸的应该会不断。这话就是威胁。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心里只有害怕。美好跟我们签了合同，我们违约要赔偿50倍的违约金。我们老板早就给各位想好后路了，你们签字都会获得一笔费用，你们是赔偿还是留着都行。你们的赔偿我们天灵都出了，你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如果我们现在跟美好违约了，那以后我们这些果农的口碑全完了。反正话我都已经说了，你们自己考虑该怎么办。我身后的兄弟们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他们都喜欢玩火，要是果林一不小心……而此时的美好的高层还不知情。秦总，这个月我们工资支出5万多元，工人的平均工资都在80左右，我感觉有点高。车间里温度高，每个员工每月发10块钱的高温费，一直发到10月份，这是咱们厂子的职工福利。秦总，我说他们工资很高，你怎么还加奖金呢？孙叔，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对了，老赵，咱们厂子的冷库还有空地吧？有的，除了一些原料需要储存外，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冷冻的需求。汽水冻一批，每名职工下班的时候可以带2瓶回家，一样是夏日福利。秦总，您这也太惯着工人了，小心把他们惯坏。和他们的付出相比，这点东西只能说是个心意，就按我说的办吧。另外买一批自行车，搞一次技能比武，大奖就是自行车，别的奖项韩秋雨你看着办。好的，秦总，我替工人们谢谢你了。对了，你们几个的奖金我昨天确定了下来。哎呦，我都忙傻了，我这个月工资多少？我跟你说，少于150，我跟你没完。陈厂长8000元，老赵5000，韩秋雨5000，孙叔你来的比较晚，就4000吧。秦总，你是不是多说了1位数？你没有听错，这只是你们的奖金，工资还是按照之前的标准发。他们几人之中，陈闯算是最辛苦的，每天都在车间盯着，吃住都留在了厂里，所以他的奖金也是最多的。奖金，乖乖，我可是第一次见到4位数的奖金。这些奖金是我这个老板奖励你们的，感谢诸位这个月对厂子的付出。哇，谢谢秦总，秦总大气，我要是个女的，我肯定会嫁给你。要知道他们作为领导层，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也才100多块钱，几千块是他们平时好几年的工资了，他们岂能不高兴？下午就在秦三河在仓库巡查的时候，赵炳生焦急地跑了过来。秦总，不好了，原料商那边拒绝再为我们提供原料了。秦三河并没有意外，仿佛已经料到了这个结果。冷库里的原料还够用多久？最多1个星期。为了保持果汁的新鲜度，我们备料不能一次性备太多。
是陆天林干的吧？不是他还能有谁？果农说陆天林打了人，还要烧林子，他们也没办法。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净。不过算了，陆天林要玩阴的，那我就陪他玩，就怕他到时候哭爹喊娘，又说不玩了。秦总现在怎么办？这要是被卡住了原料，咱们就完了啊！正常生产就行了，1个星期的原料也够用了。等下你打个电话给郝天琼，让他来下我们厂子。没过多久，郝天琼就来到了秦三河的办公室。叔真有你的，我们的厂子现在可挣钱了。挣钱就好，我之前让你帮我联系制作的东西都制作好了吗？准备好了，听说攒了好多，要不是一直有结款，人家厂家恐怕早就不干了。总共多少个？一共有130万个左右，应该够用了。原来他之前就猜到了陆天林会玩阴的，于是他让郝天琼偷偷的印制了一批天灵饮料的瓶盖，并且每个瓶盖里面都是再来1瓶的自己。每天20万个，找人给我分发出去。成，刚好我叔的窑厂有很多生面孔，就让他们来办吧。随后秦三河又找到了韩秋雨，让他委托律师把所有的原料商都告上了法庭。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一把手，他特意把蒋青松叫到了办公室。怎么回事？还打起官司来了？陆天林跟秦三河的事情不能再放任不管了，会影响咱们以后的招商引资。领导，我也不知道这才1天时间怎么事情变成了这样。我现在就去找秦三河了解情况，保证把影响降到最低来解决这件事。很快蒋青松来到了秦三河的办公室，本来是想来问罪的，但是看到秦三河又心软了。为了让美好饮料起死回生，这孩子也受了不少委屈，原料商违约在先，他也没有做错什么。蒋局，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没什么事，路过这里就顺路过来看看你。蒋局就不要说那些冠冕话了，是不是为了那些原料商的事？有什么事情来找我，我还能不帮你处理？你这样一搞，市里很被动的。我自己能处理，而且是他们毁约，我也不要怎么处理，他们按照违约金赔钱就行了。你那个违约金我看过了，那根本是不合理，定金50倍的赔偿，这玩意根本不可能。合同又不是我逼他们的签的，而且蒋局你去问问，我给他们的价格比正常价格高10%，我就是怕他们给我掉链子，我承担了风险，那出事了，他们凭什么不赔？蒋青松也感觉秦三河说的有道理，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半晌才缓缓开口：你别胡搅蛮缠，反正50倍的赔偿，你去哪里都不可能。现在你赶紧撤诉，我给你们调解。行，蒋局，你既然说话了，我没道理不给面子，可我希望你能去说。说什么？去跟工人们说，我们即将停产，下个月工资将停发，我秦三河不干了。秦三河表现出一副委屈万分的样子。秦三河，你别犯倔，怎么就不干了？还停产，至于吗？我们仓库里原料现在最多撑1周，再来1瓶的活动我都停了。我知道我打不赢那些人，我认输还不行吗？小子，这样就放弃了，这不是你的性格。我不求你撤销，但是诉讼要求要修改，你们缴纳定金的10倍，这个价格我保证你胜诉。另外陆天林那边我去沟通。秦三河还是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蒋局，我不想你难做。难做个屁，这件事情你确实占理，我们市里也不是说要欺负谁，而是为了保证市里的商业环境总体稳定，而那些原料商随意毁约，本来就该惩戒，10倍我给你定了。谢谢蒋局，蒋局真的太单纯了，完全不是几十年后的那些老油子可比的，为什么内心会有负罪感呢？算了，以后想办法多补偿他吧。而此时的陆天林的办公室内，一个小崽子还想跟我龇牙，他也配？我只是略施小计，就能让他哭爹喊娘，手足无措了。老板您最厉害了，那种小毛崽子怎么能跟您这种成功人士比？就在这时，财务科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老板，队长那边的情况有点不对劲。什么叫有问题？给我说清楚。就是我们今天回收的再来1瓶的瓶盖有点问题，数量多了很多。有些人可能存了点瓶盖，多一点不正常吗？足足多了20万左右，忽然就出现了。我们那边统计了一下，按照现在的中奖率，就算有人从第1天开始囤积中奖的瓶盖，也不太可能一次性出现这么多。陆天林心里发慌，虽然还不清楚到底怎么会这样，可那股子直觉已经让他察觉到不对劲了，而且还是很不对劲。废物，一群废物，被人算计了，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老板，我们可以发声明，告诉大家我们是被算计了，这些不是我们的瓶盖。否认，瓶盖都一样，喷涂也一样，你说不是就不是，到时候咱们天灵汽水还能有口碑吗？那老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立即停止活动，设置3天后为终止日期，一旦超过兑换日期，不再进行兑换。老板，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和美好饮料就没区别了，他们刚停止活动，我们也停止，这样损失会很大的。去你妈的，老子现在的损失更大，还没看出来吗？是美好饮料在搞我们，
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能力。我们要是敢不停止，他们印1000万，我们兑换1000万吗？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天灵饮料厂还对美好饮料退出活动的事情偷笑不已，可没想到秦三河把大家又拉到了同一起跑线。而美好饮料厂内，叔，您真是牛批！现在我发出去60万瓶盖了，剩余的怎么办？接着发呀，时间上足够。不够吧？陆天林已经认怂了，72小时发出去后，他只要想办法拖延点时间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陆天林可以不兑换瓶盖，那就等着天灵汽水被骂吧。他可分不清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要是拒绝兑换，那有的是真正的销售者无法兑换，到时候这些销售者还会继续支持天灵饮料吗？叔，你可真阴啊！不得不说，陆天林这人虽然坏，但脑子是真好用。本来以为他至少得几天时间才能反应过来，没想到这么短就找到了处理方案。秦总，陆天林不愧是把蒋局干下来的人，这手段确实了得。把蒋局干下来倒是不算什么，不过这手段确实没话说。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现在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了，稳住市场就行了。而且今天晚上一把手的晚宴就要开始了，不要再搞出任何动作了。老板您别生气了，生气伤身。我刚在电视上学了很多技巧，肯定能让您开心。此时的怀梅办公大楼里，今天晚上就是想请你当个和事佬。秦三河欠你人情，陆天林又是怀梅走出来的高干子弟，你说话最合适，他们都得给面子。蒋局，秦三河那小子还好说，但陆天林已经出去这么久了，怎么可能给我面子？老高，市里现在很重视这件事情，他们2个打成这样，现在各地都在搞招商引资，我们要是连自己本地的企业都无法管理妥当，那怎么可能吸引外地企业再进来呢？我可以帮忙，但我不保证效果。另外，我可以帮市里的忙，也希望市里能帮我。蒋青松看着高正阳，在怀市有资格和市里谈条件的人不多，但高正阳肯定是其中最有资本的那个。你知道的，你要是动作搞得太大，到时候市里也保不住你，而且也没法保。不需要市里保我，我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了。这件事情做了，怀梅集团才有腾飞的机会，不然美好饮料之前的精力早晚也会落到怀梅集团头上。好，我明白了，我只能说祝你成功。蒋局，陆天林那边已经结束了再来一瓶的活动了，这事你知道吗？怎么回事？他不是占尽了优势，怎么可能这个时候鸣金收兵？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天灵饮料的中奖瓶盖，并且数量相当的多。好家伙，这小子真够狠的，这脑袋瓜子怎么长的？这小子是厉害啊，我都觉得他只能认怂了，没想到他居然反手给了陆天林一个大嘴巴子。这样更好，晚上晚宴，这个和事佬也好当一点。大家既然打了个2败俱伤，是时候讲糊了。2败俱伤，蒋局你想简单了，我有预感今天的事情不会顺利。凌云大酒店，怀市最好的酒店。秦三河刚到酒店门口，发现高正阳皱着眉头站在那。高总，这是在等人还是？我专门在这等你呢，有你小子的。陆天林这个家伙这次可是吃了一个大亏。高总这话说的，我不是也吃大亏了吗？搞得一地鸡毛。战火汽水市价，我们怀梅集团要500万瓶。高总，不是我不识抬举，钱我想挣，但命我也想要。保不住你，我高正阳自己滚蛋回家，不在怀市丢人现眼了。高总，你有什么想法直说就行。怀梅集团可以注资给你们美好，你现在需要的是资金，是扩大规模，我能帮得上忙，而且我要的并不多。高总，您不带占晚辈便宜的，我说明白点，美好饮料只会在我手里。看过三国吗？肯定的。今天晚上你玩得开心点，一会见了。高正阳作为怀市腕一个可以跟一把手掰手腕的人，这是让我选择站队了。看样子今天是个鸿门宴啊。等秦三河进到包厢，所有人都已到齐。秦三河是吧？坐吧。老蒋老是跟我提起你的事情，真是英雄出少年啊。领导谬赞了，适逢其会罢了。大家好，在座的各位有老朋友，也有新面孔。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洪正，暂时领导咱们怀市的领导班子。领导有事就直说吧，在座的应该都认识你。洪正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不悦的神色，但是高正阳与他职位属于平级，他也没有说什么。市里现在有一些免税的份额，我们准备扶持一些年轻的企业。秦三河、陆天林，你们2家都很有机会。感谢领导，我们私企不好搞，您和市里愿意给予帮助，这是安了我们这些生意人的心啊。这是我们市里应该做的，不过我希望先看到市场稳定。最近你们的动作太大了，你们明白了吗？明白，领导您说的没错。作为怀市饮料界的老大哥，我也不想搞得太过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一点不知道轻重。领导，我们美好饮料也觉得，作为怀市饮料界的老大爷，
有些后生的吃相确实太难看了。秦三河，你什么意思？在领导面前还敢大放厥词？现在的陆天灵可是底气十足，有一把手给他当后盾，今后秦三河再怎么嚣张，也只有站着被揍的份了。让你们过来不是吵架的，今天我做主，秦三河你跟陆天林道歉，你们的前尘往事就此了结，以后携手为怀氏做贡献，怎么样？让秦三河给陆天林道歉，这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天灵饮料，选择了陆天林。谢谢领导的好意了，我家里还有点事，我要先回去了。洪正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这秦三河是当众驳了他的面子。行了，秦三河，领导这是为了你好，你不要不识好歹。我问心无愧，公平竞争，您不能因为我生意做得比他好，就让我给他道歉吧。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不做出格的事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为自己的努力而道歉。高正阳已经明白秦三河的意思了，秦三河这是在站队，或者说是洪正选了队伍，他现在不得不为自己选一个队站了。年轻人不要这么毛躁，领导只是提个建议而已，答不答应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知道领导这是为我好，可是我脾气就这样，也请领导谅解。这样吧，老洪，我看他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咱们别回头没当成和事佬，反倒被人给怨恨上了。行，也算是我有点着急了，你们两个自己商量，但我不希望再看见之前那种情况了。领导，我就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陆天林的脸色难看，几乎是咬着牙说道：领导您放心，我这个人诚信经商，而且作为老大哥的气度还是有的，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呸，你诚信经商，你带人去我原料商那搞破坏，威胁他们不准给我供货，这就是你的诚信。秦三河，你不要血口喷人，你给的钱少，人家不愿意给你供货，也能怪别人。我给的少，我给的可比你天灵饮料高多了。我跟你说，我已经查了，你让吴春龙那伙人先是打砸了人家的果林，然后又拿出一笔钱让他们选，那些人不敢得罪你，所以才毁约的。陆天林整个人都傻了，秦三河在这个场合说出来，这是要鱼死网破吗？领导，像陆天林这种黑恶势力，我觉得应该严惩。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弄了一批我的瓶盖子骗钱，那就让领导查出来了拉去大把。陆天林惊恐地看着秦三河，这小子太狠了，宁肯两败俱伤，也要当场把刀子捅我的胸膛。领导，你别听他瞎说，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够了，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让人失望透顶。洪正起身离席，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知道再留下去，让秦三河嚷嚷起来，想不查陆天林都不成。秦三河，你这是何必？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对我们两个都没什么好处。你别以为你自己就是干净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身的正气，看不得一点的肮脏。秦三河，算你狠，你最近最好不好走夜路。秦三河毫不在意，在这个秩序不健全的时代，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出了凌云楼，秦三河发现高正阳正站在车边等着他。高总在等我吗？您还有事？走上车说，既然站对了，那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我的事情你得帮忙，你的麻烦我也会帮你抗掉一部分，至少陆天林在怀梅集团的势力不会去烦你。可以，很公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可以说，当然办不办我不保证。高总，您这可不够大气了。我还不够大气？好家伙，你小子从我这借了根鸡毛，结果把老母鸡都给我抱走了。我们印刷局那边报账给我的时候，我差点想把你们美好的店给掐了。53万，你小子真是够狠的。秦三河哈哈一笑，并未在意，也没有觉得尴尬。既然他说出来，那肯定不会再追究此事。你小子脸皮是真厚，那你有什么让我帮忙的？说来听听。还是印刷局的货，你看能不能？不能。好家伙，你得这一只羊薅是吧？我再答应你，你不得给我薅出去100万去？别啊，这次我给钱，咱们按照市价低一点的价格，肯定不让您赔钱，行不行？我征服了你这小子了，你每天不少赚吧？你还逮着我使劲薅，你自己去联系吧，这次不要给我耍花样。那谢谢高总了，我保证不耍花样。另一边，陆天林已经回到了厂子里，愤怒的眼神仿佛要喷出火来。老板，您别生气了，生气伤身。我刚在电视上学了很多技巧，肯定能让您开心。去你们的！我现在哪里还有那个心情去把他们叫过来开会？很快，陈科长跟生产主任都来到了办公室。原料那边合同咱们已经签了，不用再去管。不过以后不能对秦三河下黑手了，都千万给我记住了，不然给老子惹了麻烦，老子把你们剁了喂狗。老板，既然我们还是增加宣传广告，不光是怀氏电视台、县级电视台也能买吗？没错，给我买广告，我要怀氏所有人看见汽水就想起我们天灵。另外，之前广告选的女主角不好，还要换。这个女主角不是老板您亲自选定的吗？怎么还要换？我感觉她还不够大，给我换个更大的。
带过来让你看的时候，不知道谁的口水都流下来了，这还不够大，闷干你算了。重生80年代，我教《西游记》的导演到拍《西游记》。杨导，如果咱们将《西游记》反过来拍，您觉得怎么样？请秦总指教。如来佛祖派师徒4人带上大乘佛法，骑着白龙马去西方传教，路上遇到各种妖魔鬼怪，但师徒4人打来打去，发现这些妖怪都是有后台的。八戒和沙僧觉得太过黑暗，无奈之下，一个躲进高老庄，一个藏进了流沙河，只有孙悟空坚持到底，一路斩妖降魔，护送唐僧去东方传教。杨导一怔，他觉得秦三河对《西游记》还是有着独特的见解的。如来佛祖为传教跟天庭合作，白龙马重伤落入阴愁涧，孙悟空与天庭战败，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指山下，而唐僧却抛弃孙悟空，还给孙悟空贴上了封印，一人来到长安，在长安传教，还被封为了玉帝，享受荣华富贵。杨导额头冷汗缓缓渗出，因为他越是想，越觉得秦三河说的有道理。难道自己压根就没有读懂《西游记》？秦总，您不应该经商的，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损失。百废待兴，我还是对商业有兴趣。杨导，您也看出来了，我对《西游记》也比较感兴趣，所以希望咱们能有所合作。没问题，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您对《西游记》的见解远在我之上，能跟秦总合作是我的荣幸。那杨导，咱们就说定了，半年后我给您600万，至于拍什么您看着办。刚好我手上有个济公的电视剧在筹备，那我就等着秦总的好消息了。真以为我这么好心吗？播出的时候我插入我们的广告没问题吧？最后电视剧再卖给电视台，这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跟杨导分开后，秦三河来到了高正阳的办公室。高总，您找我过来什么事？市里的免税政策你知道了？这个已经有人告诉我了，领导这是铁了心的要扶持陆天林啊。你小子猴精猴精的，说说你的想法。这笔免税的份额我要定了，天林饮料等着鸡飞蛋打吧。怎么，你有信心能超越天林，成为怀石销量额第一的企业？据我所知，市里最近一直在帮助天林拉订单，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说。我还没差劲到对付一个陆天林，就需要你出手了。别逞强了，天林上半年可是过1000万的销售了，现在已经7月了，你很难再追上了。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小浣熊干脆面就是我的杀招。高正阳留意过干脆面，这个产品是比较出色，但是想要追上陆天林的销售额还是痴人说梦。秦三河，干脆面按照现在的趋势，你没有任何赢面。那我也不瞒您了，我和杨导谈好了，后续小浣熊的广告将会推向全国。哪个杨导？《西游记》的导演。高正阳猛地一震，脑中终于把这链条给连上了，明白秦三河的自信是从何而来。他这是准备借助《西游记》在全国的影响力，把小浣熊送上全国市场。以《西游记》现在在国内的热度，再配上我们的卡片，您想一下，齐天大圣在电视里邀请大家吃小浣熊干脆面，那会是什么效果？秦三河，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你是怎么打动杨导的？据说他在业界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很简单，我拿了600万让他拍电视剧。你疯了吧？600万让他去拍什么电视剧？我准备让杨导再拍一个《西游记》，在电视剧中间植入广告，弄得有趣味一点，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既然有自己的想法，那我就不多过问了。但是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跟我说。您放心吧，高总，一个陆天林我还真没放在眼里。随后的时间里，秦三河也过了一段清闲日子。但就在这天像往常一样来到工厂的时候，发现杨导竟然来到了怀城。杨导什么时候过来的？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去拜访你。我们《西游记》的剧组在怀城有商演，没有打招呼不请自来，秦总莫要怪罪才是。各位老师能来到我们怀市，是我们怀市的莫大荣幸。那感谢秦总了，等我忙完我请您吃饭，希望秦总能赏脸。对了，杨导，既然各位老师都来了，我想请你们帮个忙。秦总有话直说就行，能帮我绝不推辞。我想请各位老师给我拍摄一系列的广告。杨导愣了一下，那时候的很多演员都没接触过广告。秦总，他们也没接触过这个东西啊，不会搞砸了吧？拍广告自然有专业人士指导，《西游记》这样的神作都拍出来了，1-2个广告那更是没什么问题了。而且我愿意给大家支付一笔可观的广告费。秦总的这个可观是6位数起，他们拍一天电视剧也才10几块钱，现在只是拍个广告，最多几天的时间就能拿到10万块钱，这不是比他们拍电视剧还要来钱快？这个没问题，我能全权做主。秦总，您确定就只是拍个广告？就只是拍个广告，占用不了多少的时间，我每年都会付给你10万块。如果给咱们产品带来的曝光度超出预期的话，我还可以加钱。还每年10万块，秦总，你这钱拿得我好心动啊，我都想去给你打工了。我们要签订一个合同，合同期限内只能代言我秦三河旗下的产品。这当然没问题，我这边忙完，咱们随时可以开始。那好，等你忙完了，我让韩秋雨去跟您对接。这时候请个明星真的好便宜啊，是不是抽空去一趟港台割一波韭菜？还有港城的王老吉可是后市非常火爆的产品，看样子真要去一趟了。接下来的半个月里，由韩秋雨则去对接广告的事情。秦三河每天在厂里督促干脆面生产。陈大哥，仓库囤货还是有点少啊，
现在囤多少箱了？已经23万箱了，再囤下去怕要爆仓了。不过还差得太远。老赵，你把不用的车间都收拾下，全部用来囤干脆面。我们现在方便面的生产线加了好几条，加上别的工厂代工，就算不用的车间用上，很快也要爆仓了。韩秋雨广告那边什么情况了？秦总，广告已经全部拍完了，我跟电视台也谈好了，明天电视台就会播放我们新拍的广告。陈大哥，车间还是24小时全力生产，不是我跟你吹，这广告要是播了，咱们的产品就彻底的火了。几人也是对秦三河又盲目的信任，因为他说的话都变成了现实。秦三河这边刚回到家，便听到老爹的声音：地就扔在那吧，你把三河给伺候好了就行了，也不差那一点半点的。我觉得爹说的有道理，家里的地就不要再种了。其实我能忙得过来的，荒了多可惜啊！况且不种地就要买粮食，哪有农民买粮食的？岂不让人笑话？秦三河知道他过惯了苦日子，性格也比较倔强，如果地真的荒了，他心里也难受。咱们租给别人，每年咱们收点粮食当租金，这样吃的也有了，地也不会荒。可是我不种地，我感觉我的人生都没了价值，心里空落落的。我们家现在条件很好，你要是觉得没啥事，你可以去上学啊，就是参加高考也不是问题。我都多少年没上学了，怎么可能再去高考？没什么不可能的，我在市里认识点人，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有信心。这些事情他真的没有想过，他之前的成绩很好，他也渴望能考上大学。我不行的，怎么可能考上大学？我现在办厂子，平时的压力很大，身边没有一个能够让我放心的人。如果你能考上大学的话，那毕业后你就能帮到我了。一听到能帮到秦三和沈幼薇的眼神又坚定了起来。我试一试，不过我不敢保证一定能考得上。我相信你，我的媳妇是最棒的。第二天，秦三和到厂里的时候，发现韩秋雨几人已经在电视前面等着了。大家快看，是咱们的广告。电视里是齐天大圣偷吃蟠桃的那一段。大圣爷，蟠桃哪有小浣熊干脆面好吃？每袋还有稀有人物卡，集齐卡片还能兑换奖励。齐天大圣跳到七仙女身边，从他的篮子里拿出一袋小浣熊干脆面，拆开后倒入口中，那酥酥脆脆的口味是他没品尝过的味道。好吃好吃，小浣熊干脆面滋味比蟠桃还香，竟然还有西游记同名卡片，吃小浣熊干脆面及西游人物卡，我在小浣熊干脆面等你。这是一个版本的，我总共拍了7个版本，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播出。这样消费者会买单吗？最迟明天早上就知道了。果然广告一播出，所有人都傻眼了。我操，齐天大圣不吃桃子，该吃干脆面了，这不是他们的扯淡吗？咸蛋蟠桃我是没机会吃，搞几包干脆面还是没问题的。里面还有西游记的卡片，我记得我儿子收藏了好几张，就跟宝贝一样。刚才那是什么？是西游记还是广告？我是不是眼花了？那啥媳妇，儿子想吃干脆面了，我去给他买几包去。广告播出后的2个小时里，美好厂子里停满了货车。秦总，我要8000箱，我支付定金，剩余的钱等出了货再支付。我们这边都是现钱发货，不接受定金。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呢？我是在帮你赚钱。秦总，我要1万箱，我给现金，你先给我装货。你这人怎么这样？没看我们正谈着呢，没钱就滚回家去，别耽误大家赚钱。秦总，我现在就去财务结账。一开始的经销商也沉不住气了。秦总，我也给现钱，给我装8000箱，不，我也来1万箱。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30万箱干脆面销售一空。看着空空的仓库，陈闯感觉还在做梦。卖完了，一下子全部卖完了，就跟做梦一样。陈大哥安排人加班吧，跟大家说好，加班给3倍的工资，另外所有能用的生产线都利用起来。80年一天赚86万是什么体验？今天我们厂一共出货62万箱，咱们的盈利是36万，这还是早上一上午机器没有完全运转的原因。几个代工厂也在出货，那边的销售统计过来了吗？算出来了，5个市，我们的代工厂出货量一共是84万箱，咱们盈利超过50万，这盈利跟我预期的差不多。一天86万，一个月下来2500万，我们不就超过天林饮料了吗？孙彦博还是不敢相信一天竟然赚了这么多，他宁愿相信自己算错了。一次性出了这么多货，接下来几天出货量肯定会降低。是呀，能保住1半的销售量就行。孙叔，你也太小看我了，就算这2天出货量会降，但马上又会反弹，因为干脆面的影响正在向外势扩散。孙彦博只感觉自己的心跳加速，跟着秦三河这1个月来，似乎秦三河一直在创造奇迹，说的话也在一一的兑现。而此时陆天林的办公室内，他是怎么请到孙悟空拍广告的？现在《西游记》那么火，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板，咱们现在怎么办？你去联系这个齐天大圣的扮演者，让他也给我们拍广告，无论花多少钱都要给我请回来。好的，老板，我现在就去联系。一箱干脆面才几毛钱的利润，小小的干脆面不会真的把美好饮料盘活了吧？不行，我要去打探下消息，
很快，陆天林来到了洪正的办公室。领导打扰您了，您知道美好饮料干脆面的事情了吗？他现在在搞干脆面，不就没时间在饮料上跟你纠缠了吗？这不是好事吗？我就怕他们卖得太好，影响了最后的免税份额。这怎么可能？他们一天再多能赚几万块，现在只有5个月的时间了，怎么可能超过你？陆天林也感觉如此，可是内心总是感觉不安。领导，我还是感觉到不安啊！听说他们还请了《西游记》的演员拍广告。你别担心了，我会让人去打听一下，你做好自己的生意就行。好的好的，那就辛苦领导了。你懂个屁，这不是玩政治，这是生意。秦三河要是真翻盘了，就是你们这些猪队友害的。这边陆天林刚刚离开，洪正就对身边的秘书说道：美好饮料是不是向我们购买了几条干脆面生产线？是的，都是倒闭的方便面袋工厂的机器，总共是7条，按照成本价卖给美好饮料。领导您不是一直扶持的是陆天林吗？现在怎么？陆天林这个猪脑子太让我失望了，我当初不知怎么就选择他了，现在先给秦三河一个人情，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很快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陆天林的办公室内，陆总，天林饮料7月份干脆面的收益高达2357万，美好饮料只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陆天林1年的营收，这代表着陆天林彻底没了翻盘的机会。是假的对不对？你在骗我对不对？陆总，其实这未必是坏事啊。你有什么想法就说。老板，美好饮料厂是翻身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可大家都没有发现一件事，那就是美好饮料厂翻身，凭借的不是饮料。你的意思是？这说明秦三河自知在饮料方面不是您的对手，所以才另辟蹊径。饮料界你还是赢了他，到时候饮料的市场不还是咱们的？陆天林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美好饮料厂最近不管是战火汽水还是椰汁，都没什么动作，勉强供货，份额被天灵汽水一点点的蚕食。你小子说的有点意思。而此时的美好饮料厂内，饮料方面咱们也不能放下，在我看来，饮料才是我们厂子的基础。最近1个月里，大家都被干脆面低销量冲昏了脑袋，饮料的份额被蚕食了不少。小浣熊干脆面的火爆很难持续下去，最多2年甚至1年时间，热度就会下来。相似的产品将大量的冲入市场，别指望靠着一款产品就能吃一辈子。秦总，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加大饮料的研发，我已经和几个技术员聊过了，接下来要投入新产品。未来的饮料市场，说白了就是茶饮料和果汁饮料的天下。另外，奶茶、咖啡、功能饮料都占据一定的位置，王老吉的事情要提上日程了。既然秦总安排好了，那我相信咱们的新品肯定会横扫饮料市场。孙叔，厂子里的事情最近你全权负责，韩姐跟老赵你俩辅助。陈大哥，车间交给你我也放心。这是怎么了？你要出门？对，我要去一趟港城。韩姐，你们部门的小张挺机灵，就让他跟我一起去吧。秦总，现在正是忙的时候，现在你离开我们心里没谱啊。是啊，秦总，有什么能比厂子的事还重要？我去那边那是为了我们新品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这2天要发工资了吧？孙叔，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工资表已经做好了，科里在做最后一次核算，如果没问题的话，下午就发。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看到工资单的众人都彻底懵了。真的假的？我只是一个车间普通工人，我的工资有240。卧槽，我250，我竟然250，我310。孙科长呢？工资没搞错吧？各位的工资都没错，这都是你们应得的。另外，秦总说了，每个人加50块钱的奖金。现在煤矿那种高危工作1个月也才100块钱，现在他们的工资加奖金平均都有300左右，怎么能不让他们开心？很快，美好饮料厂工资的事情传开了，主要是工人太嘚瑟。老李，你怎么舍得过来照顾我生意？我开饭店1年了，你可从来没来过。什么叫怎么舍得？我有什么不舍得的？我们美好厂子效益好，下顿馆子那不是理所应当的。之前听说你们工资都发不下来，怎么现在又好了？那是以前蒋厂长干的时候确实不行，咱们现在不是公转私了吗？换厂长了，现在干得老好。你老哥我在厂里也备受去证，这个月工资拿到手370。什么？多少？370块，零头我就没算了，给孩子们当零花钱了，现在不缺那点。此时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小丽，我们在一起吧，我很快就有能力娶你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每个月30-40块的工资还想娶我女儿，门都没有。强嘴，听说你这个月每天都加班到半夜，一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你们老板也太黑了吧？你要保重身体。你管他这样的人干嘛？穷就算了，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丽，我们秦总人很好的，他没有强迫我加班，都是我自愿的。强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这么拼命的，以后别这样了，我会等着你的。小丽，你误会了，你知道我这个月开了多少工资吗？
你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多少工资？40块钱顶天了。小丽，我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矿工老王，你考虑下，他一个月可是拿120呢。哇，您胡说什么呢？那个老王今年40多了，还带着2个孩子呢。40多怎么了？他工资稳定，你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跟着张强有你菜叶子都吃不起。120算什么？我这个月拿了329块5毛。阿姨，你就让小丽跟我在一起吧，我肯定不会亏待她的。3转1响一样不会少。什么300多？哎呀，强子，你看我就说你是人中之龙，肯定会有出息的。刚才阿姨的话重了点，不还是想给你动力吗？要不然你什么时候能娶上我们家小丽？而此时的秦三河也刚回到家。自从地租出去后，沈幼薇每天在家也无聊，都是靠着看书来打发时间。媳妇，你要在家无聊的话，你跟我一起去港岛吧。我不去给你添乱了，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到时候给你丢人就不好了。我还是在家专心的待安安吧。秦三河知道沈幼薇认准的事情很难改变，于是就没有再劝。那你不愿意去的话，我们盖一座希望小学怎么样？免学费的那种。什么是希望小学啊？希望小学工程是从89年开始的，沈幼薇自然没有听说过。就是让农民的孩子免费上学的那种学校，到时候你去当老师。这个听起来不错，现在有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学，你现在有能力了，我支持你吧。希望小学，我也愿意去给孩子们上课。那学生们可有福气了，有这么漂亮的老师，我都想回去上学了。讨厌你又贫，安安在爸妈那，要么你去。这大白天的你干？我只是到港岛收购王老吉的配方，竟然在酒店偶遇年轻时的星野。我以后跟你混，可混我什么都依你。原来就在2天前，秦三河准备前往港岛的时候，竟然收到了陆天林的邀请。秦总，陆天林晚上约您在凌云酒店吃饭，这家伙肯定没怀好意。秦总，不要理他，陆天林这个人阴狠毒辣，在您手上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至于，他也是几千万的身家了，如果蠢用这种手段跟我对着干的话，那他只会比我死得早。陆天林既然站对了洪正，那就得守规矩，不然洪正也不会放过他。去还是要去的，不搞清楚陆天林这卖的什么关子，我还真不放心去港岛。要么我跟您一起去吧，有什么事我也能顶一下。陈大哥现在厂子正忙，你还是看好生产吧。等下我带着郝家兄弟，有他们你也能放心了。晚上，秦三河带着郝家兄弟来到了凌云酒店，陆天林带着秘书早已等候多时。秦总你来了，欢迎欢迎。陆老板，能收到你的邀请，我真是荣幸万分啊。您这邀请我过来，不知道有什么关照？秦总，这一次我认栽了，咱们讲和怎么样？秦三河顿时有些意外，他没想到陆天林竟然会跟他握手言和。陆老板这话说的，什么认不认栽的？这种事情你认不认都得栽。陆天林脸色尴尬，眼中闪过一丝仇怨之色，但马上干笑了一声道：秦总棋高一招，我认了。今天这顿饭算是我给您赔礼道歉。秦三河眉头微微一皱，有些失望。他就是为了刺激陆天林，如果他能动手，自己也就有理由搞他了。用不着什么赔礼道歉，大家商业竞争，输赢自负，没什么好说的。秦总，您现在在食品这一行当风生水起，想来应该看不上饮料这一行的那点微薄利润了。这样咱们交个朋友，今年免税份额我让给你，以后您是龙头，我跟您后面喝汤。我只求一件事，没好饮料别在饮料这一行跟我掰扯了。陆老板，什么叫你把免税的份额让给我？本来就是我该得的东西，你拿我的东西做情分给我，没什么诚意啊。秦总，我陆天林现在最大的牌就是这张了，您不在乎，那您就别怪我把牌桌给掀了。我就怕你不舍得，掀了牌桌，你的筹码也得鸡飞蛋打呀。秦三河，你别以为我就没办法对付你了，我只是不想走那一步，你要是不给我活路，那就别怪我无情了。我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手段尽管用，鹿死谁手还不知道。说这个陆天林不是好货，他真有可能对你下手。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帮我跟怀市的报纸打声招呼，该给钱就给钱，我要头版头条，就说天林饮料陆天林和美好饮料秦三河在凌云楼中发生冲突，陆天林扬言要弄死秦三河。说厉害啊，你这是釜底抽薪。这消息一传出去，陆天林就算再恨你，也不敢动手。时间一久，他还是可以动手的。我要想办法彻底解决陆天林这个麻烦。吴春龙，只要你嘎了秦三河，我直接给你100万。老板您放心，我保证3天后秦三河再也不会烦您。怎么要这么久？我要他今天就嘎。老板我也要踩点，把事情做得漂亮点不是？这也给您免除后顾之忧。不错，专业。完事后我给你加20万。那先谢谢老板了，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然而就在第2天一早，陈科长拿着报纸找到了陆天林。老板不好了，秦三河这家伙竟然把跟您冲突的事情登报了，说您扬言要嘎了他。那又怎么样？今天秦三河必须嘎。老板千万别冲动啊！不说别人，如果您真的把他给嘎了，宏大领导能放过您吗？
陆天林仔细一想也有道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起冲突了，如果秦三河出了什么意外，那他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你说的对，他要是嘎了，说不定我也要给他陪葬。是啊，老板，千万别冲动，等报纸的风波过去了，我们再下手，就让秦三河多活一段时间又如何？那你赶紧把吴春龙给我喊回来，过段时间再动手。秦三河这边通行证已经办好了，这几天工作照旧。陈大哥，车间里靠你把着了，工人要是担心啥的，办个拔河比赛，让他们没心情惦记别的就成了。不如我们办个相亲大会怎么样？这个可以啊，陈大哥也该找一个了。是该找一个了。陈厂长现在每个月几万块，不知道多少小姑娘抢着要。一旁陈闯翻了个白眼，但相亲大会还怪期待的。韩姐，我们宣传不能停，广告该上还是要继续上。放心吧，秦总，我会跟进的。孙叔，给我腾出来1000万，我要带去港岛。我知道了，我会跟银行联系的。第二天，秦三河带着小张跟郝家兄弟坐上了前往港岛的轮渡。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到了港岛的地界。港岛的楼好高啊，真是太漂亮了。那当然，你以为亚洲4小龙是白叫的？很多人都选择在这里定居。秦总，那我们现在去哪里？现在很晚了，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明天我们再去办事。就在他们在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却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过来，竟然是周星星。老兄，你是哪位？你怎么认识我？没想到我只是住个酒店而已，竟然能遇见这么大的明星，真是太幸运了。朋友，你真是说笑了，我就是在剧组跑个龙套，算不得什么大明星。确实，这时候的星爷还没有出名，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直到他遇到发哥，才真正的火遍大江南北。我觉得你肯定能火，你长得这么帅，跑龙套不是浪费了。兄弟，你想简单了，娱乐圈哪里有这么好混？话说兄弟，你比我帅，要是进娱乐圈肯定能红。如果我能搞个娱乐公司签了他，这不是活脱脱的一个摇钱树？我没那个时间，我是搞投资的，这次来港城就是想看下有什么好的项目。还没请教兄弟你的姓名？我叫秦三河。说真的，我对娱乐公司还是有想法的。吹牛啊你，搞个娱乐公司不少钱的，你要是真开得起，我也好跟你混，肯混我什么都依你。秦三河没想到星爷这么简单就入套。星仔，你等下还有事吗？我们一见如故，要么去我的房间去谈。我是真心有意开娱乐公司。周星星跑龙套也跑了好几年了，一直不温不火，这次能遇到一个老板，他也求之不得。秦总，我没什么事，那咱们去您房间谈吧。秦总，刚刚你说的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我很早就投资娱乐公司的想法了，只不过这次遇见了你，加快了我开娱乐公司的进度而已。秦总，你想要在我们这开娱乐公司，没有那么容易的。现在港岛排外非常的严重，而你是大陆人。那星仔，你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花钱搞定的事那就不算是。可以找一家濒临倒闭的娱乐公司直接接手，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那行，星仔，你去帮我联系，所有的开销我来出。我在这个酒店还会住几天，你可以随时回来找我。那行，刚好我这几天没事。等周星星离开后，小张好奇地走了过来。秦总，你怎么对这个人这么上心啊？你不明白他的价值，以后他可是行走的摇钱树。如果我真能把他签了，那我做梦都要笑醒。秦总，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会红？难道您还会看面相不成？这个秘密我一直没告诉过别人。其实我祖上好几代都是看相的，到我这一代8代单传。看着秦三河那戏谑的表情，小张自己他是在逗自己玩。对了，秦总，咱们什么时候去办事？秦三河沉思了一会，郝家兄弟睡了吗？现在天色还早，要么我们现在去看看，毕竟一次肯定是谈不成的。他2个晕船来到酒店就已经睡了，那秦总我陪你去吧。王老吉配方的传人现在也只是开了一家凉茶店，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铺子。你好，我是大陆来的，能不能通知下你们的老板王建怡女士？服务员听到愣了一下，但还是转身去请老板去了。秦总，你说王建怡会见我们吗？会的，他现在虽然有配方在身，但还没有发挥配方最大的价值。况且他是生意人，没弄清楚我们的意图之前肯定会见的。果然没一会功夫，一个中年女人走了过来。先生，是你想见我？王女士你好，我叫秦三河，从大陆辉省过来的。秦先生你好，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是想购买凉茶吗？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我想在大陆发售凉茶饮料，工业化生产，所以想从您这购买凉茶配方。王建怡一愣，皱了皱眉头后说道：抱歉，我们家的秘方是不会卖给外人的。王女士不听听我的报价，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老祖宗有规定，不能外传。500万港币。王建怡本来转身都要离开了，听到这个数字后，立即又转身看向秦三河，一脸错愕。你说多少？500万港币。王女士，凉茶的配方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万变不离其宗。我没有找人直接配出秘方，就是尊重咱们的老字号，所以您考虑考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秦先生从我这里想买的应该不只是配方吧？配方就是再好，应该也不值500万。王女士说的没错，除了配方之外，我还希望王女士能够将王老吉这个品牌授权给我使用。王老吉的品牌除了王建怡手上这份外，广药那边也有。为了避免后续的大战，秦三河决定把这个品牌握在自己的手里。王女士，王老吉凉茶确实不错，但500万这个价格也不错了。有这笔钱，
您在港岛完全可以扩建凉茶铺子，招牌你一样可以使用，当然商业使用肯定有限制。虽然500万港币已经很高了，王建怡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要就这么给交出去了，自己心里也会过意不去。抱歉，秦先生，您出的价格很高，说实话我是动心的，但还是那句话，祖宗的东西，我不想它毁在我一个女人的手上。王女士，让你直接出售配方和招牌，确实是我冒昧了。既然如此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合作。王建怡没有赶秦三河走，心里多少还是抱着加价的想法，其实也未必会卖，但听一听价格又没有坏处。秦先生所说的合作是，我们可以采用合作模式，您出配方和招牌，我出资金、生产线、宣传，收益上我们3-7分，您3我7，每年分红。王建怡眼睛一亮，自己不愿意卖配方，怕的就是有一天这配方完全成了别人的东西。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你容我考虑考虑。王建怡真的是心动了，犹豫的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王女士，我已经很有诚意了，如果您不愿意的话，那我只能回大陆去和广东那边的人谈了。我觉得还行，这样吧，明天我给你答复。王建怡心里担心，自己这实际上并非一家的买卖，广东那边还有一份药方呢。如果秦三河跑去广东买的话，自己可能什么也得不到。红浪漫会所恭迎各位少爷回家，兄弟几个都选一个吧，先唱唱歌，喝2杯，联络下感情。楼上就有房间，等下可以带上去休息。星仔，我能不能？怎么了，兄弟？是看不上他们吗？要么我让换一批。不是的，我觉得我至少能打2个。小张，就你那小身子骨能受了吗？星仔，我要打3个。秦总，你终于回来了，走去我家，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星仔，什么朋友让你这么着急？走啦走啦，他之前可是在不少娱乐公司任职过，找公司有他在绝对没问题。那行，小张你上去叫下郝家兄弟，我们一起去看看。很快他们来到了星仔的家中，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小眼，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秦总，怎么样，是不是有我3分帅气了？小眼第一眼看到秦三河还是惊讶了一番，虽然早就听说非常的年轻，但是没想到这么年轻。秦总好，我叫周志海，不过大家都喜欢加我的外号小眼，你这么叫我就行。秦三河，大陆来的。听说您要搞娱乐公司，我虽然在行业里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待过的公司足够多，有什么要了解的，我保证知无不答。星仔应该跟你说了吧，我想买一个娱乐公司。是的，只要秦总你是大陆的身份，不过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运作还是没问题的。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是请的经理人来运作，真正的老板都是藏在幕后的。能给我详细的讲讲吗？娱乐公司跟娱乐公司也不同，有的只有牌子，连自己的艺人都没有，也有连同艺人一起收下的。有艺人跟没艺人的价格相差很多吗？你如果不着急出成绩的话，我建议你买块牌子就成了，艺人可以慢慢签。不过你如果想快速出成绩，有自己的作品，那肯定要考虑下连同艺人一起购买下来了。当然，连带艺人还是要贵不少的。今天星仔带你过来，肯定有引荐你的意思。我相信星仔的眼光，我可以给你一个工作。那秦总您是让我做些什么？你专门帮我签艺人。我的意思是只买一个牌子，连同艺人的话溢价太高。是的，一个公司不可能只有1-2个艺人，但真正有价值的往往就是那1-2个而已，剩下的都只是负担，但会强制打包给你。这个我理解，你有目标了吗？买个空壳的娱乐公司即可。在港城有些人专门注册空壳娱乐公司，以此来盈利。我认识的有一个，要么我带秦总过去谈谈。那辛苦你带我去看看吧。老板，那我们呢？你们跟着星仔在这等着，我很快就回来。秦三河坐上了小眼的车子，因为他们此次的路程很远，开车也要2个小时的时间。看见秦三河离开后，小张彻底放飞自我了。星仔他们走了，港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带我哥仨见见世面啊？要不要给你们找个小妹聊一聊？港岛的夜生活很丰富的。听闻此言，小张3人哈喇子都快掉在地上。靠不靠谱？质量一定要高哦。放心好了，我办事你放心。那还等什么？来自告。很快，周星星带着他们3人来到一个个夜总会的包厢，这场面哪里是怀城能比的？而秦三和他们也到了地方。老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陆老胆秦三和秦总。秦总幸会，欢迎来到港岛。谢谢。听说王总在搞娱乐公司，不知道什么价格。秦总，你是小眼的朋友，30万就行。我们行业内有个规矩，那就是大陆再来买的话，最低就是50万。秦三河闻言眉头一皱，他没想到港岛的人竟然还会歧视大陆人，想到港岛在97年才回归就释然了。30万没问题，小眼就是我的代理经纪人，手续的事情以后就让他跟你对接。没问题，秦总，我就喜欢跟你们大陆人做生意，就是一个字，上快。随后，秦三和他们又回到了星仔的家中，发现周星星跟小张他们都不在。小眼率先开口道：“秦总不用担心，小周是老江湖了，他们应该去玩了。公司的事情也搞定了，我会指出一些人，你帮我签下来就可以了。如果在其他公司有合约，那就和对方谈，挖过来。”老板，这样的话，我有几个艺人想推荐给你。随后，小眼推荐了一些半红不红的艺人，因为这样比培养自己的艺人要成长得快一些。秦三河则在这些人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邱淑贞，这不是去年参加过选美的那个邱淑贞吗？
秦总，你真会选，邱淑贞在这些人里面肯定是最难签的一个。小野，你既然说出了他的名字，那就应该没什么难签的。那当然，他自从选美被曝光修了下巴后，就一直不温不火的状态。邱淑贞运气不算好，连续几年都没拿到什么好资源，直到92年和已经红起来的周星星同学一起出演了《鹿鼎记》，然后才开始顺风顺水起来。你觉得多少钱能签下他？80万，我有把握能拿下。秦三河眉头一皱，没有说话。也许用不到，我会尽量和 TVB 那边讲价的。小眼以为秦三河嫌贵，却没想到秦三河皱眉是感觉便宜了。先联系豆豆小姐吧，和她达成协议，然后再和 TVB 谈。有演员自己的意愿，人家那边也比较容易放人。我给你100万的预算，把人给我签下来，有问题吗？眼睛心里一震，这才是真的大老板啊！张嘴就是100万。先把公司给弄起来。另外还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你得给我签下来。老板，只要你钱给够，就算是发哥，我也能想办法。发哥倒不用你去签，但我希望你把星爷签下来。秦总，我在港岛娱乐圈里这么多年，没见过这号人物啊。就是周星星啊，公司竭尽所能的捧红他，没问题吧？秦总，你说他真是走了狗屎运，能认识秦总您，给他个40-50万就行了。吴孟达、叶子楣、张敏。秦三河又说了一些后世比较火的港岛艺人，你看看这些人能不能签下来？如果能，就算有一些溢价，我这边也没问题。我知道了，老板，那咱们的公司叫什么名字？秦三河低头沉思了一会，半晌才缓缓开口，就叫佑威娱乐传媒。有为娱乐传媒，好的，老板，我知道了。秦三河并没有听到小眼竟然把名字给搞错了。第二天一早，秦三河起床后发现他们3人还没有回来，于是独自一人去找了王建宇。殊不知此时的周星星还在埋怨：乖乖，大陆是不是有什么药方？这3位兄弟太猛了，听说小妹妹一夜都没休息。秦三河这边也来到了王建宇的店里。秦老板来了，对于你之前的合作建议，我们家里商讨了一下，觉得秦老板您还是很有诚意的。我的诚意自然是有的，不然我也犯不着大老远从大陆过来找你。所以王家现在的决定是，我们可以答应合作，但是我们的收入分成要多一些，至少要占40%。王女士，你觉得这可能吗？我们家的配方有100年历史，你们家的配方可不止1份，不如这样吧，我们来签一份对赌合同。秦先生能详细说说吗？如果王老吉凉茶推出市场后，3年内每年凉茶的收益低于20万港币的话，所有的收益都归你们王家所有，我分文不取，免费帮你们生产，材料都是我出。王建怡惊讶地看着秦三河，按照这位脑子不会有病吧？如果低于50万，你们王家拿90%，我拿1成；低于80万，你们王家拿8成，我要2成。150万，我们55分账；300万，91，我9，你们1。这样怎么我们王家都有的赚？秦老板，这样是不是对你不利了？我很看好王老吉凉茶的未来，我想以后成为年利润超过100万的饮料，并非不可能。其实王建怡早就考虑好了，凉茶的市场不能保证，能一口价买断对他是最合适的方案。600万港币，我可以把配方直接授权给你，王老吉的招牌也可以给你，我以后可以换招牌。秦三河愣了下，自己一开始是想着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在手，王建怡说什么应该也不会放弃的，可谁想到最后王建怡居然还是选了一开始的买断。王女士，就算我愿意花这么多钱买下王老吉的配方和招牌，但大陆那边还有艺人拥有配方，我买下来后，未来他们搞事情的话，我怎么办？这个您放心，我既然完全出售给你，自然会帮你说话，到时候一旦有什么事情，不会让你吃亏。不，这样我太冒险了，500万本身就是我的极限价格了，现在多花100万，我觉得不合适。秦总，100年老牌子的名声就是一笔大财富，现在国内发展的那么好，10来亿人的市场一旦铺开，潜力之大前所未有，即使不卖凉茶，把这牌子当作产品转手，可必赚无疑。王建怡的话让秦三河一怔，他对未来的认知非常的清晰，他不会也是个重生者吧？看秦三河没有开口，王建怡急了。秦总，您愿意出600万，我可以帮你联系大陆那边，帮你拿到另一半的配方。秦三河的眼睛一亮，如果能把配方掌握在自己手上那更好。王女士，你有办法？只要你愿意，我保证你300万内拿到大陆的那份配方。秦三河心里是激动的，除了脸上表情平淡，浑身上下所有能动弹的地方都在欢呼。谁能想到事情会顺利到这种地步？但是面上还是做出为难的表情。抱歉，真的已经超过我的上限了。如果王女士觉得出价太低的话，那我表示无能为力，只能和王女士说可惜了。王建怡一愣，没想到秦三河拒绝的这么干脆，但想了想似乎也不奇怪，毕竟只是一个凉茶的配方和招牌而已。既然如此，希望咱们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我住在沙雕酒店的601房间，如果王女士改变主意了，可以去找我。对了，我订了明天中午的船票，过期不候。现在就看谁先低头了，500万拿下应该是没问题的。第二天一早，王建怡果然沉不住气找了过来。王女士太客气了，没想到您还亲自来送我。
金老板怎么不在港岛多待几天？港岛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的。没办法呀，我就是个劳累命，大陆那边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处理了。金老板，我昨天考虑了一下，500万配方和招牌都是你的，以后跟我们王家再无关系。现在错过500万港币，未来自己十有八九要追悔莫及。既然如此，咱们合作愉快。王健一见秦三河同意，内心也非常高兴，毕竟现在他也只是一个凉茶店的老板，现金对他更有诱惑力。刚好我有熟悉的律师，咱们现在就签合同吧。很快两人来到一个律所，双方签订了合同，王老吉正式成为秦三河名下的产业。而小张三人得知秦三河要走，纷纷反对。秦总，咱们在这再玩几天好不好？好不容易来一趟。是啊，叔，晚上我们多出去逛逛，说不定还能碰到什么商机。我看你们不是对商机感兴趣，而是对港机感兴趣吧？重生80年代，我低价收购了一个倒闭的汽水厂，靠着再来一瓶的前卫活动，我成为了怀市的首富。老板不好吧？市里传消息，我们之前申请的那块地皮没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块地是自己老早就看中的，虽然说是扩建厂房，实际上拿下后只要囤着，以后肯定能挣大钱。市里的消息，美好饮料厂准备扩建，市里把那块地批给他们了。废物，你们都是废物！我要去找领导问问，答应我的事情怎么能说变就变呢？此时怀市的边缘地带，秦三河看着眼前的空地，这块地有多大面积？面积不算很大，只有80亩的样子，不过周边环境很好，交通便利。之前天灵申请都没审批，还是秦总您有面子，拿下这块地前后不到3天的时间，难道这位是红二代不成？媳妇，李老师还满意吗？沈幼薇身边的这位是他高中时的老师，因为现在在家闲着，所以被沈幼薇邀请过来当校长。孩子，真的是这里吗？是的，李老师，地皮已经审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工程方面的事情了。这么大的地方建学校，得花多少钱？孩子，你挣点钱不容易，别浪费。能有1/5的地方，盖上2座小楼就成了。李老师说的对，会不会太大了？都盖成教室的话，得多少学生才能装下啊？不大。再说了，咱又不光是教室，到时候还要建图书馆、多媒体教室，还要有实验室。这么大的地方建校要花多少钱呢？如果只盖房子的话，要不得多少钱？全部盖起来100多万绰绰有余了，但后期学校相关的花费那就不知道了。要这么多啊？这怎么能行？要么我们建小一点。李老师放心，这点小钱我还是出得起的。再说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在我看来，教育就是怀市的未来。我深知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是照亮孩子们未来的明灯。这一刻，秦三河的身影在沈幼薇的眼中异常的高大，而此时的陆天林也来到了领导的办公室。领导，那块地我申请了很久，之前是领导一直在考虑，但现在忽然说批给了美好饮料，我实在没办法接受。小陆，你的心情我理解，如果你能做到秦三河那一步，市里完全可以再批一块地给你的。不是的不地的问题，主要是我觉得秦三河太霸道了，明知道我站在您这边的，还抢我看上的地盘，这事情不地道啊。没什么不地道，地是我批给他的，人家现在需要吗？急人所急，心眼要放大一点。那我也需要啊，他美好饮料现在生意是不错，但我们天灵饮料也很努力嘛，要不那块地您还给我们，再给他批一块。洪正被陆天林连番质问也来了脾气，是不是我给了你地，秦三河建什么你就建什么？那当然，他建多大我就建多大。那好，秦三河要建一所希望小学，你也想建对吧？我也成全你，市里给你批一块地，1年之内我要看见一座小学树立起来。啥玩意？啥是希望小学？就是一所由秦三河投资建设的小学，不需要别人掏1分钱，建成后交由市里来运转。秦三河每年还会掏出一些钱补贴学生的学费。秦三河这是疯了吧？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我现在拒绝，那以后断定得不到领导的支持了。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秦三河那块地80亩左右，我给你一块差不多大的，你要是能建好，年底我亲自给你批免税份额。不用80亩，学校建得太大，那纯粹是浪费。秦三河这个人就是这样，喜欢炫富。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你给我批几亩地就行了。给你批20亩，别回头说我们是李厚此薄彼，机会给你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了。陆天林知道领导这是给足他面子了，不仅地小了很多，就连年底的免税额都安排好了。于是回到厂里，直接找到了后勤科长。给我算一下，一座占地20亩的学校要花多少钱？老板，我们没做过造价方面的估算，不过20几万应该差不多。陆天林一愣，他没想到这么少。如果20万能下来的话，加上年底的免税额，他竟然还是赚的。我给你20万，给我建所学校起来，越快越好。你估计得多久？老板，你给这么多钱，最多半年时间，我保证把学校建起来。半年太久了吧？3个月时间给我搞好，不然你就滚蛋吧。而此时凌云楼的包厢里，
秦三河的面前坐着2个熟悉的面孔。吕英，没想到你们几个现在在做这个呀？还不是秦总您之前指点的，我们几个合计了，房地产方面既然有发展潜力，那就是一试，本钱都是您当初带我们挣的。吕英他们的建筑公司刚刚成立，根本没接到过什么大活，全部都是些帮人修院墙、盖屋子的小活。小英，我丑话说在前面，这个活不好接的。秦大哥，你相信我们，我们虽然是新人，但我们都很努力。你想接，我可以给你们机会。我丑话说在前面，工期内我不定期检查，不合格就给我滚蛋，1分钱没有不说，你们还得给我赔偿金。吕英愣住了，秦三河一直都很好说话，怎么这会变得这么严肃？怎么了？这点信心都没有吗？有信心，秦总，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有2位老师傅，以前是矿上负责建筑的，非常有经验，只要经费充足，我们肯定没问题。那就好，那咱们签合同，经费方面不是问题。吕英长出一口气，这种大项目，如果不是秦三河的话，自己根本不可能接到。小英，这项目你别指望挣太多的钱，能挣到的也就是辛苦钱，所以还是想清楚，签了合同可就不能反悔了。秦总，我明白，这项目我们一开始也没指望挣钱，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证明自己有能力承接大型项目的机会，所以我们会努力，不会让你失望的。行，这个项目做好的话，回头我们厂子扩建一类的，也能考虑你们。谢谢秦大哥，谢谢秦大哥。你这也太现实了，不挣钱的时候叫秦总，挣钱就叫秦大哥。吕英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脑袋，还不是刚开始你太凶了。希望小学的项目上千万别给我出篓子，钱不够，只要经过审核，我可以追加预算，但我不希望任何一处不合格的地方出现。秦大哥，您对这希望小学够上心的。那肯定的，关系到我媳妇的事情，我能不上心？当然了，教育是100年大计，这绝对大意不得。您说的对，再说了，哪个傻子会在建学校这种事情上偷工减料啊？那不是找死吗？这倒也是。这边秦三河回到厂里，立马叫来了孙彦国。孙叔，广东那边要么你去下跟广瑶谈一谈，王老吉的招牌我们要拿到。你都拿到配方了，直接另起炉灶就是了，何必非要拿到这块招牌？招牌一定要拿到，不然等我们凉茶做起来，广药那边推出王老吉，对我们来说会很被动。老字号的影响力还是有的，到时候我们花钱做出的市场被别人平白分一分，那就太可笑了。不至于吧？市场我们拿到之后，哪这么容易吐出去？我怕后续他们又搞什么幺蛾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放心。对了，孙叔，我记得你家就是广东的吧？我是想帮你，但我当初从广东出来就没有想过再回去，还立下了誓言。现在回去，那不是破事了吗？孙叔，你只是下乡的知青而已，怎么搞得好像离家出走一样？是离家出走啊！算了，跟你小子说这些干什么？我会走一趟的。随后的日子里，小浣熊干脆面借着广告的东风，可以说扶摇直上。彤彤，我们一起去抓知了去吧！我才不去，我要去壮壮家，他有2张孙悟空的卡片，他答应会给我1张。不就是孙悟空卡片吗？有什么稀奇的？我回去就让我妈给我买1箱，我要开出如来卡。你以为如来是那么好开的？我市里的表哥买了几十箱都没有开到1张。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找壮壮了。这个时候的小朋友，你要是没有2张西游记的稀有卡片，那连朋友玩都没有。而此时的美好饮料厂里，干脆面这块暂时就这样了，后续把代工厂的质量把好就行了。秦总，现在我们的干脆面这么火，不应该趁机加大投入吗？干脆面市场毕竟是以儿童为主，儿童的特性就是喜新厌旧，他们不会长期专注一样物品，未来市场只是渐渐萎缩，特别是当其他食品厂商跟进之后，我预计红利期不后超过3个月。众人愣住，本来以为小浣熊干脆面卖得这么好，未来应该一帆顺风，坐在老本上吃也够了，可没想到秦三河却会给出这样一个预测。也不一定吧，或许他们就认我们这个牌子呢。儿童食品当中肯定有能打破这一规律的，但绝对不会是干脆面。秦总，这是为什么呀？首先，干脆面之所以火爆，并非因为商品本身，而源自于我们给它的附加价值。市集卡对不对？还有西游记的广告。不错，那味道方面怎么样？中规中矩，不算非常好吃，但肯定也不算难吃。所以以干脆面本身来说，并不具备爆款的基础，让它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只是我们的营销。被秦三河这么一分析，众人心里发凉。刚创造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爆款零食，可马上要看到的却是这零食落下神坛，这让众人多少有些难以接受。这只是咱们厂子的一个开始罢了，咱们能创造一个爆款，那就能创造第2个、第3个，有我在怕什么？对，秦总带着我们创造多少奇迹了，搞2个爆款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我永远信任秦总。对呀，有秦总在呢。那秦总，你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先看孙叔去广州那边的成果，只要拿下王老吉的招牌，
咱们立即准备推出凉茶，在饮料上该发力了。秦总，我提个要求行不？陈大哥，你有话直说。扩建厂房，咱们现在车间太小，生产线都快摆不下了。我不准备扩建美好饮料厂，就保持现在的情况吧。陈闯等人一愣，韩秋雨仿佛察觉到了什么，看了秦三河一眼，沉声说道：秦总，准备走。淮市没有大企业的土壤，这里各方面都不适合，咱们要准备搬离这里了。女人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生下了4个女儿，公公婆婆大骂她是不会负担的鸡，想要把她赶出家门，就连老公也不理解她，嚷嚷着要生第5胎，不生男孩誓不罢休。无奈女人只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回了娘家。三河，你姐回来了，赶紧跟我走。秦三河在家排行老2，上面有个姐姐因为生了3胎女儿，跑出去躲计划生育，好几年没有音讯。真的吗？我姐回来了，带着孩子都在呢。你姐她又生了1个女儿。女孩怎么了？女孩哪里不好了？咱们家这样觉得，不代表人家家里也这样。你姐婆婆那边你又不是不知道，就想要个带爸的，这都第4胎了，你姐在那边肯定不少受气。那姐夫呢？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姐受气吗？他们把我姐当生育机器呢，让我姐回家来，我养着。走吧，你们姐弟俩也几年没见面了。秦三河来到老爹家，就在院子里看到一个身材有点臃肿的女人在看着孩子。秦三河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姐，这些年你受苦了。行了，多大的人了，还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哎呀，这是小舅子回来了，等会陪姐夫喝2杯。我和你爸。三河，看在你姐跟孩子的面子上。秦三河也不想在孩子们的面前动手，于是压下了内心的怒气。姐，以后就带着孩子们回来住吧，我有能力养你们，咱不回他老娘家受这个气了。说什么呢？什么受罪不受罪的？我有男人养我，还能让你养活啊？姐，你弟我现在非常有钱，养你跟孩子们小菜一碟。你还真当你是万元户了？你什么情况我不比谁都清楚。老爹，你没跟我姐说我的事情吗？我说那个干嘛？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说去。姐，美好饮料你知道不？知道啊，原来是里的汽水。我记得有年我们俩进城，你嚷嚷着想喝，我给买了1瓶让你尝尝。现在厂子是我的，我是美好饮料的老板。那年自己也是不懂事，嚷嚷着要喝汽水，大姐被馋得没办法，只能买了1瓶，可她一口没喝，全部都进了自己的肚子。大姐则人都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弟弟居然拥有一座厂子，变成了一个大厂长。所以姐你不用担心，回来家吧。女儿又怎么样？我不也是一个女儿，非要生儿子有意义吗？当然有，那没有一个儿子，我这辈子忙来忙去都为了谁？那刚好连个上坟的都没有，不是要断子绝孙？我姐为了给你生个儿子，这都第4胎了，生也就算了，还得偷偷摸摸的，有家不敢回，这算个什么事啊？这谁让他自己肚皮不争气啊？秦三河一听怒气直冲脑门，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行了，你也别逼他了，你姐有自己的想法。行吧姐，今天你好好的休息，等我有空我带你们出去玩。秦三河的想法就是用舒适奢侈的生活腐化大姐，让她彻底放弃姐夫。第2天，韩秋雨带着小张找到了秦三河。秦总，我跟小张准备了很多版本的凉茶广告，可是总是不太满意，要么秦总您支支招。你们随便搞，只要加上1句话就行，怕上火喝王老吉。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就行。下午的时候，孙彦博终于从广东回来了，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孙彦博竟然带着一个女人回来了。孙叔，欢迎回来，大家都可想你了。幸不辱命，只用了80万，合同搞定了。还是孙叔厉害，我都以为需要几百万呢。对了，您身边这个是？秦总是吧？我是彦博的妻子，我叫袁清。妻子？孙叔，你啥时候有妻子了？这个一言难尽。对了，他可是我们的同行，在健力宝公司当领导。80年代中国的饮料的代表，那可是国内饮料界的龙头存在。孙叔，我婶子那边的工作辞了吗？辞了，以后他就在家享福就行了。我也该为他做点什么了。婶子，要么你也来我公司上班好了，工资你随便要。抱歉，我可能得照顾你叔，工作上的事情的放一放了。秦三河也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这件事要慢慢来。当天晚上，秦三河在凌云楼订了一个包厢。姐，今天叫你们出来就是要解决你的事情，毕竟在孩子的面前说这些不好。你也看到我现在有本事了，你考虑一下。三河，姐知道你现在出息了，可是我这几个孩子都是我的心头肉，我离不开他们啊。再说了，你姐夫对我还行，眼睁睁的看着你公公婆婆欺负你，这叫还行？够了，秦三河，你现在有钱了，你牛是吧？你看不起我，我知道。当初你瞎混的时候，你姐给你拿了500块钱，你真以为她自己能偷得出来？三河，你姐夫其实人不错的，可是现在的社会就这样，家里没有男丁的话是会被看不起的。秦三河沉默了起来，他的这个姐夫平时对姐姐是没话说，可是就一个生儿子的执念。你以为我不心疼你姐吗？但是没办法啊，生不出儿子，别人就一直对我们指指点点，我们一家都抬不起头做人。我就是想要个儿子，有什么错？秦三河知道这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生儿子大于一切，
上一辈子自己也是，最后还是经过重生的洗礼才明白过来。三和，其实真的不怪你姐夫，当时生3胎的时候，你姐夫心疼我不让我要了，可是我不甘心啊。这又是何苦呢？以后不能到处跑了，就算生也要在家里。那不行，现在被逮到要罚钱的，我们哪里有钱？你没有我有，以后我姐必须在我身边我才放心，不然被人欺负了我都不知道。既然小舅子愿意出钱，我们哪里也不去了。你以为我们愿意东奔西走啊？你也别闲着，我回头给你找个活干，多少挣点，总不能整天不往家拿钱吧？啊，我还要上班啊！你都这么有钱了，我也是为你好，要不然哪天我姐跟你离了，你连饭都吃不上，所以好好攒点钱吧。第二天，秦三河带着姐夫梁成忠来到了厂里。韩姐，有什么工作是不出什么力，也没有多大责任的。那只有门卫跟档案室了，档案室有人拿文件登记下就行了。档案室怎么样？姐夫还满意吗？满意满意，我能有啥不满意的？能给口饭吃就成。韩姐辛苦你带着他去办下入职，待遇就按照管理层给。好的，秦总，我知道怎么做。对了，韩姐，你等下把我们建希望小学的事情让媒体宣传下。希望小学不是还在建吗？现在宣传什么？你带电视台到我们施工现场去采访，就说我们学校不但免除任何学费，还会免费供应1顿营养早餐。秦总，我们免除学费就算了，再管饭的话，我们岂不是亏得更多？1瓶牛奶加1个鸡蛋的成本也才2毛钱不到，就算学校招生1000人一天也才200块钱。那个时候的学校能有个300-500人就算是很大的学校了，没想到秦三河竟然要招这么多学生。那我们为什么不等学校建得差不多了再宣传呢？你去办吧，最近我要筹备新厂的事情，不拿出诚意怎么跟领导谈？好的，秦总，我等下就去联系电视台。很快，希望小学的事情在电视上播出。美好饮料，这是疯了吧？免费让人上小，这是图什么？肯定抱着什么坏心思呢？免费还管吃，能有什么坏心思？我家孩子早就过了上学的年纪了，我要问问还能上不？第二天一早，秦三河来到了一把手的办公室。小秦来了，希望小学的事情做得不错，省领导昨天夜里打电话还在夸我呢。这都是领导教导有方，我们才有机会为社会出份力。国家在发展，企业也是一样。同时，我觉得一座城市也要跟上发展的趋势。你觉得淮市的未来或者徽省的未来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话让秦三河一喜，毕竟他今天就是为了电子厂的事情而来，但还是做出为难的样子。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您问我这种问题，着实有些强人所难了。没关系的，小秦，这里就我们2个，你说错了我也不会怪罪你的。您既然这样说了，那我随口一说。我觉得我们淮市发展太局限性，我们淮市现在就靠着淮煤集团撑起来的，我们要增加多样化的企业，增强竞争力，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那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电子产业是以后的趋势，是未来的一个风口。电子产业是个好的方向，但是现在的电子产业都在沿海一带，我们这边价格肯定会处于劣势。领导，我觉得只要政策到位，哪里都可以是风口。这个时候洪正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小子在这里等着他。你有什么想法你说。是不是我说了，领导您会支持我？只要不违法乱纪，我肯定会支持的。现在的版权意识还不健全，钻空子的机会多了去了。随后秦三河向洪正讲起了自己想办山寨游戏机的想法。这怎么行？这是要吃瓜落的。领导，这有什么可吃瓜落的？人家做生意，咱们也做，没道理张家卖西瓜，李家就不能卖吧？可山寨的名头也不好听啊。山寨是落后追上先进的一条捷径，以前的小日子不就是山寨闻名，现在不也成为了高质量的代名词，那些恶名也随之消失不见。这个我回去研究一下，现在还真不敢答应你。领导，其实您担心什么呢？这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您到时候秉公执法就成，我如果输了，我认赔。这样吧，给我1天时间，1天之后我给你答复。那我等您答复了。下午，秦三河召集了厂里的众人开会。我准备建立一处新厂，早就该建了，现在生产线都没地放了。现在我们的产能基本都靠代工，是该建厂了。我要建的不是饮料食品厂，而是一家电子厂。秦总，我们现在食品饮料做得挺好，现在分心是不是有点早？我不懂那些，反正秦总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支持你。陈大哥，果然还是你靠得住。那就这样，新厂建成后，陈大哥调过去负责整体工作。秦总，我觉得建造新厂的想法还是慎重为好，我暂时投反对票。各位，我不是让你们来投票的，我是来通知大家的。是啊，大家都是打工仔，秦三河才是老板。新厂成立后，陈大哥调过去坐镇，其他人暂时不做人事变动。另外，厂里会选拔一批人过去，先把框架给搭起来。大家有推荐的人，也可以和我说。秦总，我就问一样，你的电子厂开在什么地方？准备生产什么？孙叔，电子厂十有八九还是在咱们淮市，至少暂时是在淮市。至于生产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FC？ 上集说到我想要开个山寨游戏机电子厂，于是我找到了游戏机大拿段永平入股。小张，
你还得跟我一起出趟差。又出差？这次去哪里？这次去首都。秦三河眼里冒光，重生之后，自己和未来那些大佬还没有过交集，但这一次自己要去忽悠一位大佬来投了。小张则一阵发毛，不知道隐藏着什么。金总，不去行不行？工作决定，你说行不行？陈大哥，你也回去收拾下。这次咱们3个一起去。秦总，咱们是去干什么啊？我们去拉拢一个大人物，有了他，咱们的电子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快，他们坐上了前往首都的火车。到达后，他们第一时间来到了段永平所在的人民大学。同学你好，请问下你认识段永平吗？知道研究生宿舍在哪里吗？你找段师兄啊，他每天不是打游戏就是在篮球场那边看书，很容易找到。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行，我跟小张就在这里等你。秦三河来到操场上，果然看到一个正在看书的男人，不是记忆中的段永平又是哪个？你好，是段永平段先生吗？你是哪位？我们应该不认识吧？段师兄，我叫秦三河，来自辉省美好饮料食品厂。饮料食品厂？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段师兄，我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厂。你们这些开厂子的简直无聊，我学的东西跟食品没1毛钱关系。你疯了？你邀请我？抱歉，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应该说邀请你加入我的新厂，是一家电子企业。秦先生，你来晚了，我已经接受日华的邀请了。那段师兄就不想听听我的报价？听了又如何？你还能比日华高了还是怎么？不管日华给你开多少工资，我们翻倍。另外年底是产品销量给你分红，不管产品利润有多少，除了工资之外，你还能拿1%的提成，如何？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一个研究生开这么高的价？这个段永平上一世可是赫赫有名的电子行业的大佬，小霸王学习机、步步高这些都是他的成就。我以后可能是你的老板。我还没有答应你呢，这么说是不是言之过早？虽然秦三河开出的工资让他特别心动，但是还没有了解秦三河的底细，自然不会贸然的答应。那再认识一下，我叫秦三河，辉省美好饮料食品厂的老板。我们的产品基本上是饮料和零食。小浣熊干脆面你听说过没有？小浣熊干脆面就是那个里面带西游记闪卡的。没错，那是我们厂子的产品。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我的信息虽然少了点，但想查应该还是能查到的。这下段永平释然了，干脆面现在可是火遍全国了，怪不得这么大的口气。没这个必要，我愿意相信你，但我为什么要加盟你的厂子？日华那边显然更符合我的定位。符合你的定位？难道你的定位是做一家亏损厂子的厂长？只是暂时亏损而已，但至少能让我放开拳脚去做事情。我还年轻，暂时的受困不是什么问题，反倒是给我施展的空间，这才重要。那我这里才应该说更适合你。我没有债务上的困扰，我现在可以承诺拿出2000万出来，筹备独立的厂子，一样是你当厂长，你总揽大局，条件应该不比日华差吧？但人家日华有底子啊，你虽然拿出2000万不算少，但筹备一个厂子也不算多，再考虑到产品设计等方面，这些钱未必够折腾的。日华现在是负债状态，而我这里不同，我的厂子盈利能力强，不但不需要你输血，而且还能反向给你输血，做靠山。你要施展空间，除了大方向之外，其他的我可以放手让你去做。段永平是真的心动了，正如秦三河所说的，日华能给的，秦三河也能给；日华给不了的，秦三河一样能给。你说你对产品已经有想法了，能说说吗？你是玩游戏的 FC 你应该知道吧？你不是想盗版那玩意吧？看来你也想过这件事情啊。那肯定的，实际上海峡和韩国那边早就有盗版了，而且卖的还不错。咱们国内市场虽然稍弱一点，但是盗版的价格能下降许多，让咱们国内家庭也能用得起。我算过了，至少几个亿的利润空间。没错，而且国内对游戏机或者说游戏产业还处于空白状态，咱们可以用 FC 做起跳板，未来拥有自己的游戏产业也未可知。这一刻，段永平觉得秦三河特别符合自己的胃口，因为他们的想法竟然出奇的一致。你真是这样想的？不过这事情光想可不行，就算想盗版人家，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搞定才行。最重要的就是芯片，咱们国内可没有能力生产那玩意。放心，我已经在海峡联系好了代工，一颗芯片的到手价格应该不会超过30块。太好了，这样的话，一台盗版机子的整个价格能控制在100元以内。那我现在再次邀请段先生加盟，不知道意下如何？秦先生，我感受到了你的诚意，也对你想要生产的产品感兴趣，我想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的。目前厂子在建，等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电话联系。秦三河自己都没想到招募段永平的事情会这么的顺利。秦三河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后就离开了，他带着小张两人找了一家酒店，可是小张一进房间就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金总，我身体不舒服，我能不能申请回怀市？小张，自从这个出差决定做出来之后，你就一路推诿个不停，你啥意思啊？都到地方了，你还来这套？我是真的身体不舒服。行，你跟我说你身体哪里不舒服了？金总，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就是首都人。那你回家了不应该高兴吗？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秦总，这小子心里有鬼，刚才在窗口鬼鬼祟祟往外看了半天了，
我刚才看到外面有人在跟踪我就说一回来，肯定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小张，你欠人钱了吗？人家还派人跟踪你。我欠什么钱啊？不，那就是始乱终弃，搞大了别人的肚子。金总，这话可不能乱说的。要是判我个流氓罪，我还能活不能活？你就是墨迹，到底什么事情？说出来，我们也能给你想点办法。你这磨磨唧唧的，回头死远点，别连累我们。其实也没多大事，就是你们听说过指腹为婚吗？这么狗血的吗？你别说是有个指腹为婚、青梅竹马的姑娘，爱你爱的深沉，没有你就活不下去了。然后你又不喜欢人家，只能远赴他乡，寻找属于自己的宁静生活。不是青梅竹马的姑娘，这姑娘其实并不喜欢我，但是人却极其的强势，把我视作私人物品，不允许任何异性接触我，好几次要拉我上床，说给自己家里留个后，都被我拒绝了。秦三和两人听后也明白了怎么回事，这是人家的家事，自己也不好评价。金总，你们两个给我出个主意啊，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人家就是馋你身子，你给他不就完了吗？给了他，他就不会再缠着你了。可是我不喜欢他，如果真的要这样，那我宁愿跳楼。小张的来历确实奇怪，年纪轻轻能跟组《西游记》，而且后来自己给他发工资将近几千几万，人家好像也没看在眼里，怎么想怎么奇怪。小张，你实话实说，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家老爷子带兵打过几次仗，也算是功勋，我就一大院子弟。原来是个红二代啊，那我们更不能管你的事了，你自求多福吧。就在晚上，他们三人一起去吃了涮羊肉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这不是我们的张总吗？张总这是在躲我吗？”听到这个声音，小张的两条腿抖个不停，但很快冷静了下来。韩梦瑶，你来这里干什么？女人看起来和小张差不多大小，模样周正，有股子英姿飒爽的气质，不愧是小张所说出来混的女人。在外面也混了一段时间了，赶紧回来吧。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就去哪，你管得着吗？你何必跟我置气的？咱们的婚事是家里老人定下的，你总得尊重老人家们的决定吧。老人家的话也不一定都对，当时他们给咱们指腹为婚的时候，也不知道咱们长大了会是什么性格啊。现在咱们性格不合适，强迫在一起，那是犯浑。我没觉得咱们性格不合适啊。你没觉得那是你的问题，我觉得不合适。孟里瑶，请你认清现实，你就算是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狗子，你不要特么的太过分，我要你的心干什么？我就要你的身体就行了。你不要这么暴躁啊，咱们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啊。我跟你慢慢说，说得了吗？说得了，我还是很好交流的。既然回来了，晚上我有个活动，一起去玩吧。这个不去可以吗？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说可以，我去。要不然我们的娱乐公司就叫华谊兄妹吧。天上集韩梦瑶带着秦三河等人来到了一个会所，大厅里两个男人赫然已等待多时。秦三河定睛一看，不是姜文兄弟又是谁？狗子，你终于肯回来了，毕业后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跑了。怎么了老姜？难道你想我了不成？我可告诉你，小爷的取向可是正常的。你这见面就咬人的脾气是一点都没变，要么你把自己的那根摘了，我勉为其难的临幸你一次。就在这时，姜文也注意到了小张身后的秦三河跟陈闯。狗子，这两位朋友是也不介绍。徽省来的秦三河。姜文的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神色。你就是秦三河，来自怀市的秦三河。怎么，你认识我？这下轮到秦三河惊讶了。哈哈，我刚和杨导见过面，他可是对你推崇的很，说你对《西游记》的解读堪称绝妙。原来如此，杨导最近在忙什么？他现在正在筹备《西游记》第2部，杨导说你愿意出资。姜文兄弟后续的成就可不低，要想办法拉拢。老姜，既然你喜欢我秦总，不如你们合作一番得了。姜文眼睛一亮，能让杨导这么推崇的人，岂能是普通人？我一想啊，可是我囊中羞涩呀。听说秦总是怀市的龙头企业，年收入可是过亿的存在。其实要想合作也不是不可以。兄弟，我在港岛有个娱乐公司，兄弟要是感兴趣可以去那。那时候的港岛电影对于大陆来说，可是堪比好莱坞的存在。姜文也心动了。听说港岛那边对咱们大陆不太友好，这能行吗？那怎么不行啊？这个公司是我个人独资的，演员我想用谁就用谁。你们拍个电影还要去港岛？家门口拍不了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秦三河不由心动。是啊，自己为何不在首都再办一个娱乐公司？姜兄，咱们也可以办一个公司啊！我个人出资500万，拿50%的股份。家里人不总说咱们没出息吗？大家齐心协力的搞出点动静来，让长辈们刮目相看。既然狗子你这么说了，那我们兄弟以后就跟秦总混了。姜兄严重了，你们大院的朋友都可以拉过来投资，按照比例占股。秦三河这也是有意拉拢大院里的红二代，有他们在，肯定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就让老姜来吧，这些二代们整天游手好闲，现在不花多少钱就能当股东，他们肯定乐意。秦总，既然你出大头，那你给咱们公司取个名字吧，我明天就去办这个事情。秦三河沉思了一会，忽然灵光一闪，哥几个都是老前辈们的后辈，当年老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天的大好时光，可谓震我华夏之人。
今天我们又在此结下友谊，要不然我们的娱乐公司就叫华谊兄妹吧。王家兄弟，对不起了，哥们，我先行一步了。华谊兄妹，好名字，我明天就去安排。随后，秦三河向众人提出了辞行，毕竟段永平的事情已经搞定，他也要回去忙活电子厂的事情。对，我们很忙，你们玩吧，我要跟秦总回去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小张，我给你放几天假，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的歇歇吧。过几天你跟段永平一起回去。秦总，你不能见死不救啊！秦总都说了让你歇息几天，今天晚上你别想再跑了，再得不到你我就废了你。小张立马露出绝望的神色。秦三河看着彪悍的韩梦瑶也是忍俊不禁，回到怀氏家都没回来，到了厂子里。秦总，你可回来了，这些是劳保用品、设备跟食堂的采购，都等着你签字呢。孙叔，这2天要发工资了吧？工资单统计出来了吗？统计出来了，他们的工资有点高啊，我上次就给你说过，你看是不是？多吗？咱们厂子也就1000多人，咱们这个月盈利多少？你还觉得多吗？你这境界是真的高，要是所有的老板都像你这样，那早实现共同富裕了。行了，孙叔，让人把工资单盖好贴出去吧。马上过中秋了，让大家提前开心开心。另外，让后勤采购一批月饼和食用油，到时候当福利发了。好的，秦总，我知道了。下班后，几个工人都在议论工资的问题。我的算上奖金都300多了，我的怎么才200多？你还不满意了？你才刚来几天啊？况且就是200多也不少了，比别的厂子高几倍了。我给老板赚到钱了，他给我发工资应该的，怎么还不能说了？你帮谁挣钱？怀煤集团挣得多吧？你去问问生产头的工人才挣多少，跟你一个后勤的小丫头差不多。别不知道感恩。对啊，魏红，你怎么这样？不知道感恩？你去别的地方累死你，人也不能给你开这么多工资啊！名叫魏红的小姑娘愣住了。以前在其他厂，只要说老板坏话，工人们就都能达成共识。怎么在美好厂不一样啊？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一边走嘴里还在叨叨着什么。500期，卧槽，这也太多了吧，比其他厂1年还多。狗日的秦三河，这小子总算是干了点事。秦总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你咋能骂他呢？我也听到了，他刚刚就是在骂秦总。你敢骂我们秦总，我打死你！别打我，我是秦三河的。哎呀，办公室里，秦三河正准备下班，陈闯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秦总，你赶紧看看，差点打出人命了。秦三河特别惊讶，厂子里平时连口角都很少，今天怎么还打架了？因为什么呀？哎呦，怎么打成这样了？这谁呀？怎么看着这么熟悉？三火，我悉尼劫户啊！你说什么玩意呢？听不懂。他说他是你姐夫。哎呀，原来是姐夫啊！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他在工人面前骂你呢，大家又不知道他是你姐夫，下手就重了点。姐夫，你这太不厚道了呀！我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你怎么还骂我呢？我没有，我有口头约。秦总怎么处理？需要让保卫科处理吗？算了吧，批评一下就算了，都是误会。给我姐夫发200块钱的医药费。好的，秦总。看着梁成忠挨打，秦三河竟然有股莫名的开心，这也算为我姐姐收回一点利息了。对了，秦总，现在条件好了，你不准备买辆车吗？回家也方便。陈大哥，你不提醒我都忘了，是该弄点车子了。厂里办事也需要车子，明天我就去找下高正阳，他应该有门路。第二天一早，秦三河早早的来到了高正阳的办公室。这不是我们的秦总吗？您这大忙人哪有功夫来我这了？高总，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你这人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又让我帮你干嘛？高总这话说的伤感情了，我想搞辆小汽车，你知道哪里有好货吗？高正阳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你每个月收益过1000万，你这么大的老板现在竟然没车，你想要什么样的？我帮你搞。高总大气，总体来说的帅。奔驰你知道吗？西德那边的车各方面都好，帅也是真帅，就一个缺点，贵。贵点不是问题，你直接说多少钱就行了。差不多要60万，价格没问题，你给我搞3辆，我全款。行，这2天等我电话，我尽快给你弄好。从高正阳这里离开，秦三河直接回了厂子，却发现段永平跟小张都在办公室。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过了中秋才回来呢。秦总别说了，我现在的腿还是软的，再待2天你就见不到我了。秦三河并没有理会小张，而是对着段永平说道：老段，你这是过来打探情况来了，看我有没有骗你是不是？段永平像是被戳穿了心思，脸色一红。秦总，小心无大错嘛，毕竟我可是推掉了日华的工作。那行，你等下跟我一起去见下领导，让你宽宽心。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再去？没事，我在车上睡了1路了，咱们现在就去吧。秦三河带着段永平来到了一把手的办公室，带他过来也有震他的意思，毕竟他有能力，野心也不小。你小子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那不能，答应您的事情我绝不食言，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领导批地了。厂房方面你有什么要求吗？最好大点，毕竟是搞电子类，仓储、车间、中转都要空间。这个不是问题，地势里有的是。那就谢谢领导了。
这里原本是铁轨铸造厂，后来废弃了，里面现在除了杂草就是些空厂房了。以前为了存档铁轨，厂房都是大开口，面积大得很，周围也可以再扩建。你觉得怎么样？好地方，领导准备多少钱卖给我？都卖，是送给你了。免费的一般都是最贵的，那就是有要求呗。有一个小要求，你要是能办到，厂房送你，其他有需要市里帮忙的，你也可以尽管开口。您先说，能做得到我就拿着，做不到该多少钱我掏钱。3年之内，我要看见一个销售额过亿的电子厂，你能做得到吗？就这。秦三河不以为意，旁边的段永平内心却急了，可怕秦三河答应了下来。没错，就这，你能做到吗？3年之内，我给你一个销售额过亿的电子厂，做不到的话，厂房该多少钱我掏多少钱。一旁段永平傻了，老板脑子有洞是吧？什么都敢答应的。我入主美好饮料不到半年，现在每月利润都过1000万了，年销售额过亿算什么？秦总，您要知道，电子行业和食品饮料不一样，更何况是从零开始。你这朋友说的没错，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有信心能完成目标，您的要求我答应了。那就一言为定了，我相信你能做到。刚出了门，段永平就抱怨了起来。秦总，你大意了，年销售过亿没有那么容易的，现在很多电子厂都在亏损。你是对我没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信心我肯定有，但信心不是盲目的自大。老段，要么咱们2个打个赌，3年之内，如果电子厂能做到过亿的销售，我按照市面上最高价给你开工资，但你得给我打10年的工。最高工资，这应该是我求之不得的吧？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把电子厂送给你。秦总，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输赢都是我赚了，您图什么？我图你这个人。秦总，我卖身不卖艺的，不是，我卖艺不卖身的。滚一边去，你卖我还看不上呢。对了，产品的名字你想好了吗？游戏机的名义我有想过，你觉得小霸王怎么样？秦三河一愣，你跟小霸王过不去了是吧？时间线都无法阻止你的执念。小霸王其乐无穷，绝了啊！秦总，这个用来当广告词再合适不过了。历史的车轮滚滚转动啊，一切的人和事都逃脱不掉。秦三河，你的奔驰车到了。谢谢高总，我马上就过去。秦三河内心激动，80年代的60万的小汽车，别说在小小的怀市了，就是在整个徽省，那绝对也是第一梯队。秦总，车子都到了，你有驾照吗？没有，你知道咱们厂子谁有驾照？我有驾照啊，我18岁拿本，大小汽车都开得贼溜了，你就是买个坦克，我都能给你开走了。真的假的？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兴奋呢？放心吧，秦总，我16岁就开坦克了。秦三河带着小张来到了怀梅的大院，高正阳正站在车边看得入神。高总在看什么呢？小秦，你来了，这车真漂亮，我都想搞一辆了。您不行，这车不适合你们这些公职人员。按照88年的物价来说，高正阳还真没胆子坐这种车出去。要不说都在搞个体经济，不然很多东西民众消费不起，国家经济也会受到局限性。得了，高总，上车带你出去转一圈。散了，我等会还有会。再说让人看见我坐你这出去，肯定有人要嚼舌头根。我这边改革正在风头上，做什么都得小心点。行，高总，那我先开走了，钱我回去就让财务打过来。秦三河也不跟高正阳客气，两人现在亦师亦友，没那么多讲究。有我加满了，赶紧开走吧，我怕再等会我忍不住想买一辆。两人上了车，秦三河坐在副驾驶。走吧，别墨迹，先回厂里，然后再去我家。小张点头答应，就是车子依旧一动不动。你到底开过车没有？当然开过，你别吵，让我回忆一下，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来着。虽然小张看起来不靠谱，但是车子开得四平八稳，没一会就来到了厂里。车子一到厂里，立马就被陈闯虎人围观了。有钱就是好啊，这车子开出去，那肯定贼有面了吧？那可不，这可是一栋的60万，那是60个万元户啊！你低调点行不行？陈大哥，你喜欢回头拿去开。别了吧，厂里也就你有资格能用这车，我们就算了吧。放心，我订了3辆，另外2辆过几天应该就到了，到时候就放在厂里当公车。秦总大气，爱你哦。可是我们没有驾照怎么办？是啊，我们都没有驾照，就是想开也不能开啊，买来不也是摆设吗？秦三河一想，也确实这么回事。这样吧，回头让厂里师傅教大家开车，然后分拨去考本，以后这个本子还是要用到的。这年头可没什么驾校，都是自己找人学。挂靠单位，大部分都是各个厂子的师傅自己带徒弟，学会了拿单位证明去考本。走吧，小张，带我回家。秦三河坐着小车到了家门口，周围的邻居都出来了。前围村哪有小汽车，平时冒烟的也就一台拖拉机了。秦三河现在出息了，小汽车都开回来了，这车应该不便宜吧？有什么好得意的？几个月前不还是一个废物，买了个2手车回来显摆。是啊，肯定是2手的，还是个杂牌车，估计也不值什么钱。农村就是这样，虽然表面对你客客气气，但是背地里却眼红的要命。这车子哪里来的？我今天刚买的，漂亮不？漂亮是漂亮，可是放在家里不安全了，被人偷走了怎么办？三河，这车你多少钱买的？这
这么漂亮应该不便宜吧？爹，你别看这车看着好看，其实才6万块钱。秦三和景尊买东西，老人问价少说一个零的传统说道：6万块钱，你也真舍得？这买粮食能让咱们村的人吃几年了？我那厂子以后要用到的，这钱花的值当。那也不用这么破费吧？有自行车骑不就行了吗？秦三和知道老爹过惯了穷日子，他是心疼钱。老爹，我厂里有事，我就先回去了。等以后我学了驾照，我带你们兜风。你去忙你的吧。秦三和来到办公室，刚坐下，韩秋雨走了进来。韩姐，有什么事吗？秦总，陆天林邀请你吃饭。秦三和一愣，上次两人算是彻底的撕破脸了，他邀请自己是什么意思？你问什么事了吗？陆天林捐赠的学校封顶了，他应该是想在你面前炫耀炫耀。你说什么？封顶了？从陆天林捐赠建筑学校到现在，拢共都不到2个月，他就封顶了？这不是胡闹吗？别的东西就算了，他这是拿小孩子开玩笑呢。那秦总您去不去？去，为什么不去？你通知小张，让他在楼下等我，马上就出发。随后秦三和拨打了吕英的电话。英子，以你的经验来看，一所学校能在1个半月封顶吗？肯定不可能的，这明显的是偷工减料了。这样，你带着工程师一起去趟陆天林的工地，看看有没有偷工减料的地方，把照片全部拍下来。我在凌云酒店的601等你。好的，秦大哥。秦三和带着小张来到了酒店，陆天林看见他脸上立马堆满了笑容。秦总来了，我学校赶在你前面了，秦总不会生我的气吧？怎么会呢？都是为了怀氏做贡献，不分先后。随后两人像个朋友一样聊起了天，但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杀气。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吕英焦急地走了进来。秦总都查下来了，这些楼都不合格，并且严重的不合格。你他妈的谁啊？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信不信老子嘎了你？小英继续说，不必理会他，他不敢把你怎么样。他们的墙体一推就倒，刚建成的学校，外墙脱落的严重，他们哪是建房子啊？他们这只能算是积木。扯你们的，我花了这么多钱呢。吕英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框架的钢筋用的还没有拇指粗，随便砸下都能砸穿。这学校谁敢去上学啊？这不是玩命吗？陆天林额头的冷汗已经冒了出来，他知道质量差，但没想到这么差。陆天林，真有你的，这就是你建的学校？关你屁事！秦三河，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陆天林，你就把这楼交上去，到时候洗也是你洗。你说的没错，关我屁事。大不了维修一下，加固一下楼板。我跟你说，你以往做的事情没人追究，我也不想去找那个麻烦。但是这座楼一个学生都不能进来，任何一个孩子出事，我都不会放过你。陆天林沉默了许久，半晌才缓缓开口：你说的没错，这次是我栽了，我认这栋楼不会启用的，我重新盖。秦三河一愣，没想到陆天林翻脸比翻书还快。我陆天林虽然混蛋，但还不是畜生，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心里也有一杆秤。别以为就你秦三河有良心。陆天林说的义正言辞，连秦三河都不敢确定，这厮难道还真的有底线？秦三河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你赶紧整改吧，千万不要再拖了，不然真的要出大事的。谢谢秦老弟，你放心，我马上就把学校封了，推倒重建。从凌云楼回来后，陆天林直接回到厂里。你们两个是真的棒，让你们盖房子，你们给我搭积木是吧？老板，我们也是想帮您，您说要快的。我说要快，是他们让你们快点建房子，不是让你们快点搭积木。你们两个让我很被动啊。老板，我们知错了，您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一向不在乎你们贪点，只要事情办好就行。可结果呢？你们办成什么样子了？又贪了多少钱？老板，我们没贪啊，每一分钱都用到学校上了，就是太赶时间，所以质量可能有点不是那么好。行了，你们都给我滚蛋！最近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两人顿时松了口气，他们知道自己的老板心狠手辣，让他们滚蛋是最好的结局了。可是真是这样吗？陆天林的身后走出来一个男人。吴春龙，帮我送送他们。好的，老板，保证干净利索。我不怕你们贪，但你们贪玩的把事情给我办了。既然贪也贪了，事情就办成这样，那我就只能办了你们了。而两人还没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两人走到一处偏僻之地时，吴春龙从背处走了出来。看见吴春龙，两人吓得双腿一软。他们可是知道吴春龙是干嘛的。你说你们俩也真是，连老板交代的事都办不好。吴春龙饶命了，看在咱们共事那么久的份上。是啊，龙哥，我们知错了，我愿意把钱都掏出来，您饶命啊！只能怪你们太贪了，下辈子记得不要这么贪了。既然你不愿意放过我们，那我跟你拼了！他一把抱住了吴春龙，嘴巴咬向了吴春龙的耳朵，耳尖的剧痛让吴春龙惨叫不已，也彻底的发怒。你妖的，你是在找血！随后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根棍子，狠狠地砸在了韩科长的头上。一说大会，韩科长就失去了声息，一旁后勤早已吓傻掉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春龙走向自己。看在咱们在一起吃过几次饭的份上，
给你个痛快。但就在这时，一阵警笛声传来，吴春龙皱起了眉头。那就不跟你浪费时间了，你安心上路吧，兄弟。几分钟后，警察来到了事发现场，可是现场却已无任何痕迹。刚才报案人怎么说的？就说在这附近听到了惨叫声，咱们过来也只用了6分钟的时间。分开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吧。两人找个1个小时都没发现有什么线索，只能无奈的选择离去。第二天一早，秦三河就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让他无比意外，竟然是陆天林。秦总，哎呀，真是要多谢你呀！不是你，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查了一下，这才知道我手底下的人居然贪污了我的工程款，然后卷钱跑路了。秦三河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了。陆天林，举头3尺有神明，你不怕遭报应吗？秦总，你这话说的，我才是受害者，怎么还我遭报应？要遭报应，也是那些跟我对着干的人遭报应。陆天林挂了电话后，直接来到了一把手的办公室。领导啊，我真是太难了。怎么了，小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领导，我真是太倒霉了。厂里的财务联合后勤在学校工程上给我玩手段，卷了我的钱跑了，就留下一个豆腐渣工程。你教学楼不是封顶了吗？是封顶了，要不是秦总及时的通知我，我还不知道呢。以后万一出事了，那我可真的完了。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我推倒了重建，为了咱们市里的教育，我多少钱都愿意出。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教学楼你自己看着办，你就是后续不见了，我们市里也不会说什么的。那怎么能不见？我陆天林对给家乡做贡献这件事情，一点不能含糊。陆天林又说了很多乖巧的话，总之把姿态放低，喜命的夸秦三河。如果不知道陆天林本性的人，还真以为这是一个厚道的老实人。从办公室出来后，里面露出了真面目。这件事算是摆平了，就让他们2个背过去好了，反正现在喜无对证。接上集，秦三河在上班的途中，竟然看到吴春龙走在路边，耳朵上还绑着扎带。吴春龙，你这是怎么了？吴春龙看到秦三河瞳孔一缩，犹豫片刻，还是开口说道：“我这是跟老婆生气，被老婆揍了。秦总，你找我有事吗？”你扯什么蛋呢？你有个屁的老婆呀！吴春龙一愣，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是不是陆天林干的？是不是学校的事情他拿你出气了？都说这秦三河猴精，我怎么看着跟傻子一样？这样也好，省得我编谎话了。还是秦总您看得明白，我是跟陆老板跟够了。有没有兴趣跟我？我这生意现在也是不小了，有些事情我自己不好做，想找个人帮忙干脏活，整个怀市也就你最专业了。果然商人都没一个好东西，你秦三河也不例外。秦总您要是愿意赏口饭吃，那我肯定要感谢。您需要我做些什么？我想让一个人消失，你感觉我怎么做才好呢？秦总，这种事我比较专业，咱们怀市和跟矿比较多，扔哪里都很难被人发现。秦三河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吴春龙还没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秦总需要的话您就招呼，我保证处理干净。你先走吧，有需要的话我会联系你。明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都懂。看样子天林饮料的那2个高管已经遇害了。秦三河来到厂里，找到了安保科的科长傅东来。秦总，您找我。老傅，我听说你是侦察兵出身。是的，秦总，我退后就一直在做安保方面的工作，有些年头了。老傅，那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行？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做，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秦总您见谅，我现在就可以辞职。老傅，你想多了，我秦三河是有底线的，我想让你去替天行道。替天行道，秦总您说来听听。随后秦三河把天林高管的事情说了一遍。秦总，你报案不是更合适吗？主要是没证据啊，报案人家也不会相信你的。可是怀市这么大，上哪去找他们啊？我今天遇到陆天林的狗腿子吴春龙了，他告诉我河里或者矿里。傅东来只觉得后脊发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就80年代的情况来看，很多人失踪多年都不一定能找到。天林饮料的附近没有矿场，我估摸着大概率在淮河里，有机会能找到吗？不好说，淮河太大了，水草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沉底，我没办法保证。尽力就行，咱们厂子里的员工你可以随时支配，我还给你叫了个帮手，你们一起我也放心。而此时的刑侦大队里，余队今天已经接到2起报案了，都是天林的高管。是失踪吗？对，2个辖区的，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踪的。给你说个有意思的，天林饮料的老板今天过来报案，说2个高管携款潜逃，这事你怎么看？这2个高管就是失踪的那2个。没错，就是他们2个。事情有点不对劲，这是不是太巧合了？我调查了陆天林，他曾经涉嫌和好几起斗殴致死的案件有关联，还曾经因为违法携带枪支弹药被拘捕过。不过后来陆天林的司机主动认罪，所以陆天林被无罪释放了。这是司机帮他顶了啊。陆天林不干净在怀市的圈子里也不是秘密了，但他是怀市最大的私企老板，所以领导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队长，你也觉得这2个人不是逃了，而是已经……
现在还不好说。你带人去下天林饮料，再派人去下洛天林捐赠的小学，都问详细点。队长，你不跟我去厂里啊？我要去昨天那再去看看，我总感觉那里有问题。而此时的美好饮料厂内，老夫有方向了，有点想法，但是还要印证一下才行。郝天琼，你跟着老夫，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你就放心吧，叔，这种事我可是期待了好久了。行侠仗义啊，逮着机会我能让老夫就这么出事吗？按照我的推断，这个地方是最合适的，这里离天林饮料不远，而且就在淮河边。是的，这里的人烟稀少，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而此时的于明东已再次来到了现场，地面上有星星点点血迹，昨天天色太晚，他们并没有发现。这里就在天林饮料的附近，假设陆天林杀人灭口的话，直接扔进淮河里，倒也方便。就在他继续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旁边却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老夫带着郝天琼来到了现场。老夫，你说的就是这里吗？本来我还不确定，我现在确定了，这里发生过激烈的冲突。随后老夫蹲下身来，仔细地看着眼前的地面，足足看了10分钟之后，郝天琼早已没了耐心。老夫，你看半天了，你到底看出什么来了没有？地上有2拨人的脚印，并且鞋子相同，应该是统一发放的公鞋。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吗？我怎么啥也看不到？按照现场的血迹来看，其中1人应该是被贯穿了心脏的位置。我操，那你能看到别的吗？这边的痕迹得颈肩，这边是臀部的位置，那边凌乱的灯塔是双腿的位置。从头颈肩和双脚灯塔的位置来看，这个人身高应该在1.72米左右。那你能看出凶手的身高吗？假设这个位置是凶手当时行凶的位置，他应该是先蹲下来，这里距离死者心脏位置，按照臂展和躯干的比例来算，得凶手的身高大概在1.7米到1.75米之间。按照脚印的深度来看，体重应该在140斤左右。老夫差不多得了，别吹了，我不信你就这么看看就还原了现场，这脚印我不仔细看都看不到，你还能看到身高体重？就是在这里被抛下去的，真是丧尽天良啊！这又是个什么道理？这些鞋印和之前的鞋印明显深度不同，也就是说这些鞋印在移动到这里的时候，自身重量增加了。你们觉得自身重量为什么会增加？他抱了一个人呗。按照这些脚印来看，凶手嘎人后抬着尸体从死者的位置进行移动，一直走到这里进行抛尸，所以尸体应该是进了淮水了。就在这时，躲在暗处的于明东也是一惊，身体不由得移动。老夫的目光立马看向了这边，郝天琼也反应了过来。什么人躲在那里？赶紧出来！于明东眼看自己被发现，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兄弟别误会，我是警察。警察，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刚才只是误会而已。还有这位前辈，搞刑事侦查的吧？不知道您是哪个局里的高人，怎么会来我们淮市的？我不是你们系统的，我原来搞侦查，现在只是美好饮料厂的一个小安保。老前辈，刚才你的刑侦思路、技术我都看到了，只能说佩服，万分的佩服。您收徒弟吗？您看看我怎么样？抱歉了，目前没有收徒的打算。老前辈，那这是确定发生过凶杀案？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而且2个受害人都应该没了，那个我们有事就先溜了。现在已经确定了，秦总说的没错，那2个高管已经被嘎了。老夫，那我们怎么不报案？刚才那个不就是警察吗？现在报案没有意义，还会打草惊蛇，谁知道陆天林的保护伞是谁？我们还是先调查调查再说吧。那我们来这里干嘛？按照淮水的地形环境，再综合水流状况，一具尸体如果可以顺流而下，那这个地方腐蚀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当然要看看水流和环境。老夫，你说的好深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只见岸边的赫然一副眼镜。与此同时，于明东已经回到了队里。陆天林，身高1.69米，会是他吗？随后他目光扫过，猛然停在了上登云的资料上。只见上登云的资料上清晰地标记着上登云身高1.72米。如果真的是他的话，那前辈的猜测就对上了，也有可能只是巧合而已。于队，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巧合？没什么。吴春龙，身高1.73米，体重140斤。于明东觉得自己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巧合吗？还是巧合吗？小芳，你等下休息一会，下午我们去一趟吴凯家，再问问情况。好的，于队。另一边，老傅戴着眼镜已经回到了美好饮料厂。吴良才眼镜有点意思。秦总，吴良才是人名吗？吴良才确实是个人名，原本是经营珠宝的，眼镜只是副业，后来因为眼镜越来越受欢迎，便干脆改成了眼镜店。这副眼镜价值不菲。秦总，我觉得这应该是受害者的。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上门求证一下，如果真的是陆天林手底下那2个人的东西，那这2个人十有8九没命了。我倒是奇怪一件事情，这眼镜是在浅滩被发现的，可是如果眼镜被冲到浅滩，那尸体呢？尸体如果被冲到浅滩，那必然会被水草缠住，不会再随波逐流。先把眼镜的事情搞明白吧，至少先确定他的来历，说不定真的是巧合。下午你们去吴凯他们家打探下。下午，老傅带着郝天琼来到了吴凯家。你好，我们是警察，来问下吴凯的消息。吴凯的妻子看着2人并没穿警服，抱着怀疑的态度没有说话。
老妇见此拿出了那副眼镜，你看下这个眼睛是不是你丈夫的？你们把我男人怎么了？你别误会，我们不是坏人，这是我们在河边找到的，所以过来跟你确认一下。这是吴凯的眼镜，我男人没事的，对不对？就在这时，于明东带着王芳也赶到了吴凯家。警察同志，他们冒充你们，还拿着我男人的眼镜，我怀疑我男人的失踪跟他们有关系，快把他们抓起来啊！于明东看到老妇，两人一愣。前辈是你啊，你这是搞哪出呢？我中午不是跟你说了，我是美好饮料的安保，秦总让我过来调查吴凯的消息。前辈别骗我了，虽然我敬佩你的侦查手段，但你不能侮辱我啊！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骗你什么了？我今天问了下，美好饮料安保有年龄限制，超过50岁的不要。前辈今年50大多了吧？你要是不相信，给我们秦总打电话。我今年才40岁，我特么的显老不行了。哈哈，前辈别生气，是我走眼了。你说是秦总让你查的？我们秦总觉得事情蹊跷，以陆天林的性格，不会轻易的放过两人的，所以就让我查下。胡闹，破案是我们的事情，你们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可怎么办？就你那水平，等你抓到人，那2个受害者可能都已经投胎了。于明东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满脸尴尬之色。前辈，你水平高，那就和我们合作嘛，我可以特批一个顾问的职位给你，有没有兴趣？我有工作，没时间帮你们过家家。于队，你跟他这么客气干嘛？他冒充我们警察，先把他关一段时间再说。警民合作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都别和我争。这不是普通的板车，而是载着一份令人震惊的真相。车子上一具冰冷的尸体静静地躺着，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无声的悲剧。他的出现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警局门口掀起了轩然大波。尸体上有吴凯的衣物还有证件，法医初步做了下检查，他应该是死于头部的钝器击打。但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于队是发现了什么？吴凯的尸体在腹部也有伤，而且不是贯穿伤，而是割裂伤。有人曾经试图切开吴凯的腹部，但不知道为什么做到一半就放弃了。所以吴凯的腹内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吗？我建议解剖，而且越快越好。这种天气，随着时间推移，就算吴凯腹中真有什么证据，也撑不了太久。我等下就去找吴凯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同意解剖吴凯的尸体。把吴凯尸体送回来的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也很疑惑，虽然有人看到过有人骑3轮过来，但也没人留意骑车人的长相。秦三河暗道，还是几10年后好，到处都是摄像头，不像现在，破案真的要靠刑侦手段，没点本事，悬案一案就压着吧。我们这样想一下，一般人如果见到吴凯的尸体，必然会选择报警，或者装作不知道，肯定不会亲自送来，然后又悄然无息的离开。这一下点醒了秦三河。也就是说，送吴凯尸体过来的人必然认识他，或者说和他有关系，和这件案子有关系。是不是目击者？有人目击了吴春龙杀人，但担心惹上麻烦，所以把尸体送来后就选择消失了。不可能，真要是怕麻烦，打个电话过来，指个地方不是更安全？那如果是同为受害者的尚登云呢？秦三河和于明东微微一怔，而后都忍不住看向了吴凯尸体的胸口，那里并没有伤，也就是说傅东来之前在现场勘查，被刺穿胸口的人不是吴凯。尚登云没死，这不可能吧？他应该比吴凯死的还透，除非前辈你之前的勘察有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我对自己的眼力见还是有自信的。那就不可能，心脏被刺穿的人不可能活下来，就算是刺完就上手术台，也是死路一条。如果没刺中呢？你们听说过镜像人吗？老夫一脸的意外之色。秦总，你竟然知道镜像人？听说过，好像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非常罕见。不是，什么是镜像人啊？就是5脏6腑全部位置对调，就好像人照镜子一样，这种人非常罕见，几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你算一下，全中国也就几百个的样子。前辈，真有这种人？我之前打南边猴子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人。于明东有些不敢相信，镜像人这种东西，在未来或许人尽皆知，但未来信息大爆炸，知道很正常。而这个时代消息不流通，于明东不清楚非常正常。两位，接下来怎么办？第一，一定要让吴凯家里人同意解剖吴凯的尸体。尚登云既然尝试过破开他的腹部，说明肯定有什么决定性的证据在里面，这个不能等了。第二，确定尚登云是不是镜面人，找不到他，就算我们能从吴凯肚子里找到决定性的证据，那受到制裁的也是吴春龙。陆天林这个主谋依旧有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必须找到尚登云这个受害者。于明东恍然，然后一脸憋屈，前辈这么能耐也就算了，秦总您怎么回事？三人又聊了几句细节上的事，秦三河就回家了。媳妇学习怎么样？有把握吗？我也不知道，李老师说明天给我整一份试卷，让我做一下试试。别有压力，你就是考不上，你男人我给你捐个大学生出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哪有大学生是捐出来的？秦三河并没有解释，因为沈幼薇肯定不能相信有钱人的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别说一个大学生，就是一个院士也不在话下。第二天一早，秦三河来到厂里，老傅已在办公室等他。秦总，
你说吴凯肚子里到底有什么？我猜是吴春龙的耳朵。什么？秦总怎么会这么认为？我昨天遇到吴春龙了，他耳朵上做了包扎。所以是吴凯被杀害的时候袭击了吴春龙，并且咬掉了他耳朵上一块肉，吞入了腹中。我只是猜测，但我想可能性应该比较大。这个就算是真解剖出来也不好办，没有办法证明那块肉是吴春龙的。这2天时间，那块肉在吴凯的肚子里，肯定被分解了一部分，对比是不太好搞。那比对吴春龙耳朵上的伤呢？鉴定齿印可以试试，但能试出来的可能性不大。那秦总，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只要能找到那块肉，直接送去首都，请人做 DNA 鉴定就行了。只要是吴春龙的，那就一定能验得出来。DNA 是什么东西？ DNA 是去年引入国内的，说得太清楚你们也听不懂。总之就是人体的一段密码，任何一块血肉，甚至头发中都包含着这串密码，只要对得上，那身份确定也就不会有问题。该，现在这么厉害了，看来以后破案高科技是越来越多了。如果能确定吴春龙是凶手，那这个刽子手就算是完了，但是主谋陆天林还是不好搞。除非吴春龙愿意指证，不然陆天林不好办。陆天林肯定有办法能让吴春龙心甘情愿地背这个黑锅，不然他也不敢用吴春龙杀人。如果能找到上登云就好了。走吧，咱们一起去刑侦大队一趟。很快，秦三河带着老夫来到了于明东的办公室。老前辈秦总，你们来了。法医在吴凯的肚子里发现一块肉，说应该是耳廓一类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凶手的？随后，秦三河把自己的推测全部告诉了于明东。那就是说吴春龙极有可能就是凶手。你可以把吴春龙带回来调查，顺便等着 DNA 的结果。那行，秦总，你们先回去，我去办事了，就不陪你们了。知道于明东现在很忙，秦三河带着老傅回到了厂里。老傅还得再辛苦你，去盯着陆天林那边。秦总，你的意思是，不管是谁先找到上登云，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我等下给郝家兄弟打个电话，有他们陪着你，我也放心。2天的时间一晃而过，就在第3天的一早，于明东的手上拿着一份文件，目光阴沉地对着王芳说道：“小芳，你去准备一下，立刻提审吴春龙。”审讯室里，吴春龙目光平静，仿佛料定了自己会没事。吴春龙还扛着呢，交代了吧，这样对大家都好。交代什么？我冤枉的呀！我在家里正吃着豆腐脑，就被你们给抓来了。我可是良民，大大的良民啊，根本不知道你要我交代什么。你现在坦白从宽，还能争取宽大处理，等到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那就晚了。领导，别白费劲了，我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首都传回来的鉴定结果，吴春龙、吴凯肚子里那块肉，就是从你身上咬下来的。吴春龙一愣，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有这种鉴定技术。我也不跟你再说什么坦白从宽一类的话了，但我希望你明白，协助破案，这是你现在唯一的路。如果你能交代出幕后主使，让我们警方抓住他，也许你还能轻判。听到此言，吴春龙还是一言不发，没有一丝愤怒的迹象。过了半晌才开口：“好吧，我承认了，他们都是我杀的。那是谁指使你的？没人指使我，我知道他们2个贪了陆天林的钱，就想找他们打秋风。可是这2个人不识抬举，我一不小心就下手重了点。”吴春龙，你在找死吗？你以为这是什么江湖义气？这是愚蠢！别特么的觉得别人都蠢，真当我是傻子？就我以前干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轻判的可能性。我死定了，所以我一个人死就行了。于明东倒吸一口凉气，犯人在心存死志的情况下，依旧不愿意供出幕后主使，那就难了。美好饮料厂内，老傅，这2天陆天林有没有什么动静？秦总，陆天林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每天还是2点一线。对了，于明东那边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吴春龙认罪了，但还是拒绝供出陆天林。听闻此言，秦三河的眼神一亮。老傅，你现在就紧盯着陆天林，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鱼儿就要上钩了。好的，秦总。天林饮料厂里，秘书的脸上伤痕可见，身体微微颤抖，显然刚经历了什么非人的折磨。什么时候出了这个什么 DNA 鉴定？这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哥，你觉得吴春龙会供出你吗？他的孩子还在你那，他不会供出我的，但损失了吴春龙也是非常的可惜呀。哥，你让我在山里养那个孩子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吗？那些人看在钱的份上可以帮你办事，但为了其他的东西也能背叛你，我这也是为了自保。哥，你心里有数就成，那我回去了。回去之后把吴春龙儿子嘎了吧，留着没用了。吴春龙不是不敢把你供出来吗？我不想赌他会不会供出我，如果他没供也就算了，如果供出来了，我还有时间去处理他儿子吗？我知道了，我绝对处理干净。春龙啊，不要怪我太狠，曹公有句话说得好，您要我负天下人，莫要天下人负我。陆天林的弟弟开车离开了天林饮料，他没有注意的是，在车子的后方远远地跟着一辆车。晚上就在秦三河准备休息的时候，一个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秦总，我们这边有收获。是找到上登云了吗？不是，我们找到了吴春龙的儿子。随后老傅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秦三河的面色一喜。
把人给保护好了，直接送给于明东。放心吧，秦总，郝家兄弟看着呢。但是秦总，这能搞垮陆天灵吗？大概率可以，但具体还得看情况。陆天灵在怀氏经营了这么久，谁知道他还有什么后手？审讯室里，吴春龙看着眼前的男孩，脸色铁青。吴春龙，这个是你儿子吧？你们怎么找到他的？我们警方肯定有自己的办法。你之前不愿意指证陆天灵，现在呢？换想法了没有？吴春龙犹豫了一下，而后摇头，因为他还不清楚自己儿子的处境。昨天你孩子差点就嘎了，你还在护着陆天灵，让你儿子自己告诉你，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昨天陆夫妇掐住我的脖子，掐得我可疼可疼了，嘴里还一直喊着要嘎了我。要不是天穹夫妇，我就见不到爸爸了。吴春龙一听彻底的崩溃了，他不明白自己并没有供出他，为什么还要杀人灭口？你现在还想给陆天灵脱罪吗？我给他卖命背案子，他居然这样对我儿子，我愿意指证陆天灵。陆天灵让我陪别的男人，这2年他让我陪了几10个。你当我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陆天灵不行了？你准备换个老板？秦总，我知道我爱慕虚荣，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很早就想离开他了，但是我每次逃跑都会遭到毒打。行了，我相信你了。那你这次来我这里是想干什么？秦总，我就想知道陆天灵会不会被打靶，如果他出来的话，到时候我真的没法活了。秦三河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告知。很难，现在虽然有人证，可是没有物证，警方那边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要什么样的证据能让他打靶？录音行吗？可以，如果能直接证明他只是别人行凶，这都是直接性的物证。陆天灵秘书想了一下，拿出了一个录音笔递给秦三河。秦三河立即按下了播放键。吴春龙，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那几个战地不愿意走的，你给我找个地方埋了，杀鸡儆猴，知道吗？这是你录的吗？还有吗？这个证据能让他打靶吗？不行，但是蹲个几年是够了。陆天灵的秘书有些失望，沉默半晌后又拿出了几支笔。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很多，里面不但有陆天灵指使他弟弟嘎了吴春龙孩子的，还有很多他行贿的证据。秦三河心中感慨，可能陆天灵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到自己的秘书手里。这些够让陆天灵打靶了吗？妹子，你放心，有了这些证据，陆天灵这下绝对要被打靶了。而此时的审讯室里，陆天灵，你还不认罪吗？虽然很意外上登云竟然没嘎，但内心却是一点都不慌。他确信警方没有任何物证。我认什么啊？我弟弟行凶，你们抓他好了，你们抓我过来是个什么事？那吴凯跟上登云是怎么回事？你可别说你不知情。人是吴春龙嘎的，可能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吧。吴春龙跟上登云，这是诬陷，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说。于明东也很无奈，他知道没有物证的话很难定他的罪。事发时我正在厂子里加班，我没在现场也没动手，你不能凭借他们的一面之词就这么冤枉我吧。于明东对此也没有丝毫的办法。陆天灵指使行凶全部是口头指令，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就在于明东在办公室里发愁的时候，秦三河走了进来，他把大部分的证据都给了于明东，只留下了一点行贿的证据。秦总，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上面已经施加压力了，如果再没有物证的话，那真的就要放人了。东西我给到你了，接下来就看你了。这么多证据够打靶了吧？有了这些证据的话，陆天灵打靶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从刑警队离开后，秦三河来到了高正阳的办公室。秦总，现在陆天灵被抓，你不落井下石，怎么有空来我这边？高总的消息蛮灵通的吗？重要的证据我已经提交了，陆天灵这下确定要被打靶了。真的没想到你跟陆天灵斗了这么久，最后竟然是这个局面。高正阳唏嘘不已，陆天灵是从坏梅集团走出去的，是真正的怀梅子弟。秦三河则拿出了录音笔放到了桌上。高总，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打开听听吧。高正阳疑惑地拿起了面前的录音笔，打开后面色一变，是越听越心惊。他没想到集团的内部被腐蚀成了这样。这些老家伙是真的敢贪，我就说陆天灵发家为什么这么快，这么多的国有资产就这么给贪了，也不怕被打靶了？才不动人心吗？好小子，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既然陆天灵的事情盖棺定论了，那接下来我送你一份大礼。高总，您的意思是，陆天灵既然已经完了，那他的天灵饮料那可不能浪费了，你说是不是？高总，你觉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特别像反派？审讯室里，当于明东把证据放到陆天灵面前的时候，陆天灵直接绝望了。不可能，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陆天灵，都这种时候了，再说这些没意思了，你就安心的等着被打靶吧。我要见葛氏，我要见领导。你现在见谁都没用了，谁也救不了你。而此时葛氏的办公室里，可是高正阳交上来的名单里数量太多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名单上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逮捕，不管是谁想要插手的话，全部给我一并处理了。这件事要不要先跟省里汇报一下，不然回头？没有回头了，
我知道陆天林所作所为而知情不报，这几天我就要被处理了。现在趁我还有能力，我要为怀氏人民做最后一件事。好的，管事，我现在就去办。对了，晚上帮我约一下高正阳跟秦三河，我临走前再见他们一面吧。晚上凌云酒店的包厢里，葛氏，您干嘛现在就退啊？上面毕竟现在还没有对你有所动作，说不定就这么算了呢。上面可以不让我退，但是我自己内心也过意不去。我包庇了陆天林这么久，这次又处理了这么多人，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秦三河明白了他的想法，现在自己退的话，上面很大可能会保留他的颜面，让他告老还乡。如果他不退的话，上面处理的话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您是个好领导，虽然之前可能被小人蒙蔽，但是现在您的作为会让怀氏人民记您一辈子的。小家伙，现在拍我马屁没用了，以后换了领导，希望你们能够和谐相处。我就先走了，你跟高总慢慢聊吧。可是您慢走，别忘了答应我的，3年内一个销售过亿的电子厂。我不会忘记的，诚实守信是商人的基本底线。这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如果上面来处理的话，怕是要晚节不保。他最后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功过相抵，应该没事。天林饮料没了，以后怀氏的市场以美好饮料为尊了。下个领导来了之后，你这交道也要好打很多。秦三河听闻此言，沉默了下来，半晌才缓缓开口：高总，我准备走了。你是在担心我对不对？其实事情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不管我跟领导怎么交好，咱们最后都是要走到我跟陆天林这步的。我估计陆天林的下场就是我以后的下场。高正阳知道秦三河说的都是实话，如果美好饮料的地位威胁到了怀梅集团，那领导也肯定会维护国企，选择打压他。那准备什么时候走？去哪里定了吗？川渝、苏杭、深圳都是选择，不过我想先看看各地给的政策。你要全部迁走的话，市里应该不会同意的吧？饮料厂我会留下，只生产椰汁跟干脆面，这样最起码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敌人。那行，你确定地方了打声招呼，不管在哪里，供电方面的事情我肯定帮你解决了。那我先谢谢高总了。回到厂里，秦三河召集了众人开会。今天开会就一件事，我决定将一些业务分离出来，离开怀氏去开拓新的市场。众人一愣，怀氏的最大对头刚刚解决，现在没好在怀氏独大，现在选择离开是不是太早了？我同意秦总的想法，怀氏还是太小了，美好饮料已经做到了极致，想要更进一步，就必须要走出去。我接下来的重心是小霸王，所以这里我就不发表意见了。我听秦总的，秦总您怎么说我怎么做。是的，相信秦总准没错，秦总我也听你的。孙叔，你去过的地方多，川渝那一块怎么样？川渝是个好地方，但是运输的话是个问题。秦总，我觉得咱们最好不要离徽省太远。韩姐，你说说你的想法。美好饮料毕竟还在徽省，离得近的话，遇到什么事情，两边还能互相帮衬一下，比如市场开发、宣发、营销一类的，做起来也会更方便，甚至必要的时候，两边互相代工，运输交接也简单啊。秦三河自己也想了很多，苏杭那边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孙叔，川渝跟苏杭你帮我打听一下，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政策比较适合我们的。好的，秦总，我知道了。离过年还有1个月，小霸王的第一批产品终于下线了。段永平的内心激动，看着面前包装好的产品，脸上的笑容再也抑制不住。秦总怎么样？这都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啊！小张，广告那边搞得怎么样了？周围省市的电视台，咱们都把广告散出去了。但秦总，这东西可不便宜，小孩子就是喜欢，家长能舍得买吗？先推广吧，不着急，慢慢来。上一世小霸王刚上市的时候，销量也是非常的惨淡，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才慢慢好了起来。280是不是太贵了？这是一个普通人3、4个月的工资了。我们的目标是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就算是降价，也要市场铺开了再说。别着急，能不急吗？你可是还答应了3年过亿的销售啊！行，我帮你一把。小张，跟怀氏的电视台联系一下，我投资他们搞一个节目，但是版权是我们的，可以给他们首播。咱们投资做节目，做什么节目啊？做个打游戏的节目。现在的人对小霸王不够了解，这个节目正好能给大家了解的机会。游戏的这块蛋糕很大，只要宣传得当，带来的利益绝对远超其他产业。就在这时，韩秋雨走了过来。秦总，陆天林判了。秦三河毫不意外，可是离开前的最后一把火，陆天林被打靶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陆天林跟吴春龙都要被打靶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跟咱们秦总作对的都被制裁了。哈哈，巧合而已。秦总，陆天林那边说想见你最后一面。陆天林想见我？秦三河非常的意外，这个时候不应该见见自己的家人吗？你要是不方便，我就帮你推了。不用，我去见见他吧，看看他搞什么幺蛾子。很快，秦三河来到了怀氏的拘留所。陆天林精神萎靡地站在栏杆前，完全没了往日的嚣张之色。秦三河，你来了。陆天林，都这个时候了，你不见见自己的家人，你见我做什么？秦三河，我承认是我输了，但是我不是输给你了，而是输给了我身边的废物们。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希望你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秦三河，我奉劝你一句，早早的离开怀氏吧。怀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留下的话，相信你最后的下场肯定跟我一样。秦三河闻言一脸的意外。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陆天林不知道秦三河早就准备迁离怀氏了。谢谢你的好言相劝了，我会考虑的。路边的乞丐意外重生80年代，造出了所有80、90心中永恒的经典。超级马里奥一经面世直接火爆全球。不是最喜欢看《西游记》了吗？赶紧换台呀！我今天不看《西游记》了，我要看这个。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看着画面这么糙呢？这是游戏类的节目，玩的游戏叫超级玛丽，我们班同学就有一台，可好玩了呢。小女孩的眼中充满了羡慕，但是因为价格昂贵，又不敢向自己的父亲开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家庭。爹，我要玩这个游戏。怎么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用游戏机玩的，买了游戏机就能玩这些游戏了。你想要啊？这样的，你要是能考双百的话，我就奖励你一台，怎么样？真的吗，爹？说话算数哦，这台游戏机可是要280块呢。男孩的爸爸一听价格，吓得一激灵。随后心虚地对自己孩子说道：儿子，其实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并不是为了攀比，所以你不要把双百的事情放在心上。为了游戏机，我一定会考双百的。你这孩子咋这么不听话呢？而此时的段永平激动地来到了秦三河的办公室。我说秦总，你这脑袋瓜到底是怎么长的？有事说事，别给我来这一套。秦总，你知道吗？咱们之前放出去的小霸王全部卖完了，现在经销商都等着要货呢。秦三河听闻此言，一脸的平静，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赶紧回去发货去，慢慢的适应一下，这些都是小场面。秦总，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些倒爷搞跨国生意呢？听闻此言，秦三河眼睛一亮。小张，你认识倒爷是吗？那你联系让他过来见我。我认识几个，等下我就去联系，应该没什么问题。倒爷靠谱不？会不会太儿戏了？靠谱的肯定有，这个事情就让小张去打听吧，他在北方的人脉广。老段，你别看不起倒爷，他们在苏老大的那边能用罐头给换出坦克来，你信不信？还换坦克，你就可劲吹吧。段永平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秦三河经历两世人生，确实了解一点的。这些倒爷有手段有办法，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再等个2年的话，坦克飞机说不定真的能给你搞过来。因为2年后欧美对苏老大进行制裁，几年后苏老大解体，很多倒爷趁此机会发了一笔横财。小张，你找些靠谱的，先弄一批外汇回来，咱们要抓紧点时间了。放心好了，秦总，在北方几个城市敢坑我的还没出生呢。而就在这时，另一个消息也传了过来。秦总，新上任的大领导请您去下他的办公室。秦三河一脸的惊讶，没想到新领导这么快就上任了，但请自己过去是个怎么回事？有说什么事情吗？秦总，你就过去吧，保证会给你一个惊喜。当秦三河来到领导的办公室，傻眼了，座位上的赫然是蒋青松。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比你还惊讶，我也没想到我这直接就跳上来了。您这哪里是跳啊，您是飞啊，坐火箭也就这样了。可是把领导班子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上面考虑到特殊情况，所以才让我这个熟悉怀氏的人上位了。说起来还要感谢你。秦三河眉头紧皱，如果空降一个领导，自己毫不犹豫的就走，现在有些为难了。蒋氏，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准备离开怀氏了，去别的地方发展了。秦三河，别跟我开这个玩笑，怀氏就是你家，怎么能说走就走？蒋氏，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如果我跟怀梅陷入了利益纠纷，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咱们都这么熟悉，有什么事不能私下处理？蒋氏，您放心，我把美好饮料跟干脆面都留下了。真的就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了吗？蒋氏，怀氏是一个能源城市，我就是留下发展也有局限性。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怀氏想要发展好，就全力给高正阳开路。蒋青松立马陷入了沉思。秦三河说的不错，怀氏是能源城市，所有的资源肯定会倾斜高正阳。蒋氏，您放心好了，我只是出去扩张产业，我家还是怀氏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怀氏的。您有什么需要一句话，我绝对无条件的支持您。为了你的前程，我也不能再这么自私的挽留了，只希望你以后能更好的为咱们怀氏做贡献。第二天，小张带着2个30多岁的男人来到了厂里。秦总，这位是包大毛，专门走中苏边境的倒爷，本事大得很。您好，秦总，我是包大毛，请多关照。小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这次的货就拜托你了。秦总都是朋友，我就直说了，这小霸王我连见都没见过，这东西不一定有市场啊。你是担心东西拉过去了，卖不出去砸手里了？秦总见谅，毕竟我还养着一大群弟兄呢，不能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这样吧，货你们拉走，如果卖不出去的话，我包赔你们的损失，另外每人1万块的奖金，算我请兄弟们喝酒了。包大毛一听瞬间笑出了声，毕竟这么大方的老板，他可是从来没见过。秦总您仗义，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
按照你跟小张谈的方式来分成，能卖出去多少，咱们都5-5分账。不过我要外汇，如果1个月内你们再想拿货，我们3-7分，我再吃2成。包大毛听闻此言，立马同意了下来，因为他感觉1个月内绝对不会拿2次货。就按照秦总说的办吧。秦总，这不合适吧？风险我们都担了，哪有这么做生意的？你想开拓市场的话，风险肯定要自己承担。小张带着他们去签个合同，然后去提货吧。很快，包大毛2人提完货，坐上了回程的火车。老包，这个秦总有点傻呀，这不是给我们送钱吗？我打听过了，他跟京城的不少2代都有关系，你别给我搞事情，安心干活吧。你说的是，这东西要是卖得好，那咱们不少了2成的利润吗？我们来回一趟都10几天了，就算是卖得好，我们等几天就是。很快，他们来到了辽东边境的一个小镇上。就在这时，一个外国人走了过来。听说你带了新的东西过来，怎么样？是直接折价给我，还是让我来帮你分销？分销价格方面，我这边有底价，不能低于底价出售。当然，买的越高越好。底价是多少呢？底价是50卢布。我听说是游戏机是吧？我是不算贵。是游戏机，每台游戏机附送3盘游戏，暂时不单卖。莱蒙托夫在本地属于上下通吃的那种人。下午的时候，小霸王就进入了商场之中。一个男孩目光死死地盯着柜台上的小霸王。竟然是 FC。 什么是 FC 啊？就是 RB 的游戏机，马里奥你知道吧？别开玩笑了，2B 现在可不敢把东西卖给我们，他们可是美利坚的忠实走狗。男孩一想也是，但是还是忍不住询问了老板，这个游戏机哪里产的？多少钱一台啊？150，我们这是纯华国进口的游戏机，跟 RB 的一模一样，甚至比它的还要好。才150，RB 的一台都卖到700-800了。老板给我来一台，我也要一台，这价格真的很划算。下午的时候，莱蒙托夫再次找到了包大毛。老包，你手里还有多少游戏机？我全部都要了。还有15000台。莱蒙，怎么回事？下面反馈，游戏机特别的受欢迎，一台150很好卖，几个小时的时间全部卖空了。可以，你让人准备好车，剩余的货都拉走吧。老包，我有个想法。怎么了，莱蒙？你说。这里的市场这么好，你就跟你的上家说一台机卖了60，剩下的不都是咱们的利润了吗？莱蒙，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上家很有实力，我要是坑了他的话，我在华国也混不下去了。那好吧，这批货这么受欢迎，你可以弄更多的货过来，咱们也不少赚钱。包大毛忽然想到了秦三河的话，1个月内再拿货，就要让出2成的利出来。包大毛真想抽自己一个嘴巴子。价格最高的一台卖了335，这才是一个事。要是你能拿到货，传说的利润那真的不敢想象啊！老包，我们发财了。看着莱蒙兴奋地畅想未来，包大毛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这到嘴的鸭子竟然飞了。此时的美好饮料厂里，秦总，咱们现在的产能拉满了，每周生产18000，现在1周出货不到1万台，这样是不是积累太多了？我已经让小张全面的铺开广告了，别着急，很快就能看到效果。可是我不放心啊，万一货物积压可怎么办？老段，你就放心大胆的生产吧。游戏节目跟广告都需要时间来传播，就怕到时候你发不出货。就在3天后，一个男人风尘仆仆的赶来，不是包大毛又是谁？秦总，按照您之前说的3-7分账，我要货越多越好。要货没问题，但是我要先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然后才能给你。别啊，秦总，有钱干嘛不赚？您在国内那才卖几个钱？这是上一批货的分成，一共150万卢布。有人会觉得卢布不值钱，这时候的苏老大还没解体，现在的卢布可是堪比美刀的存在。老段，现在仓库里还有多少货？如果考虑国内市场的话，我能给他2万件，这是我的极限了。那就给他2万吧。秦总，现在那边那么多人喜欢咱们的游戏机，平均200多卢布一台，比国内高出这么多呢。您不考虑多给点货吗？我用你教我做事，苏老大那边的市场跑不了，现在重要的是打开国内的市场。包大毛被秦三河的脸色吓了一大跳。秦总，您别误会，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市场大好，不趁机拿下的话，恐怕会出什么变故。不得不说，包大毛还是有些商业头脑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2年后苏老大解体，成了数个国度。大家言论，你们知难追不讲信誉。去你丫的！你敢骂我们华夏人？一个身影冲出，一脚踢在了林星辰的肚子上。赚着我们华夏人的钱，还骂我们没诚信，真当我们还是几十年前那个任人欺凌的时代吗？大家言论，你为什么打我？我们华夏人不是被洋人架一门炮就能轰开国门的时代了，而你们这些小日子竟然还天真的以为可以肆意侮辱我们而不付出代价，我第一个不同意。林星辰的脸色惨白，知道自己栽了。刚才一时口不择言，现在被秦三河抓住不放，被无限的放大。同胞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美好虽然只是一个私企，但是在国家的尊严上，我们誓死捍卫。周围看热闹的人群情绪被调动，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冲向了林星辰。本来林星辰被秦三河的一脚踹得半天没有起身，这下被众人围在中间一阵拳打脚踢。秦三河，你不要挑事，如果事情闹大了，那这次投资绝对没你的份，你就等着给我滚蛋吧！
我本来就没准备留下，也许行市的理念并不适合我。巴卡亚路，你们在给自己的国家抹黑，这么对待外商，能让我放心在这里投资吗？李主任脸色难看，可眼下的场面已经失控。秦三和你完了，你惹上事了。是吗？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会完蛋。原来就在2天前，秦总，杭州那边谈下来了3年的免税政策，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去看看？可以啊，孙叔，这扶持力度已经很大了呀，要不我们明天去一趟吧？秦总，这都是你婶子去谈的，我确实是忙得脱不开身。那行，孙叔，等下你叫老傅收拾一下，明天陪我去一趟杭市。第2天，秦三河带着老傅坐上了杭市的飞机。下了飞机后，他们直接来到了酒店。婶子，最近辛苦你了，回去后就过来上班吧。我也是在家闲不住，你叔跟我说了好几次了，等这里新厂建好了，我帮你打理这边吧。那可真是太好了，有婶子在我就可以放心了。秦总，我们约的是中午，等下我们直接去招商办吧，具体的政策还要您亲自谈。那行，我们就直接去吧，去那边等着也是一样。秦总，我刚才在等你的时候，看到招商办的李主任带着一个外国人，虽然我没有听懂他们说些什么，但我怀疑跟这次的招商有关。我们在这里猜测也没用，我们先去招商办看看情况吧。很快，3人来到了杭市的招商办公室门前，等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小年轻才慢悠悠地走了过来。请问你们是不是怀市来的？美好饮料厂的？是的，我们跟李主任约的中午。让你们久等了，我们主任出去开会去了，抱歉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你们还是先回去吧。您客气了，既然李主任不在，我们改天再来。回到酒店，刚进入房间，袁婶子的面色非常的难看。太不像话了，这不是耍猴吗？李主任明明跟老外在一起，怎么就不在了？婶子别生气，人家这是看不上咱们，这是抱上了外企的大腿了。都怪婶子，没想到他们之前还很热情，现在却这样。秦三河却不以为意，这个时代的很多人都崇洋媚外，即使投资相同的金额，外企还是会比私企的政策要好上很多。既然我来都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们明天再过去看看情况再说吧。与此同时，招商办的办公室里，小刘，美好的人打发走了吗？李主任，对方特别的好说话，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他有没有领会你的意思？是不是还抱着希望呢？应该领会了吧。要是明天他们再来的话，你就跟他们明说，我们觉得他不合适。如果他们还是想在杭市落户的话，我们可以给他申请商业用地，但是税收就没有优惠了。李主任，现在把他们打发走是不是早了点？小日子那边要是谈不成的话，我们不是连个备胎都没了？小刘，你还是太年轻。我今天跟小日子会面了，依我来看，这是8、9不离十了。那行，如果他们明天再过来的话，我就跟他们明说了。第2天，秦三河来到了招商办，这才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秦三河也被带会所里关了起来。秦先生可以放心，这打架没什么大事的，就当在这里散散心了。就在秦三河奇怪警察的态度的时候，我也看不惯小日子在我们华夏趾高气扬，我也就是穿着这身衣服了，否则我也会上去出出气。我们自己的国家，应该我们自己来守护。与此同时，林星辰的酒店里，林总，现在人已经抓进去了，而且这也是您口不择言，事情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林星辰的脸色难看，他伤的倒是不重，但自己堂堂一个集团的老总，结果在华夏被打了，面子上过不去啊。巴卡亚路，那李主任的意思是，难道我挨打了，还是我的错了？我是说，我们对此也表示很遗憾，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想看到，但既然发生了，我们肯定会妥善的处理，也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合作？李主任觉得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性？我觉得只要合适，什么时候都可以谈合作。如果林总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说一说，我尽量满足。我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打我的那个人渣判刑。李主任一愣，打架斗殴而已，想要判刑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宾至如归吗？如果连你们一开始说的话都没有办法兑现，那我不觉得我们还有谈下去的必要。别着急，我是说难办，不是说不能办，你让我想想办法。可以，我给李主任3天时间，办不了我们就回国。另外，之前我们谈的条件，我觉得还要重新再谈。李主任心里也是气得不行，自己都快要成功了，都让秦三河给搅和了。第2天一早，杭市领导的办公室，外商口出狂言，爱国人士反而拒绝，杭市这样招商，是利是害？领导，这是有人在背后煽动啊！肯定是那个秦三河，这是打我们杭市的脸啊！淮市的讲师昨天晚上就给我联系了，声讨我们区别对待淮市的商人。李主任人都麻了，不就一个普通的打架斗殴吗？怎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就在这时，小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领导不好了，刚才收到通知，央视要来我们杭市拍1期特别报道。领导的汗都下了出来，如果到时候舆论被引导，自己可是死定了。还有京城的电影公司要来我们这里取材，把这件事情拍成电影。李主任听闻此言，双腿吓得发抖。他也知道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写辞职报告吧，总好过后面被处理。我混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当了个主任，我要是辞职了，我以后还怎么见人？
那你说怎么办？这件事情市里的领导都知道了，马上省里也会知道，我想保你也保不住啊。我去找秦三河，我跟他道歉，只要他能原谅我，我相信这件事绝对能缓和。我感觉希望不大，但是你可以去试试，记住态度诚恳一点。说着，李主任直接从办公室走了出去。小刘，你写一份报告，内容是斥责李主任为了一己私利，出卖杭氏的利益，记得语气用词严厉一些。很快，李主任来到了派出所。秦总，之前的事情是我错了，是我鲁莽了，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你过来就是说这个的，行，我原谅你了。看着秦三河不当回事的样子，李主任顿时着急了。秦总，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在媒体的面前就说我们的事情只是个误会而已？我没有那个时间，等出去了我就要回怀市了，来这里吃闭门羹不说，什么事也没办成。李主任一听又燃起了希望。秦总，只要你饶了我，不管是厂房还是税收问题，咱们都能谈。抱歉了，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就是谈也不是跟你谈了，你请回吧。看秦三河油盐不进，李主任急了。秦总，做生意和气生财，没必要搞这么大吧？你把央视都找来了，这不是想让我们死吗？我可是在派出所里蹲了1天了，别什么事情都往我身上扣。不是你的话，人家央视怎么可能跑到我们这种地方来？而且消息还这么灵通，你至于吗？咱们这点事情不需要惊动人家央视吧？我说过和我没关系。你这样的话，大不了鱼死网破。我现在就去和林星辰他们签订合同，你们之前想要的1分都没有。秦三河轻蔑一笑，并不在意。等回头央视来了，知道你跟林星辰签合同，到时候一报道，到时候就有意思了。秦总，您就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原谅我？李主任，我刚才就原谅你了，你现在要想的是怎么让全国人民原谅你，所以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赶紧想办法去吧。李主任知道在秦三河这里也是浪费时间，落魄的离开了。秦总，你太厉害了，央视都给起来了。警官，您说笑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只是让他们打个电话吓唬吓唬他的。秦总，还是你厉害。对了，等下你就可以离开了，再过10分钟就满24个小时了。而此时的2把手办公室里，你怎么回事？杭市这么重要的时间点，还引来了央视，马上给我解决，解决不了就换位置吧。冯氏，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是我们招商局一名主任的问题，我等下就罢免他，接下来我会把事情处理好。你要知道，我们杭市的目标是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城市，在招商方面尤其重要。是冯氏您说的是，我也认识到了意识上的错误，我保证这件事情会平稳的被解决，不会给您再添麻烦了。你们那个主任这次的影响很坏，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我明白，我会尽快调查的。而此时的秦三河也回到了酒店。老傅，你去门口等着。去门口等？等什么啊，秦总？当然是等咱们的招商局长了。老傅闻言立马走了出去。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秦总，想不到我们的秦总这么年轻。证据过奖了。证据您过来是有什么事吗？秦总，你深明大义，可你看其他人可没有你这种觉悟。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在骂我们的，杭市能够发展到现在不容易，现在就快被骂成毁掉了。证据放心，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相信有证据这样的领导在，老百姓早晚会理解的，这个不用担心。这小子看着年轻，怎么跟个泥鳅一样滑溜？好话我说了，结果他好话收下，缸子又给我扔回来了。秦总，听说你想在我们杭市投资，我非常欢迎啦。之前确实有这个想法，但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还是算了吧。我现在留下要是被秋后算账，那可是只有哭的份了。秦总放心，我跟你保证，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杭市是开放的杭市，而且这次的事情错不在你，我们反倒要感谢秦总帮我们抓出了蛀虫。秦三河心里也唏嘘不已，李主任苦啊，这还没查出什么呢，已经被定性为蛀虫了。我相信证据的话，可我不能拿厂子的未来开玩笑，毕竟关系到很多人的利益，而且我相信凭借我们美好饮料的能力，去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秦总，给我一个机会，也给杭市一个机会，你有条件可以提，总之我们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的。证据，如果可以的话，能把千岛湖给我吗？小日子骂我是东亚病夫，我不但在他们镇国神册上嘘，还在上面涂鸦，结果小日子竟然召开发布会向我公开道歉。接上级招商办的郑局长找到我，想要让我在媒体面前澄清杭市崇洋媚外的事实。郑局，说真的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小日子辱骂我们国人，我终究是意难平啊。我又何尝不是意难平？这件事情有我在，一定让那些小日子的厂商道歉。现在的国家不是以前孱弱的时代了，没有人能辱骂国人之后还能大大咧咧的离开。秦三河心里有数了，看来郑局这是彻底没办法了，不然态度不会这么明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实在是感谢，杭市让人心暖啊。还请你在媒体面前说一说，帮我们解围。郑局也不遮掩，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藏着掖着也没有意义了。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不过我们的火车马上就要到点了，暂时恐怕是没空。这小子是野心我呢？几10块钱的火车票，这么大个老板会在意吗？
车票回头我们给报销。另外，我还是邀请秦总你们在杭市投资。现在场面上破局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秦三和他们留下。只要美好饮料在杭市投资，之前报纸上关于杭市崇洋媚外、打压本土厂商的说法，自然也就破解了。郑局，投资我确实想投资，但还是那句话，我担心啊。那我也还是那句话，我给你保证，而且我们杭市的条件还是很好的，你去别的地方未必能得到更好的支持了。我手上有创汇的项目和能力，我想黛玉这点应该不用担心。什么？你能创汇？郑局眼前立即一亮，有些不敢相信的样子。我们美好饮料旗下有其他子公司，其中一个子公司在苏老大那边有些业务，挣钱卢布还是不难的。秦总年轻有为啊，你说的没错，能创汇，到哪你都不担心政策支持的事情。但我要跟你说，他们能给的，我们能给的更多。一听说秦三河能创汇，之前那点不爽全部消失不见，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要把秦三河留下来，即使付出点代价也在所不惜。免费的厂房，还有厂房附近的道路硬化，都给你安排上，怎么样？免息的贷款要不要？先贷个3000万吧。秦三河对郑局的态度并不觉得惊讶，这些政策优惠也在意料之中，但秦三河接下来的话却让郑局愣住了。郑局，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把千岛湖给我们。郑局虽然没有说话，但脸色显然也不是太好，皱着眉头。抱歉，是我说的太笼统了，我不是想要千岛湖，我是想把厂子建在千岛湖，然后我希望能得到千岛湖水源的使用权。郑局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一个水源不是不能谈。郑局应该也知道，我是搞饮料出身的，既然来了杭市，肯定还是老本行起步，所以真的很想得到千岛湖水源的授权，还请理解。千岛湖对杭市很重要，我个人肯定不可能答应你。理解，那我们先回怀市，然后等您的消息。一听说秦三河要回怀市，郑局立马着急了，媒体的事迫在眉睫。秦总稍微等我几分钟，我出去打个电话。郑局把秦三河的想法如实的汇报给了冯氏，而且冯氏、秦三河说他们可以创汇，我觉得可以考虑。可以创汇？真的假的？他应该不敢在这种事情上乱说才对，而且媒体的事情迫在眉睫，如果没有秦三河澄清的话，我们很多人都要受影响。冯氏沉默了许久，过了半晌才悠悠的开口：只要创汇的事情是真的，那可以答应他。郑局内心欣喜，这件事情总算有解决的可能了，自己逃出升天啊！很快郑局回到了房间。秦总，你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但是你有办法创汇是真的吗？随即秦三河给郑局讲了小霸王游戏机的事情。这样不属于走私吗？我是跟您开诚布公，另外我可以保证，这些钱最后都是干干净净落下来，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吗？郑局想了下，便点了点头。实际上这段时间，各地为了创汇，什么手段没有，秦三河这算是非常干净的了。如果郑局允许，我可以先兑换100万卢布。郑局的心里一颤，小日子才承诺了每年几百万，这秦三河一开口就是100万。好，杭市正需要秦总这样的有识之士，咱们合作共赢，一定能为祖国的发展带来助力。郑局，你们开个新闻发布会，把电视台的、报社的记者请来，宣布我们在杭市落户的消息。这样一来，之前的谣言不攻自破，在发布会上，咱们当着媒体的面签订合同。好，秦总这个想法很好，咱们就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而此时酒店的大厅里，林总，门口堵了这么多人，咱们等下再出去吧。集团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考虑来大陆投资，这里办事毫无章法，简直落后的让人恶心。拿破仑曾经说过，华夏是一只沉睡的雄狮，等到他醒的那一刻，将震惊全世界。沉睡了100多年，这不过是华夏人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看看他们的城市建设，看看他们对商业的理解，简直堪称愚昧。就在这时，郑局刚从秦三河的房间出来，看到门口的百姓走了过去。林总，那个好像就是招商局的郑局，不知道他过来干嘛来了？能过来干嘛？肯定是手下把事情搞砸了，现在亲自过来求我原谅他。各位听我一句，整件事情的始末我已经清楚了，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现在我来这里，就是让侮辱咱们国人的洋垃圾滚出中国。郑局，那个叫林星辰的小伢子是咱们华裔，数典忘祖的东西，披了块狗皮，就以为自己是狼了。说着，郑局走到了林星辰的身边，林星辰还一脸自得的以为他是过来道歉的。郑局，这是为了昨天的事过来道歉的吗？道歉是要道歉的，我们晚上准备一个新闻发布会，到时候你在发布会上道歉就行了。新闻发布会还是郑局识大体？道歉什么？我们道歉？你们在我们的地盘上辱骂我们国人，你们不道歉谁道歉？不是郑局，是他们先动手的。那也是你先开口骂人的，好几个人能作证，没冤枉你吧？你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投资了，外汇你们也不用想了。林总，我们确实很想要外汇，这一点我不否认，但这不代表外汇就是一切。现在秦三河已经把外汇的事情解决了，你以为你还能用外汇威胁到我吗？但你要考虑影响，你们这样对待外商，以后还有人愿意来投资吗？
你们这是切断自己的前路。影响，那确实要考虑考虑了。我也不怕告诉你，央视已经决定要过来采访姿色了。林星辰一听彻底的慌了，如果真的被曝光出去，那自己集团的那些股东岂能轻饶他？你现在道歉能把这件事的影响做到最低，否则当民族情绪被激发到顶点的时候，你们集团可就在全世界著名了。林星辰的脸色苍白，他知道郑局说的都是实话。该说的我都说了，新闻发布会在今天晚上8点，地点是西湖大酒店，咱们不见不散了。林总，要不咱们马上买机票离开这里？华夏有句古话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跑了那集团更是完了。晚上8点钟，西湖酒店的发布会准时开始，林星辰也来到了发布会，当着众人的面向秦三河道歉。抱歉秦先生，之前是我口不择言，我跟你道歉，对不起。你不该跟我道歉。秦总，我就知道你是有格局的人，本来嘛，只是一点小误会而已。一旁郑局也很是惊讶，什么情况？我好不容易让林星辰来给你道歉，你居然说不用道歉？难道你想当舔狗？林星辰，就在那一刻，当你说出华夏人不讲诚信的时候，你是谁？你在否定什么？否定你这一身源自中华的血脉吗？这让林星辰感觉自己好像被人扒光了衣服，在众人面前裸奔一样，那种羞愧、屈辱，让林星辰整个人都懵了。你可以不爱，但请不要伤害，给我道歉，然后滚出华夏。林星辰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当着众人的面给秦三河深深鞠躬道歉，然后在一阵阵叫骂声中狼狈逃窜。会场恢复正常后，郑局正式宣布了秦三河入驻杭市的消息，不但免费帮他建立厂房，更是提供了8000万的免息贷款。那婶子这边就交给你了，我就先回怀市了。行，秦总，我这边确定了建厂方案就回去。秦三河回到厂里，众人早已在办公室等候多时。秦总，你可算回来了，厂里该对账了，明天就是元旦了，至少先把大账对清楚吧。真的好快啊，明天就是1989年了。那孙叔，你先汇报一下大致情况。先说小霸王这边吧，账比较少，总产量10万多点零头，每台小霸王的成本是123块钱。不对啊，孙叔，我们小霸王的成本不到100块钱，你算错账了吧？所谓的成本不止生产成本，还有其他的，比如运输成本、宣传成本，甚至库存一类的都要算在里面。孙叔，你别理他，您继续。刨去4万台外销机，将近1万代销的机子，国内的利润是1000万。咱们厂除了机子整体的收入，游戏卡带的收入也非常不错，现在已经超过200万了。正常，游戏主机只是媒介，大家玩的毕竟还是游戏。咱们现在好就好在有现成的游戏可以直接用，没有开发成本。不过老段，以后这些都要搞起来。可是国内现在根本没有游戏制作方面的人才，咱们就算想自己开发也不行。老段，你这思想就有点狭隘了。咱们自己没有下金蛋的母鸡时，可以借机下蛋啊。你觉得全世界哪里的游戏产业最发达？那肯定是 RB 了。招一些喜欢游戏、愿意下功夫的人，咱们出钱送到 RB 去。我联系一家游戏公司，把他们塞进去学，等再回来的时候，不就有自己的金母鸡了？段永平一怔，秦三河不说他还真想不到这点。不得不说，这也是最快、最节约成本的办法。根据包大毛产回来的账目看，小霸王在苏老大那边均价在200卢布左右，相当于1408块一台。众人只觉得周围的空气在这一秒好像都要被抽空了。一台游戏机卖1400块钱，疯了！苏老大真是疯了。总利润是3600万，算卢布的话560万卢布。孙叔，说说美好饮料的情况吧。干脆面上市以来，总销售额是3亿1200万，去除各种成本，我们美好饮料盈利7300万。孙老哥，怎么盈利还不到1/4啊？我们大量签订了代工厂子，这些厂子本身就会拿走相当一部分利润，所以利润没有达到预期，是吧，孙叔？是的，虽然咱们的干脆面卖出了上亿箱，可是咱们的代工厂可谓遍布了小半个华夏，利润自然低了。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饮料方面肯定更是低的离谱。没错，椰汁和汽水在挣钱，但是凉茶和盐汽水是赔钱的。算下来小半年，饮料部的利润只有354万。孙叔，我们明年能用的流动资金有多少？除去你支出跟税收，大概有4000万左右吧。但是我们还有外汇啊。秦三河的眼睛一亮，虽然现在的兑换比例并不算太高，但是加上创汇的奖励，这些可都是钱啊。杭市答应了8000万的无息贷款，就算创汇7000多万，这也才不到2个亿啊，我还是太穷了。